好自由茶，愛自由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齐振燕，歡迎收看客家電視台轉播的國際自由茶大賽。哇，非常歡迎大家呢一起來收看由客家電視台所轉播的浪漫台三線，這是2018國際自由車環台賽的第3站。而在我身旁呢，為您請到的是專業級的，目前任教於台北市西松國中的黃志穎教練，你好，主播早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另外呢，在今天我們的轉播現場呢，也為您請到的是哇，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喜歡的客家妹陳明珠。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另外呢，還有哇，這個真的是帥哥一枚吼。演導我們的旅遊作家溫世凱。Hello， 大家好，我是溫世凱。是的，哇，這個我們客家電視台真的不容易哈。我們這個熱衷於體育賽事，我們關注體育賽事，同時呢，因為在這一次的國際自由車大賽自由茶大賽裡面呢，第3站就是來到了浪漫台三線，浪漫台三線。那其實呢，為什麼會特別請到2位呢？對於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客家在地文化非常熟悉的2位來賓，最主要原因就是浪漫台三線，它有經過了桃園、苗栗、新竹、桃竹苗，對不對？哈，這邊很多的客家文化。哦，非常喺度哦。剛剛講到從本來都桃園呀導演嘛，哈，基本位都要新竹。其實新竹呢是世凱老師的故鄉。莫係我老師啊，你講要好老啲人啲啊，那啲時差都好後生啲的，又活力啲，係我世凱哥時候。世凱哥的故鄉。喺大新竹，所以基本要你嘅機會來呢邊呢，嗬，讓大家參加也好，喺潮活動歡喜的呢邊。可以啊，哦，那另外呢，在特別剛剛有講到了，草濱寧哦，昨天第2站是在桃園站，在桃園站呢，我們也特別呢去拍攝了昨天在桃園站，特別是石門水庫的那一段的精彩的一個畫面呢，我們先來看一下，好，先來看一下啦。在昨天第2站呢，桃園石門水庫的整體的這個，其實風光一樣是董江哎，哦，這個石門水庫那邊風光非常非常的好，敏竹也有去那邊。沒錯，我都前2日張磊呀都要到別種哎，然後看到有個素材吼，這邊是那邊非常有名的綠蔭大道，睇這個韓國。大家應該會見過，就係石門水庫衝下道邊嘅，這是它的大壩嘛。順風等一下應該會看到有船嘅停到給道邊嘅，我都後就會都給道邊出去那石門水庫裡面抓魚，裡面有非常多的那個大頭鰱啊、蔥呀的。啊，有抓到嗎？有，我都後收穫算還不錯，因為都後這2年出年頭，古上來做到西米，海頭鰱、安泰米，真嘅。你們那邊走個山吃嗎？石門水庫最有名係什麼？活魚山吃啊，冇錯。那都後就頭節、中間、米節，3攤冇見過料理，所以真的好食嗎？非常好食，因為石門水庫吼，加個水塘強力，喺個年頭來的水庫上頭給秀出來，真的是肉質很鮮甜。哎呦，但是我們的自由茶選手重點不能夠吃到，不能夠停下來吃那個魚嘛，吼。因為他加油團呢走得一起起來。對啊，這個世凱老師提到的這一點真的很重要。我們這個其實在自由茶環台大賽從2011年開始辦到現在2018年了，其實呢每一屆比每一屆更盛大，特別是呢夾道歡迎的民眾越來越多了，代表呢台灣的民眾對於這項大賽已經有高度的肯定了。哦，沒有錯，因為台灣台賽呢在台灣辦理已經有超過了幾十年了。那近幾年呢賽事慢慢的升級，由過去的2.6級到現在慢慢的升到2.1級，已經是等級相當高的賽事。所以在各國的選手，他們在職業隊或國家隊來參賽的隊伍呢，也都相當的多。所以比賽是1年比1年還要再精彩。沒錯。其實從2012年，6年前，6年前，哎，已經是升格為2.1級的了，哇，這僅次於 HC 級的，就是像3大賽啊，大家有聽過了。環法自由車賽，你看過嗎？有環法自由車賽。哎呀，環法哦，環法，然後還有環意大利的，那都國際頂級的，還有環西班牙的3大賽。我們其實台灣的這個比賽已經是第2級的高檔次的了。沒有錯，沒有錯，沒有錯。所以我們看得到很多大咖的那個
车手，像是台湾队的冯俊凯，他现在也是在1级车队，就是世界排名前18的队伍。那日本的那个选手呢，他同时也是在巴林美利达，也是在1级车队里面。是，对，所以这次大咖很多，没有错哈。那不过呢，在这边呢，还要给大家来看一段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影片哦，就是呢这一次的比赛，我们地主呢董脸。当然没有办法能够缺席，而且也要拼出好成绩，所以呢，他们就有，特别是在台3线，就是我们马上要为大家转播的这一站，有练车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概在2公里，冲刺点，上广国小。主要是修林地。这是台3线的特色，难度上也算蛮高的。为什么看到比较适合？我们在最低一点，现在都打。几乎没有在这一站慢过，今天这一站是全新的路线，对，所以会比较有一个陌生啊，对国外的对。没有什么机会会经过这里，就会。刚刚有经过一些客家庄啊，没去过，就看一下，很有特色。喺台3線，一般人地方人沒有喺度台3線，我哋細細個喺度中豐公路，住啲中浪、平鎮、龍潭，一直到豐原，差唔多120lang。而苗栗就佔咗156公里，石潭有20lang公里，所以石潭呢一段呢，非常嘅重要，山也比較多，也非常嘅豐富。以前嘅占皮頭路嘛，也係年初面嚟很遠處加嘅高鐵線。我们其实有看到男人台湾的选手哈，东山忙哦，嘿呀，他们在那边练车哎，非常非常勤劳的哈。不过刚刚民主有看到哪些景点哈？看到董书记的方面呢，是凯哥应该有看到，因为我都红啊，样动啊，故乡。哦，对，我刚刚有看到，黑暗海看到有应该是汶水老街那边，韩家有来到那个地方是我送卖都后张去翕巴沟，给导边给龙诶，给导边。哦，所以。然后他们刚才有提到，经过一条客家庄，甘肃都冇叫客家风情。而且刚才就北部的盖庙。哦，对对对，哎，佢最有名的，中心，而且條而家有啲看呀，係啊，所以你發覺到當生節嘛呀，亦開始叫講千百米按個台3線，按個中豐公路，對對，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你去到嗰些，你發覺到吼，你唔單講是而家有啲老了的，你嘛在了解到，大家該買歷史的一個變遷的感覺，係啊。所以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段影片呢，男人誒選手誒，我們黑撩誒，不是去玩的哦，他們所騎經的那些路線，其實都是我們有經過設計，而且呢，真的就是比賽的路線，包括呢，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客家莊等，其實都是這次比賽的路線之一。沒有錯，沒有錯。那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浪漫台3線，哇，其實難度可以說是這次最高的、最難的一點。它總長雖然不是最長的，156.3公里，156.3公里，对，156.3公里，太长哦。哎呀，太长哦。最长的呢是第5站的屏東啊，是192.8啦。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可以看到这次的路线图，起点就是在新竹的高铁站，终点呢是到了台中的石冈旅客服务中心，总长对156.3公里。但是这边要请这个黄教练来谈一下，为什么会说是这5站当中呢困难度最高的呢？哦，
好的，这5站当中呢，其实各站的路线变化呢，浪漫台3线这一站是最大的，因为它在路线上有很多的起伏，包括了一个2级坡。然后一个1级坡，2个都是难度很高，而且因为在短距离内就爬升到比较高的位置，所以相对来讲它的难度是高的。是。那再来就是说它的距离是仅次于第5站，因为第5站是平路站，它的变化性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在爬坡这个路段的话呢，很多这个爬坡比较专长的选手呢，他就有机会可以做突围。所以今天的赛事呢，应该是会很丰富哈，就是过程会有很多的变化。是对，刚刚黄教练提到了有很多的爬坡，这边先补充一下，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呢，我们有准备专业的等高图，最高的呢，我有查到是602公尺，有没有？那个狗哎，嘿，懂狗哎，那是在那个蓬莱西。护渔步道那附近，在仙山灵动宫，对，仙山灵动宫那附近，那是在苗栗的苗栗石潭乡，没错，没错。对，我们请教练来谈一下这个等高图，所以一开始前面还算蛮平稳的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主要2个冲刺点哈，在最前面。第一个那个 A4 有没有？第一个在那个上管国小，第2个呢在那个南庄的游客中心。对，那展元主播知不知道为什么这2个地方会设冲刺点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上管国小是在新竹县竹东那边，他大概骑了39.2公里就有第一个冲刺点了。哦，没错。要设在国小原因，就是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小学同学呢，一起到外面来帮选手一起加油。对，所以冲刺点设在这个地方是很合适的。来迪耶，就是说选手冲刺点是有加分的了。没错，简单讲就有加分的。那就有很多小朋友看选手开始冲刺的时候，会懂，很刺激。对呀，所以这边放第一个冲刺点。对，就是一方面也是推广这个自行车的文化，让更多的台湾人民可以看得到。另外一点是不是说也不要说骑得很远再来冲刺，因为39.2在总长156.3的时候，39.2在前段，对这个选手还有力气的时候，先来一个冲刺。对，因为冲刺选手跟爬坡选手他们的属性比较不一样，爬坡选手他在爬山很厉害，可是在速度上可能。体型比较高大、比较壮硕的选手，冲刺点就很强，所以他把冲刺点放在前面的时候，比赛当中我们前段就可以看到冲刺选手的发挥，那在中后段就可以看到爬坡选手的一个精彩的表现，包括到最后终点的丘陵地的上下地形，我们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比赛状态。是哦，原来是有这样子的，嘿，猛 Q 庸哎，好选手是猛 Q 庸哎，不上管国小世凯哥也主动，主动，嘿，所以我先躺到该爽关一下，就哇。你知道吗？特别亲切，真的。我台通好高的哈，方便点。不过我 Q 大都在附近呢。在那附近哈。那第2个冲刺点呢是到73.93公里的南庄游客中心。没错。对，那大概就是一半了，总长的一半呢就有第2个冲刺点。那这个的用意呢？因为其实，在后面开始的路线，我们看到就是上下起伏的会比较多。对。那前面的路段都是比较缓和的，所以把冲刺点设在前面这2个点是合理的。那它也相距有一段距离，它又是在可能游客或者观众会比较多的地方。那设这个冲刺点的话呢，让观众可以看到比较多现场比较刺激的画面。哇，对，乃迪耶，因为如果你冲刺点放在后面一点的话，你前面已经爬，我们看这个图有没有？他已经爬上去之后再下来，没错，亏，登山选手已经领先了，就会变成登山选手拿到冲刺分。对。这个黄教练讲完2个冲刺点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最高的，其实有2个高度。对，我刚刚有提到第一高的要攻602公尺的那个地方，对，那个仙山，对，灵动宫的对，灵动宫的地方。那一段会给选手什么样的一个考验呢？他在5公里之内呢，就从大概接近海平面的地方爬到600公尺的高度，所以相对来讲，其实很短的距离内就爬得这么高的话，说实在那个难度是高的。对，因为他爬了这么高的距离，跟我们台北的一些很知名的自由车的骑乘的路线是相似的，那难度也是非常高，很多车友就会把从山下骑到山上的时间作为一个测试自己我有没有变强的一个依据。对。这个路段一定非常难，因为显山对俺没有你跟这年来讲其实非常熟悉。因为小时候呢，不用撩时间，一定会去显山撩。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要用骑脚踏车上去，因为连光走路就真的很累了，更何况黑骑市场茶，大白就
爸爸最等也就抽给海牙发送，就像兜风一样。但今天呢，哇，一下子要爬那么高，非常有看头哎。嘿呀嘿呀，好，那我们很快来介绍那个冲到602公尺之后是一个下坡的路段了，对，哦，是一个下坡的路段之后，那马上呢，在第2个高点。是403公尺，那是在鲤鱼潭水库，在苗栗的3义乡。没错。那这一段的话，就是它的考验呢，也还是会有。在登山点这个最高点这个仙山之后呢，大概就会形成一个领先群的集团，预估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往下坡呢，就是要考验选手技术了，因为在下坡这一段，选手的速度有可能冲到80公里、100公里的时速非常的快。对，那不是很容易会失控？当然也有，但是职业选手，我们有说过这是2.1级的比赛，它有世界的积分，所以要拼的选手就会用尽全力，即使下坡。有些选手会冲到摔倒，那也是常常看到的。对，会摔倒。对，应该是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破风嘛。对，他那时候最惊险的就是他转弯的时候掉下那些，哇，那个看的时候，他才一跌倒，我整个人就起鸡皮疙瘩，太难以了那个。不过刺激哈，但是对自由车选手来讲，就是这是比赛的一部分，摔车也是比赛一部分，训练也是。80公里耶，对，下坡大概时速可以到80、90以上，是非常的快。那世凯哥有去过那个鲤鱼潭水库吗？那边有啊，系啊。一般人来讲吼，你去到介绍你法国动嘛，我从来当到朋友讲一讲，因为民族大苗栗嘛，苗栗嘅饮食地讲，他讲吼该买呢，那个好山好水，有的人讲好无聊，不过对我来讲哈，好优雅、好亲近的概念呢。你去到个东南的，因为看到个湖光山色哈，你到台北都市呢哈，你会觉得心情很浮躁。去到个骨将因为恬静下来，所以非常的干嘛？你建议大家有时间吧，应该来里面好好恬静一下。系啊，吼，恬静一下，就是平静一下呢，哈。真的，而且都要3年呀，鲤鱼潭呀，倒闭哦。高公道其实它真的是很优雅之外呢，今天刚好天气也非常好，开起来呀提高亚个路段的时候，虽然说比较辛苦哦，可是呢这路段应该会让大家很享受在这个过程里，而且那边也很多乡亲朋友，3义有木雕啊，还有一些返乡的青年，也他们有转移耶，了动作，3义没有动作转向嘅。还有赏你，还有后生的呀、后撩呀，好的人情味啊！我相信今天应该太气嘎乡亲朋友应该也在外面等候了。那除了我们刚刚也有给大家看到了我们中华队的选手在这一站台三线的练习之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台三线呢是在5站，这次5站当中呢最难的，它的难度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其他参赛选手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路段，所以他们比较不了解整个赛段的起伏，所以相对的，我们事先来练习过之后，就比较能够掌握。他爬到腰放掉了。太爬了，我不知道自己骑强度没这么高。因为山路嘛，主要就是你爬坡能力要好一点，你才有办法咬住在前面的集团。像我的类型啊，就是像那种山，就是对我比较吃力，所以在爬坡的话，我就是要比别人还要更努力。我自己是有在做体重的控制，就是要应付那些爬坡。爬坡的话，可能体态要轻盈一些。我如果在台湾，我在苗栗，我在家，我就是在哪边训练。我是读清安北尾以前国小，然后就离家里也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就是都那时候都用走上课下课。我小学1年级走可能1个小时多吧，可以这么说，1个小时。好的，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选手也是香蕉，在吃香蕉，补充一下体力。对，各项运动都一样。我看到网球选手也是有在吃香蕉，吃香蕉，那个也是自由车选手
很必要的吗？当然，因为选手在比赛，像是如果是1级赛的话，他一站的距离可能就有250到280公里那么长。那在2级赛这个部分，我们在环台赛设定上最长是有到180、190。但是呢，因为选手在当中一定需要饮食，要补充热量，他不可能光靠着他吃一餐然后就可以撑那么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们的领队会适当的帮他们补给一些食物。那香蕉这个东西呢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容易吸收。然后它里面有一些钾离子，可以帮助他选手的肌肉做一些调试，不然骑到还没到终点，可能就要抽筋了。所以其实对台湾选手来讲，香蕉是一种很习惯的补给用品。对，明珠你们知道吗？就是吃有茶选手可以边骑边吃东西。对，这个非常厉害。因为刚才讲到香蕉，我想到一个笑话。因为有一班门头呢，我有一个机师朋友啊，跟他的是比样吉啊，他们唯一会讲一句客家话，就是叫做“我是囧仔”。对，因为听说呢，就是他们就是这种长程的或者补充能量。他们吃香蕉，所以蛮有趣的。对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陈建良选手，这次我们中华队陈建良选手，他其实就是去年的环台赛的亚洲穿到蓝山的登山王的得主，亚洲蓝山对亚洲蓝山的得主，没有错。对，陈建良选手在去年的表现非常好，他在最后一站大鹏湾站的时候呢，逆转重新把亚洲第一穿回台湾。对，这在环台赛里面算是一个相当高的荣誉，因为在各国的职业车手都有参加比赛的情况下，包括了日本、韩国还有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队伍的选手呢，其实都非常的强。那各职业队3级、2级职业队也有一些是属于亚洲级的选手在里面。那所以可以在众多的选手当中拿到这个亚洲蓝山，说实在是相当的不容易哦。是，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了现场也有一些画面了，好，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跟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哈。哇，这边也是介绍呢这第3站的龙曼台。接着来到苗栗县，南庄悠然景色与桂花巷的悠然古情，还有蓬莱溪护渔步道。汶水老街、奉茶人文茶席等特色景点，最后会进入台中市东市区与石冈区，这里有美丽的东风自行车绿色走廊。一趟台3线之旅，看见属于客家元素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体验客庄风情的浪漫故事。好，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台3线的这个风光之后呢，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中华队的选手，不过这边要先请比赛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哈，这个第3站呢，马上就要开始。那我们这边要先请这个黄教练帮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已经比完前2站了嘛，第1站没错，台北站，昨天呢，丑滨宁，昨天是桃园站，比到目前为止，目前的战况结果是如何呢？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前2站几乎都是以爆冷的方式来完成比赛，因为过去在前面几站的选手，尤其是第1站的那个冈本准日本的选手，他拿到了最后的单站冠军，也拿下冲刺王，同时还拿下了总排名领先第1的黄山。可是，在昨天的比赛呢，他就掉到了50几名，为什么呢？这落差好大。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自由车精彩的部分就是在这里，在多日赛的时候，因为每一站的路况都不太一样，那总和能力最强的选手到最后就会慢慢的推到名次最高的地方，所以在昨天的这个桃园站的时候呢，最后拿到冠军的这个罗比选手，同时他也是2016年的环台自由车的总冠军。他拿下单站冠军，同时把黄山抢过来。黄山就是代表总排名第1的成绩的选手。那昨天的冈本准呢，他现在还是冲刺积分的第1名哦，他还是冲刺王，但是呢，他的总名次已经掉到了50几。那另外一个就是昨天有几个登山站出现哈，所以登山站目前是由美国的伊鲁米队他的那个菲利克斯拿下了登山王的积分冠军。那今天我们还会看到2个积分点是在登山的部分，所以冲刺王跟红点山就是登山王的山，
今天都有可能会换人穿哦。是，不过这边呢，来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陈建良是蓝山嘛，对，没错，蓝山，蓝山，哎，我们客家人就是那个一样的，对，蓝山，对，但是呢，在赤友茶的蓝山的意思呢，就是代表亚洲没错第一的车手，没错，就赐予这个蓝山，他可以穿了那个旗，大家看到他的衣服。就知道他是亚洲第一的车手。那去年陈建良是亚洲第一的蓝山最后的得主，但现在前面2站比完，亚洲第一的蓝山是被韩国人穿走。对，加油加油！我们要赢韩国的。嘿，展哥要展现一下你最常讲的那句话。真的好想赢韩国的，真的好想赢韩国，所以要拼过来。现在的蓝山呢是韩国的崔亨敏选手，崔亨敏他现在拿到，那对他现在第一。那第二个蓝山的就排名第2的是日本的选手新城信也。那我们台湾的选手，我们中华队呢，目前排名最好的就是冯俊凯了。没错，他现在排名的位置是在24的位置，但是其实他是亚洲第5，目前是第5，还有机会是亚洲第5，因为他跟前面的差距大概现在是31秒的时间。31秒，会抖吗？会很多吗？听起来没有很多。因为自由车的规则，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自由车的规则在同一个集团进终点的时候，这个集团的成绩都会是一样。所以如果这一集团有20个人，那20个人成绩都会是相同。所以我们这会在比赛成绩上面看到前面的选手跟后面选手差距不大，那最大的差距就是在他们单站的时间。如果你有拿到前几名，或者是冲刺点的前几名，你的总成绩会被减秒。减秒的时候，你的成绩就会自然的往前推。那冯俊凯他们今天早上在受访的时候也有提到，因为他们昨天陈建良很可惜，他本来在第1集团很顺利的这10几个人准备要攻上山头的时候，问题是在中间的时候很可惜的掉下来了。对，因为其他队的选手都非常的强，所以他最后没有办法把这个亚洲蓝山拿回来，反倒是韩国的选手拿了总站的这一站的第2名。所以还是要说回那句，好想赢韩国，好想赢韩国，对啦，还有机会啦，对，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战，对不对？对，我们现在排名第5，还有机会再往上爬的。对，中华队今天要加油，他加油，加油。对啊，讲起来，今日该 Enda 推上线非常的重要，对，而且呢，这个代表 Enda 台湾的地理环境哈，Enda 这高低起伏动过都感觉 Enda 台湾音的选手应该是有一点优势吧？没有错，因为冯俊凯本身他就是苗栗出生的选手。跟苗栗一个加油也好，对啊，目前应该是非常的驾轻就熟。我们希望他今天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一定杯哈，因为其实冯俊凯呢也是我们目前的台湾的赤友茶界的第1人，他现在也是在1级车队，他在80的美利达车队，没错，那这是1级车队。那像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很高等级的，是UCI 啊，就是国际自由车总会的2.1级的自由车赛了。那总共呢有4支职业的职业洲际车队了，就是属于2级的，有10支洲际队。就3级的车队来参赛，然后呢，还有以国家队来参赛的，包括南非、日本、泰国、韩国、香港以及我们台湾中华队。这个所以这次参赛的阵容是非常非常坚强的。没有错，我们这一次参赛的队伍呢，总共有3种类型，一种就是国家队，国家队就是代表自己国家，也就是这个国家的选手才能够代表国家队出赛。那另外一种就是2级职业车队，它的积分是比较高的。那第3种就是3级的职业队，我们这一次参赛的队伍非常的多，然后呢种类也好几种。好，那我们现在也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准备，包括有一些的活动。这个是在新竹高铁站的这个部分。那等一下呢，比赛呢马上也就要开始了。哇，不过呢，其实在一开始，其实各地都非常非常的热烈的支持，特别这个浪漫台3线是这么多年了环台赛第1次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对啊，所以非常看重我们客家村庄、我们客家文化，借由这样的国际能够介绍给大家。因为这一次呢，当然国际非常的瞩目，总共呢有50个国家在转播，20种语言，还包括我们客家话、
对，那就是第21种。阿蛮厉害啊！而且因啲人讲爱带信州，因搭推三线爱带信州，爱讲的系回力强。民主大家嘛没有咧讲的系实嘅，因大家长远个系嘛。美浓跟南势线，对，东升旗都该，对呀，对啊，而且这次呢，哈卡电视台啊，客家电视台能够转播这一项，真的是代表我们就是非常重视体育啦。没错，而且杜后安利中华代表队的话，给冯俊凯，给咩黑客家人，没有你的客家人，那更加重要了。好，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哈，真的在这次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这个天候状况方面，对啊，这个前几天呢，各位很冷呢，真的。那但是呢，从昨天开始呢，气温回暖了，对啊，接下来开始可能就会亚洲选手就会比较有利了，因为这个天气亚洲选手是比较适应的，如果是欧美来的选手，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热，对，没有错。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一些个人的，在现阶段前2站比完之后的领先者。那团队的整个现阶段领先的是美国的车队嘛？我们刚才有讲到说，这次来的呢有很多，包括有4支职业洲际车队、10支洲际车队，还有这个国家队。那目前2站比完，团队的部分的成绩呢？团队目前成绩呢，总排名是美国的伊鲁米队，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拿了好几站的单站冠军，然后呢，他们的队友呢，也同时也是第2名，总排的第2名，所以成绩相当不错。那第2名目前排位的第2名是第一次来参赛的比利时的席贝尔队，他是3级车队哈，但是他的表现非常优秀。那第3名呢是澳洲的贝尼龙队。那美国赫兹队跟以色列队这2支2级车队呢，目前是排在第4名跟第5名的位置。是，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在出发点。那我们现在确定时间。马上呢有一个，长官们要领旗，长官们会领旗。然后一开始呢，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哈，赤乳茶一开始是有大概2、3公里，在这个浪漫台山线规定是2公里的一个热身区，没错，所以不像大家看那个赛跑马拉松，大家要冲出去，前面是慢慢的先热身一下，先暖身一下，先warm up一下，嘿呀，哇！不是真给那选手他们还跟在后面吗？对，这个比赛的选手是在后面。一个教练现在开始是不是脑筋就要开始动作，待会要如何卡位的呀？对啊。我相信在昨天晚上各队的队经理教练就有跟选手们拟好战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保住黄山，或者是我们今天要抢下蓝山，像中华队今天的目标应该会很明显，就是想办法把蓝山给拿回来。那另外可能其他队他们拥有冲刺绿山，或者是他们队中有主将状况正好的时候，一定会做出一些战术的调整跟指导。那另外就是说选手的身上其实他们会佩戴一些无线电，那教练或者是领队他就会在后面的队车上面用无线电跟选手沟通，然后要求他们执行战术。是，当然这一次呢，浪漫台山线能够列入为这个国际环台自由车赛的其中一站哦。客委会主委李永德主委也是大力的支持啦。我刚刚看到辅助比都给到 Vicky 哎，他给粉红色的那个，提到前膝腿抵挡中要到 Vicky。这个时候选手就中午得骑到长官前面了啦。中午。对呀。刚刚那个咩做红色的呀个哈，你的辅助比。对。副主委客委会。用辅助比。对啊，真的是给介绍我们这个浪漫台山线这个客家的一些景点包括一些人文化都介绍到国际上去。冇错。而家都新竹高铁也到邊出發咩？新竹高鐵其實一出來也到邊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我一下忘記解也到邊。
它那个文化园区，给客家文化园区，伊个买新华屋该片，贵家头去了。我去本身个因大个高铁站的啊，其实动这样，而且系特奖的个高铁站的那边呢。那其他地方比起来话，因为法国都强啊，因为那搭礼拜转移哈，啊啷讲，个大家时间看到个风景全部空了，个特别系个黄昏下来时候，个颜色啊慢慢啊下来些，个让人看因那高铁站吼啊闪闪发光，个气。都是动这样的个，所以你按照和尚运动好打卡，差不多。我讲个高铁站，按照信州高铁站是最好打卡的地方。最好的打卡对啊，真的。因为我也常常去各地转播球赛，新竹也有去过。然后坐高铁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出来就有很多那个，你看到四合院，对不对？那个就是刚刚新亚木，嘿，新亚木一个保留园区，地度其实最近几年来就去做外景的时间，做动感图，因为它开放出来，让很多年轻人在那边就得卖一些市集呀，或者是一些阿昌哥刘永昌老师给他的打蹦音也在这边设立他的工作站，所以他都行啊不会发呢，其实有非常多好玩的，因为它有一个形成一个城市里面很特别的景观，就是旁边都是豪宅、高楼大厦，就中间那一块保留下来。他说那是那一些贵妇们最好的后花园。干嘛嘿啊？真的讲安用，而且动到那还有上烟。我们现在看阿个相片，嘿，你去。对，我们知道都要到毕业老家秋月节哦，里面有一个小农市集，这边这家商店秋月节给他的董詹的地方，就是他在这里收集了很多在地很棒的小农的农产品。古时候呢，从要铺圈你啊，为了要到毕业买抢菜呀，买要的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旁边还有一个很棒的烘焙咖啡，他会把时令的蔬果融合在咖啡底度。韩国个旁边很有卖啊，专门高人该买嘞食茶诶，他把人家个信做最有名种茶诶，把这些茶呢重新包装过以后，变得比较那讲高档次出来哈。真紧你去到嗰边看到的时候，有人带动到个外界朋友落去看一些，佢发觉到你扮演讲食茶咩从人家一个老人茶农清清菜菜是叫唔系，你来到你会得你学习，而且了解到人家。带信州客家的茶吼，到其他茶系台湾茶冇共融的地方，当先去，而且喺吃到佢最好的是讲，佢提供你只舞台，本当到系后上演，当到文创的人嘅想法来到里面呢，吼，本佢只展演的地方，而且有介某啲嘅展演的地方，而且。集中强下，啲最好嘅地方，大家來到啲一度全部看一睇。爸爸媽媽我而家買小農市集賣東西，後生人我去打卡，我是人家講，人家現在比較有品味，你要假文青嘅感覺，對不對？再坐下來，好好喝個茶，看一下大蹦夜嘅演出也是蠻不錯的。對呀，世凱哥講到重點嘅啦，講到重點呢，就是說。我們的東西那些好的東西，但是呢需要包裝，然後需要宣傳，需要行銷出去。我們真的很多台灣呢，這些包括苗栗啊等等，我們種的茶，那個茶是好的。真嘅，其實嗰啲茶種出來都其實係屬於當地的風情跟味道。人哋從啊台山先下來嘅話，不過就本意桃園啊，桃園咩中農到茶，新種咩農到，我喺故鄉啊，爸爸本身就會摘茶嘅，南部看咩有一個茶園，真嘅。哪一家公嘛係種茶嘅？對啊，客家人個個都會種茶，所以其實大家有看到，沒，老人家摘茶，有天奶哦。有種茶，對，客家人講嘅天唔得錢啊，這樣上市地都不得錢。可是呢，剛剛有看到，就是有一些他把它置入進來的共都呀，客家人泡茶、摘茶的文化。其實如果他們會騎過一些茶園的話，那種風情也是很不一樣。因為現在的茶園幾乎都不撒藥了。而且講到啲茶吼，人家信州裏面啊，人家客家茶最有名蓬風茶，係啊，東方美人茶。你看到我喺英國女皇室都發覺到哇！咁好啉到嗰邊咧，嗬，就當本地將名啊到裏面咧，所以你看到嗎？來到裏面咧，人家賣到電路買些伴手禮在一起啊，還是話強烈的跟大家來推薦啊，一天啊來試人家嘅買新竹嘅蓬風茶，而且聽講過，你係包裝當這樣的啊，跟送給外嘅朋友，人家今年國際賽很多國際的朋友們來，係嘛？那你也來送本給大家，我相信家長也
叫知道，哎呦，你差的味道冇空容哦，当生气哦，天嘛个包装都干净，第三佢专业是叫佢老拍啥讲个。你应该是去台湾嘅浪漫推三线里面嘅比赛，是带着那回忆的里面呢。对啊，对啊，哈。所以相信这一次呢，你看我们刚刚有介绍过这么多的国家车队的外国的朋友过来，他们就算是选手，相信来到浪漫台山线之后。对啊，带一点茶叶回去，对不对？带一些特产回去，介绍给其他的朋友。真的，因为这样推山线很多好吃的，而且有一点担心什么呢？跟着比赛的选手，跟皮头跟胸围口那些，是不是要减速吃个东西？哦，难得来一朵哈。可是他推山线动作他家中的部分，你考按他7把哦，跟明天点讯息哈，动作，但是。他只能马上吃，这种的带专业，像他也该插迷离的东西，他就可以带回去，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在那边。刚刚世凯哥讲的是马吉吗？马吉啊，对啊，7把，对，我们讲7把。可是选手可能骑的过程中不太适合吃那个吧？马吉其实。可以哦，我认为应该可以。真的吗？因为他们有一种补给的是用谷棒，他用五谷，然后用糖浆把它粘在一起，变成像一个营养棒一样。所以马吉其实它应该吸收蛮快，因为它已经是磨过的东西，所以它进到胃里面吸收速度应该不会太久。碳水化合物啊，对啊，而且可以方便还有买剃头粉，对啊，坚果的热量，所以还可以保持让它对动力更强烈了。不错的建议，我下次会让我的选手试试看。或者是你可以吃吃看，现在有出擂茶棒。擂茶棒，对，给没懂chung啊，因为吃那个五谷杂粮那个能量棒的时候，其实擂茶也是这样的概念。真的，擂茶也是把五谷磨进茶叶。对，现在有出能量棒。对啊，我们这边做一下预告哦。等一下呢，我们在现场哈，我们的世凯大哥就会擂茶给我们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现在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在现场呢，刚刚呢，长官们领旗的部分已经结束了，没错。现在呢，要准备就要开始比赛哦。对。长官领旗刚刚的部分呢，是在一个就是让民众就是先参观一下，接下来呢就是这些就是选手们了。对，就是选手。目前还有111个选手，在第一站的比赛完之后，就有3个队的选手因为摔车的事故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那到今天为止呢，还有111个选手继续比赛。永夫助比。度后期经过呀，基层验司嘅首长都一起来参与，像美丽烟内发源那副烟总，还有 VNP 啊永富助理，那个应该是行主烟那个。对，应该出进去那个。好，大家所期待的浪漫台山线站要准备开始了。对，Hello。好，还有40秒钟。不过刚刚呢有特别提到了这个第1站、第2站下来，包括了有美国的联合赫斯车队，还包括了有 RTS 的洲际车队，还有包括泰国国家队那边都有选手折损哦，有些折损站立的状况，但是少了1个人，其实他们还是有其他的选手啦，不是说这个棒球比赛少了1个主力选手就不能够那个比赛了。对，当然，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如果我的队友少的话，就会少人可以合作。对，战力是一种稍微有点损伤。好，比赛开始喽！一开始就在冲刺了耶！对，一开始冲那么快。对，韩国队昨天在第2站夺下亚洲蓝山后，所以他们今天一定会想尽办法。第一个先保住这件衣服，第2个他们现在也是总排名的第2名哦，所以他们对第1名的总排黄山总冠军也是非常的虎视眈眈。是，所以一开始呢就先派兔子出来跑。好，那我这边跟大家说，我真的一点都不仇韩，我一点都不讨厌韩国人，是真的，先生。一定要赢韩国。对，只是真的很不甘心输他们。我韩国好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学习。我这辈子第一个
出国去的国家就是韩国。对，我第一个出国国家是去宣战的吗？不是，第一个去采访棒球赛哦。我真的一点都不讨厌韩国人。韩国队呢，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说，刚刚冲第一他们是穿白色车衣的，刚刚冲第一个。不过刚刚教练黄教练有提到，是再一次强调是西松高中。对，西松高中自由车教练。对，西松高中有自由车哎。对，没有错。自由车队也是我们这里是北部地区。就亚长嘛，对不对？他是嘞。没错。他为什么叫兔子嘞？哦，兔子的意思哈，兔子在自由车比赛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比赛，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它是一整个队的作战。那我们这个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比较主力的选手，他是综合能力最强，我们会认为他最有机会拿到总成绩前面的人呢，我们就会推他为主将。那其他的人呢，就称之为副将、兔子或水壶工。哦，水壶工，对，水壶工，他是副将的，全补给，然后随时要给他那个体能不够的时候要补点水分。因为在比赛当中呢，队车会跟随在选手的后方。那当选手车上的水壶都喝完了，吃的东西用完了，就会回到后面的车上去拿补给跟水。那水壶工的工作，我们等一下也许可以看得到，他一个人呢在衣服里面塞了超过10几只的水壶，都是要提供给他的队友。我以为他是胸肌耶。对，他就是 water boy， 就是带水的小弟嘛。对，但是也很重要，因为很重要。我在今年的亚锦赛，我在带队的时候有看过那个缅甸的国家队的选手，他因为下来拿补给，离前面的集团有一点远，后来追不上之后，就整个开掉，没有办法再跟上，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结果他的队友也没有拿到水壶哦，所以水壶工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所以水壶工也不能骑太慢，对，攻得太慢。你要是断了补给、断了后勤的话，那这个整个队都会比赛都会不好。所以按讲的这个整体作画控制的教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没有错，队经理或者是教练他必须要对整个赛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哪些队的选手成绩在我们前面，我们目标是要盯住谁，那教练就会做适当的战术分配，去把一个战术做出来。像刚刚我们看到韩国的出来做工的，就是出来冲刺的，这个因为比赛有150多公里长，所以其实在前段出来冲的一定会非常消耗体力，他要到最后要再继续维持会很困难。但是他把强度拉高，同时也是在消耗其他队的选手的体力，也就是他希望可以把那件亚洲蓝衫拿下来，然后再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把黄衫也抢掉。对。现在能看到刚刚那个韩国队的兔子已经不见了，对啊，这个是南非的选手，对，南非国家队的选手，他一个人骑，对，没有错。他背上那个就是能量棒之类的。他在衣服的后面有3个口袋，是可以装食物的。然后他的水壶会在车子的中间，车架的中间会有2只水壶，通常都是这样子的。这个选手很高大他应该个人能力还不错，不过也是有发生过比赛，兔子跑掉，兔子变冠军哦。兔子跑掉，没有人追，最后兔子冠军了，这是自由车不确定性的因素的其中之一哦。对，很有可能会这样子哦。对，就是他没去追他自己骑的。对，真的，因为一个人对抗集团100多个人，说实在真的很困难。但是有没有成功过？有的在国际赛上面有偶尔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选手真的是表现非常好，一路一个人就这样领骑到最后。自由车选手最累的就是带头的那一群，对，躲在后面的人只要出大概60%的力量就可以跟上集团，对，所以一个人要骑完150公里，并且对抗100多个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哦。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南非选手，他的编号是144号，他叫做 Jason 杰森，对，不过他在前面的成绩并不是说顶好，排名第86名，没错，没错，他现在拉好远哦。可是他这样子应该就是后面就会累。对，一定会。他目前这样，可是你看主集团会紧张哦，因为主集团已经带队开始在追他了。那如果集团对我兔子的任务就是诱使其他的队的人来追我，我要消耗其他队的人的战力。那我的队友会不会来追我？展元哥，你认为我的队友会不会来追我？会呀。要啊，对啊。不会啊？不会。为什么不会？就让你一个人单飞。OK， 我简单讲一下，南非队的选手现在在前方然后冲刺，他想要突围。那我南非队的其他队友，我不必要追，因为其他队会追，我只要搭他们的顺风车就好，躲在他们后面省体力。对，所以兔子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哦。哇，哈卡中。
现在新埔庙，新埔义民庙，义民庙哦，义民庙。讲到信埔吼，我跟你讲，信埔它最有名的是义民记嘛，哈，韩国有种东西嘛，厉害世界哈，老太家讲，而家是板条啊嘛，吼是新埔的板条非常的有名，真的。闽农的面趴板呢，我们讲。孔融，冇孔融的讲法，但是孔融的东西都该系啊。不过里面走出来的东西哈，你可以喝汤的，哈，也可以吃干的，买用炒，该买炒的嘛，做的哈，东西。那有去过那个义民庙那边，我去那个在意水梨长水梨哎，对，那边有种很多的梨子，对啊，然后他们很多的那个梨子的料理，不光是当水果吃，哦，变做煲汤，也可以煮汤，台三線清針都會做凍到水果啦，面對下來有茶有水果。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哦。这个刚刚看到那个南非选手在冲，对，但现在好像战况又不一样了，对，战况不一样了。现在台湾的冯俊凯选手在最前面带头哦，他后面有伊鲁米车队，然后还有日本队。现在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领先集团了。我们领先了吗？目前领先，暂时。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冯俊凯选手他的编号是131，对，131，大家认那个131，大家还有看到这个中华队的车衣哦，这个战袍。因为快要回到故乡了，故作现在越来越兴奋，你知道？对，我也好紧张啊。那他就是他吗？目前是韩国队。目前是韩国队。冯俊凯刚刚轮替到后面去，因为他们整个集团他不可能一直带头，所以他会适当的调整一下体力，然后跟到这个集团的后方换人出来带头。对，这是自由车赛里面大家的一个默契。教练啊，你刚刚说那个兔子，它算不算是等于是去探一探前面的路况敌情的这种感觉，赶快回报回来，跟后面的人讲说，待会的状况，我们现在骑的那个风速，或者是那个整个马路的一个情形这样的。我相信这个南非队的选手出来呢，一定是队经理有透过无线电跟他下达指令，你先出去试水温。他们都有带那个，对他们都有带无线电，所以如果说南非选手出来试一下，发现有人要追他，那就是今天的主集团呢是比较积极的，那也许就更换我们的战术或者方式，或者是下一队。但是通常南非队回来之后，我们刚刚就看到。其他国家的选手也有选手出来尝试要突围哦，对，所以这一开始就呢非常的拼了，对，一开始就非常刺激哦。该有一家团给跑到外面去，你看几个突然间跑到外面去，他们是补给的吗？还是？并不是哈，可能他们在这个情况就是先退到旁边，因为有时候累了，我在带头，我要换。我后面的人却不让我换，一直要跟我后面，那我就干脆移到最旁边。对，他就干脆退到后面来，因为现在的战况比较混乱，各队选手都非常的积极。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时速是时速53、51哦，非常非常的快。哇！对，用人的速度去骑脚踏车，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他可能。整个赛程都是大概在这个40几、50几的时速在跑，所以是相当的高速，相当的累的。对，他们有一些耸架呢，农丘面有一些耸架，再有一点上坡路段。对，这里稍微有点上坡。他们的速度有点慢下来。对，有点放下来了。对，有人放弃进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又有一个南非的选手跑出来哦。刚刚是另外一个比较高大的，这一个身材比较中等一点，但是你看主集团的动作也是非常的积极哈。跑出来，快去来抢哎！快去来抢哎！我们的在哪里？现在带头的是马来西亚萨普拉队哈，后面是奥地利的绿高队跟伊鲁米车队。对。刚刚我们有听到一个耸卡。这个就是客家话的上坡，对，耸卡，我们讲上坡。海路的话，挨得回就是耸架，耸架，所以耸卡是四线腔，耸架，耸架，来耸架，对，音调冇叫用听听，嘿，所以我们借由这个转播的过程，也教大家一些吼一下客家话，对啊，客家话。蒋安达现在是跑第一早啊，那走体验。就是抢第一个的意思，对啊，走体验，走体验，大头苗，大头苗，大头苗，头苗，就是头名的头名，好，第一，好，
现在刚刚又换人了。对，现在是1路米队的选手在前方哈。而家差唔多嚟到那個路攤嚟咧。展元哥有沒有覺得很奇怪？選手怎麼會這樣 S 型的前進？對呀，這樣不是會繞路增加距離嗎？對，因為我攻擊的人，我不想要被你跟車。哦。剛剛有講，自行車選手最大的敵人就是空氣阻力。有風，有空氣阻力，那是他們最困難的地方，所以帶頭的人會很辛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1路米隊的選手衝出來哈，後面的選手沒有跟上他。那他會跑 S 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想要讓後面的人跟得太輕鬆，對，我讓你跟，不能讓你輕鬆，對我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因為跟在後面的話，你就幫我擋風，對，躲在後面，等於是我在幫敵人了，對，沒有錯。世凱哥剛剛有提到看過天陽破風，對，他講的就是吃有茶的一個術語，破風，對對對。哎呦，對呀，對呀，那一刻寫現在發到講，他只是因為講，因為講那個故事是很浪漫的，對，沒錯，他騎的速度很快，而且乘風破浪，然後該種感覺。芒弟，其實事實上的自行車這個比賽裡面，它確實是有這個專業術語是超的。對，哦，沒錯，在我們一般的自由車破風這個詞是常見的哈，不過這也是因為電影的推波助瀾，才會讓大家現在都知道。那其實還有很多我剛剛講的，比如說兔子。對，還有一種叫做單飛，單飛就是剛剛那個兔子跑了，那個叫單飛，真的成功了。對，還有一種叫做向後單飛。啊？還有向後啊？向後單飛，向後單飛就是向後單飛就是罩不住，動不了，擋不住了，對，然後就退到後面掉隊了。對，就在車友之間都是很有趣的一些術語，這樣子。他們都一直往回頭看哦。而且佢都停定機啊，一直切出去，佢停定人切過了。不，這個時候給你沒有關係，對，因為這個階段讓你，我在前面風一直吹，有沒有？風按開，好冇？哎，我們看，它現在分成兩邊哦，兩邊都該走哦，哈，有沒有看到？哦，這個剛剛一樣是一個帶頭 S 型，太難夯哎，對，不太一樣哦。對，剛剛那個薩普拉馬來西亞隊在右側要進攻，結果呢，大家通通都移到左側來，直接放他鴿子哦。現在韓國隊在前面帶頭，直接放他鴿子，攻擊出來。今天的比賽真的非常的精彩哈，因為從比賽一開賽就攻勢不斷哦，所以沒有冷場哦。現在是日本隊跟以色列隊，以色列職業隊在前方帶頭。後面這個大集團還是在嘛？我們總共111位111的選手，大集團還是跟着。你看後面的人就比較輕鬆一點。對，你看他們騎車的姿勢就沒有那麼費力的感覺，對，感覺上就比較悠閒，好像是來看風景一樣。要加油追耶哦！係啊，多個小朋友啊，開始出來加油嘞！係啊，因為現在距離出發才騎了13分鐘而已。對，才13分鐘，但是展元哥注意看一下，我們已經走了幾公里了。哇！70嗎？78？我們是156公里，對啊，現在已經走了12公里嘍。12公里只用13分鐘多，14分鐘，很快的，很快的，對，很快的，對。平均的速度下面大概40幾公里呢，45公里。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這個是馮俊凱在前方帶頭哦，我們台灣的馮俊凱，馮俊凱要加油。他後方的是日本的選手，131號的就是馮俊凱。對，如果這個集團可以突圍成功的話，那他們就有機會站上頒獎台哦。所以馮俊凱在 NDA 中華隊地位，他的位置，現在 NDA 該買教練面有講過有兔子啊，有那個，他是屬於什麼位置？馮俊凱其實他是一個比較全能型的選手，就是說他的爬坡很厲害，但是同時他的衝刺也不差，也就是各種地形他都相當在行，相當拿手。這種選手我們就會稱為他是全能型的選手。對，那機動型變化是超類的。對，但是這個術語是叫做 GC 選手，對 GC 選手，General Classification，對，沒有錯 ，GC 選手全能型的選手，
猜起来，猜起来。OK， 现在领先集团有4个人，因为它经营度后都会超级上架，应该是上架嘞，稍微有一点上坡的，有点上坡。不过这个还距离我们前面开赛的时候之前讲有602公尺的，还有一段路，甚至都还没有到这个上管国小，对，还没有到第一个冲刺点。前面有跟大家说，第一个冲刺点是在新竹主东上管国小39.2公里。刚刚这个教练说，现在才骑了几公里？现在目前大概13公里左右，13公里而已。那个我们要到39.2才有第一个冲刺点。没错。其实离条路差不多都离的时间哈，因为发觉到哈，它都是比较偏比较平顺的，目前前段的起伏比较低。对，所以对家来讲，这时候卡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长辈抬价呢，也还基本都提价，嘿，强提哈，你整个送价嘞哈，开始是实力要开始拉远的时间哈。对，没有错。我们目前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哈，他们前面领先集团已经领先了后团有18秒的时候，18秒，然后相差距离是200公尺哦，200公尺，这个差距是不大，但是大团如果不积极追的话，真的有可能会被他们跑掉哈。目前还有台湾选手跟日本选手在前面哦。哦，对。不，这也才刚刚开始，对，才刚开始而已哦。中华队今天的表现相当积极哈。这一位就是冯俊凯，对，你要提前名，其实转不卡，转不卡，对，转不卡去的啊。其实他老日本吹都会变吼，顺好日本的嘛。不过教练里面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抓一个，就是好像变成 partner 这样2个人，是都要互相的一个搭配一下哈。来，我们这边呢要先请大家先聊一下哦，水都转来哦。Strung out.
欢迎回到哈卡电视台，我们为大家转播的国际自由车环台赛的第3站啊，浪漫台3线。哇，那现在呢，车手其实在这一站真的很精彩。一开始他就是开始呢，有些战略不是呢一整个集团慢慢的在那边移动而已，就有一些攻击的出现了。那这个出发点呢是从新竹开始，好，那我们这边也是要来介绍在新竹地区。现在画面第一个，我们再看一下战况哦。是韩国的选手。韩国的选手一开始也是冲那么快。韩国选手今天动作非常的积极哈。哇，好多加油队哦。对啊。好，问一下来宾好，请问一下要怎么判断集团的速度有多快？如果没有那个时速表，没有时速表，对，只看画面要怎么猜它有多快呢？它是快还是慢？看他脚，看他脚那个快吧？表不太正确，没有，不是哦。对，没有宽哦，怎么看呢？要判断集团的速度快不快，只要看它集团的形状。形状对，排的越细长的呢，就代表前面速度越快。对，因为透在冲的概念，就拖的越长，对，就表示跟那个速度就开始分开了，对不对？没错没错。如果大团骑在一起，大家一片祥和，没有人要攻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整个画面都是选手横在你面前。现在呢，就是算快的，你看拉那么长没错没错，现在速度就这么快了，50公里的时速。而且现在是中华队另外一个选手出来进行攻击哦，红帽子的不过他轮车到后面来了，对，没错，速度很快，现在时速是52公里，哇，比刚刚他强哎，一个人骑哦，一个人骑。你跟讲到离家西干开始，你如果不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的话，接下来狗起冲刺，因为又要往山路走，因为我们一开始有看到我们的那个等于是我们的坡度，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波咯。对，如果能够在前面的冲刺积分先抢到分数的话，另外还会有总成绩减秒的优惠。所以韩国选手现在为什么很积极，就是他想要缩短跟总成绩第1名的右金车队的这个选手呢的秒差，所以他要想办法让他的主将能够拿到分数，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先消耗其他队选手的体力。很有感觉的话，开始表示说，很多选手像韩国，因为他可能对这个环境不熟，对，我不熟，我先抢到了以后减到秒数，对不对？至少对不对？我只要跟大家一起平均一起到达的话，我还是有优势。没错没错，因为总成绩会一样。对，那现在领先的是代表香港的选手刘允权。对，刘允权。香港这里是带队来参加的选手呢，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选手。像他们队中，像香港队比较有名的黄金宝选手，他已经退役在当教练，那现在在。香港奥会，那香港现在最好的选手张敬乐，他今年很可惜没有来参加环台赛哈，不过因为他也已经之前有加入那个职业车队，他可能有其他的赛事计划，所以这一次香港队来参加的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算是一边来训练，一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到一些成绩哈。对，国家队的很多成员都会是这样，像泰国队也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来。对，香港在前面2站呢，目前是团体是排名第15名。对，团体是排名第15名。我们中华队也要加油，我们在前2站团体是排名第16名。对，是第16名。对，第16名。好了，那这个从现在还是在新竹这个部分啊，我们这边也要请2位来宾。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第一景点呢，就是新竹的峨眉北瓜窑烤面包。唐友就会爱去食糕的啦。新竹也嘅糯米啊，嘅素菜哦，其实没有其他刚讲到的有讲到非常严重的。杜红啊，送来人家到毕业采访的时间呢，他们有那个窑烤面包。那么其实现在各地区都有蛮多这种窑烤面包，但是它这里很棒，你看到刚刚是凯哥你讲到一个碰风茶，不用都要低度，然后有茶香嘅油派面包。除了呀个油派面包以外呢，还有一个呀，有一个天竺高筒。天竺高筒呢，它里边只有一个沙溪发展中心，那边也有窑烤面包。而且都给高筒呀，它每年都给7BM，大家可以在那个教堂那个特别建筑里面吃那窑烤面包。重点是他们在做社区营造。
不是哦，大家可能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会一直闻到窑烤香气。哦，它不是像一般的面包用烤箱烤没，比较气呀，爱的窑烤面包嘛，是凯哥一定没有吃过。讲你也好，该血该做出来该胖啲啊，该梅头反正冇空容啊。哎，十个人嘛，因为民族记得要少改。好后生人的习惯，他个少改呀，你讲爱中生代是莫讲啦，他讲的系咪呀？那新竹欧米里家地方，先生有看到吗？民族应该胖的出来些，上面有个干，干嘛干么？你啊，你欧米最有名的系咪干你啊？红干。对，所以你家季节应该改变那些吧。那非常的该买的建议，那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里面呢，哈，去采果该种的感觉啦。贵妇客人来了，而且当生气哦，我上到去该只按个深夺茶园哦，农园当生气，因为干嘛？叶捧干弹古筝呢？你有弹过吗？有。系啊，弹古筝。去表个古筝的音乐，你啊，不给弹，让他听，弹古筝乐，嘿，弹啊，嘿，所以可能嘛弹，哈，然后个弹就是听的意思嘛，哈，然后弹摸孔的，弹，你也摸孔的，弹是听的意思，嘿，弹。教练已经一头雾水了，教练左边右边在打架这样。因为我在想说，为什么港妹就是橘子会弹古筝？对，是糖，滚以糖。你谁那他该不会当生气的地方？你点点么该就高低摸孔的，发觉到后你看出来，该讲出来，该发现反正二十系摸孔。天意嘛呀，你做同感佢最生气嘛呀，基本上咁講㗎，基本上講，到底。哪家可以甜美好吃的？哪家这段印象，俺们的常该买的民众，你喜欢吃带点酸溜跟酸溜味道，还是要吃那种比较甜的那种？它都是有一些酸味。酸味哦，该展现的那种。甜诶。甜美。教练的。你喜欢吃怎样的口味的橘子？偏酸。比较偏酸还是偏甜的？橘子什么口味吗？不是，他说橘子有酸的跟甜的，你喜欢吃哪一种？我比较喜欢2种都平均。刚好，他喜欢黄金比例。对。过年那个时候。你发觉到大概以上的些东西冇空用，所以可是你杂干么那些的话，有时候你根本你得干么表到跟面条先到底你家系甜的，你家系酸的，又系你唔知哈。你提到该果园之后，该先该主人啊，其实让你讲一个那民族啊，你要是。到底咁酸梅嘅嗬，我講東西南北冇空用啊嗬，你即係應該北邊嚟計埋地咁啊嗬。其實啊，是到點嘅酸溜嘅味道度嘅，個陣間個是個甜嘅嗬，你是記得去東邊嘅地方嗬，係個雜嘅，你啊，跟你那教練佢按多去走得啦，中間跟是西邊靠南邊啲地方，你講咋有一樣差別呢？其實咪啷個叫因為咋啲啊，受光面冇空用。哦，所以日頭裡面咧曬過咯，就改為咧下山。哦，韓國喺北邊是好摸受光，越受光在豆誒，日頭曬到在都是好甜的，對不對？所以唔單止也可以聊全家旅遊，而且還可以學習到說你總幹嘛，這個來鹹幹嘛一些技巧。長知識了。是啊，學到了，真的。可是我們去市場呢？要買，那就沒辦法。對啊，你不能問老闆啊，所以我講，開始記得攞現代竹東的中央市場，竹東的中央市場最好買呢，它就會什麼，試吃一下，不你起啊，你起來你就不錯哦，對不對？試吃馬上你就可以買那一堆了。那我們現在交警教練來解說一下，我們剛看到畫面上有一台車子，上面載了2台車。沒錯。那個用意是還可以，如果有故障什麼的話，是像可以換。沒有錯。目前我們看到這個是領先的車手哈，然後在他旁邊跟了一台車子更正一下，對不起，他應該是機械故障。哦。對，然後下來換了輪子，備用的輪子之後，現在要趕回主集團去。對，而現在畫面這裡才是領先的車手。我剛剛有講到對車，就是他會跟在選手的後方，然後按照他隊伍的名次來排列。再來就是當選手有任何問題，比如說摔車、機械故障或他需要補給的時候，他都會示意在主集團後方的裁判長告訴他我需要對車的協助，然後呢，裁判長就會讓他的
让他的队车上来协助他做后续的一些处理动作。哇，这边绕了很大一个，靠右边开始攻击了。对，目前有6个领先车手，6个领先车手，对，还有包括一个台湾冯俊凯哦，冯俊凯，对，他很好认，他就是金色帽子的，对，金色帽子就是他。对，这边呢，我也去问了这个专业术语，客家话要怎么讲？领先集团，两贤集团，哦，两贤领先，对，两贤集团，两贤集团，对。你看我们回到香港哎，哈，老西洋香港哎，就是有一点那个顿点，嘿，汹涌哎，对我们这边个美浓是4县嘛，我们讲两贤集团，哦，两贤集团，对，除了自由车除了领先集团之外，它还有一个叫做主集团，对，它是不一样的哦，对，主集团，它是领先集团，然后主集团，对，然后就还有落后集团嘛，对，这很尴尬，落后吗？落后也是有，对，有可能他因为抽筋或者是任何因素，他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他可能就会落后。但是一般职业赛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样的情况。那除了刚刚展元哥刚刚讲的有领先集团，还有主集团之外，还有比如说第2集团，从主集团里面分裂出来，可能又有2、3个他想要去追领先的那几个选手，对，就会称为第2集团、第3集团，延续下来。但是最大团的还是称为主集团。对，比赛教练，我有请教一下啊，因为刚刚这样讲起来，你看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有时候后面会有关门的动作，就是你跑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会被收起来。这个我们这个自行车这个比赛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哦，当然有。在职业赛里面哈，按照不同的站、不同的难度、不同的类型，它会有不同的关门时间。例如像第2站的桃园站跟今天的台3线站呢，这2站的。关门时间都是第1名进终点的15%，也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是2个小时，比完比赛的话，那就是120分钟，你把它乘以15%，就是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进终点，大会就不记你的成绩，而你明天也不能够再继续参加比赛了。对。刚刚有看到呢，路旁有这个客委会的旗帜，对，号召我们客家乡亲。来帮选手们加油！你看，大家加油！国际耶，有可能咱来全世界，日本的、韩国的，是吧？咱南的马来西亚，哇，希腊，跟到全部全世界全有的哈。真的希望让这些国际选手们能够感受到客家人的热情呐，来到了客家乡镇，好客嘛，对，嘿呀。然后现在。又换人领旗了现在是萨普拉队，马来西亚萨普拉队在前方后面跟了几个选手，但是他们这里有超过将近应该有10几位选手但是大团跟在后方，没有让他们跑太远，所以这个应该攻势会被瓦解如果被追下来的话，他们前面的努力就等于是有一点浪费到他们的体力了。对，经理这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说还有什么机会跟方式来做一个突破。是，这次的比赛呢，总共有19队啊，19队20队，逆势推，对，20队。那刚刚提到马来西亚萨普拉队呢，在前2站，是排名第13名，在20队里面排名第13名。在前2站的比赛，萨普拉队其实他们的动作也是很积极要进攻但是最后还是被一些比较强势的队伍，比如说尼泊队，比如说右金队，日本的右金队，还有美国的赫兹队，他们这几队还有威利尔队这几个2级车队呢，动作都相当的频繁，就是他们积极想要取得一些领先所以很多公式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其实到最后都可能化为乌有，这个真的是有可能的，因为别人的战术或者是别人能力真的比我们好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战术不成功，到最后失败造成的是更大的损伤，因为我前面已经耗掉体力了，那我后面就更没有机会了。是，所以冯俊凯今天会出来前面想要领先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大的赌注，因为还没有进登山点，大家就已经有一点耗力了。那如果在登山点之后，有可能那个落差会越拉越大。是，对。
现在会是因为他本身是苗栗人，他对这个台山线业，嘿，一个当地盖路况，嘿，当熟识的概念，有可能，所以说不定是他的优势。有可能他们就要用其中一部卡，真的嘿啊，轻熟识啊，饮食抽高铁，对啊，就是比高铁更强。真的，你有做在训练，有在做摩卡，嘿，跟拄到跟呼吸的，他教出来现在，他在听他来持续呀，慢慢升级都该。对，那大家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上角，目前看到128公里，也就是说还剩下128公里。对，目前还有128公里，总共156了，哈，156.3，还剩下128，你看还有个丢呢，哦。对啊，所以前面如何保持体力？对，这个我们说小时候胖不是胖的，没错，一开始讲那没讲，没讲哦，一开始快不是快哦，所以这个战略这很重要。你看后面好像骑得很悠闲，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后面都是同一个颜色的？对，有注意到吗？有哎，刚刚赶快来找一下，对啊，黄色的，提示一下黄色的。李教练，那我顺便请教一下，那可能上架是讲他上坡的时候，他到底是要直冲上坡，还是可以走 S 型按用行比较快？哦，爬坡要看坡度了哈，坡度如果很陡的话，你跑那个 S 型大概没有什么那个太大意义，因为你只是延长你爬坡距离。对，那如果是比较缓的上坡，有可能选手的进攻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像这样子想办法要摆脱后面的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画面里面这个。速度是31哈，就知道他是正在爬坡。然后前面这个是伊鲁米车队的选手，他在前面非常努力，想要一个人甩开这个大团哈。但是相信这个也是队经理有在无线电里面下达指令哈，他应该，我认为他应该也是兔子哈。看看有没有办法消耗掉其他队的战力。现在呢，在前面2站比完，排名第一的就是美国伊鲁米队，对他们现在是排名第1，对总成绩排名第1。对，那这一位选手23号是 Lars Martin， 对 Martin。不过他真的就是个兔子，我觉得，因为他在前面2站总共加起来排名是104，没错，只是出来冲这一段，他可能然后抢个镜头，对，因为车队也会有赞助商哦，所以你亮在对啊，你看亮在那个荧幕前面时间越长，曝光就越高。适时的不应看也好，很有道理。对，我们是这样子，我赞助你是有那个意义的，有曝光，这样子才会有下一次的赞助。对啊，他就出来冲这一段，他大概争取个3分钟的镜头，之后就有。刚刚有两个两秒哎。这个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战略考量也是有可能。不过这边要请这个黄教练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队伍啊，这个美国的伊鲁米队，他这一次似乎是在团队整体的战力是看起来是蛮看好的一队没有错。的一些背景历史呢，美国伊鲁米车队其实在2016年成立哈，但是它成长速度非常快。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伊鲁米车队里面哈有目前环台赛里面表现非常好的登山王的选手就是菲利克斯。那去年的总排第2名，然后第1站冠军的艾德温，现在在以色列队，去年也是伊鲁米车队的选手。那他在去年表现也非常好，所以16年成立的职业车队到现在为止可以拿下这么多的比赛。的胜利哈，算是相当的厉害哈。那他们队上的选手有一些很特别哦，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叫卡麦隆这个选手，他除了是自行车选手、职业选手之外，他还是自行车大厂公司的工程师哦。自己会设计车子，也是选手。对，他会国外的选手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其他的选手像是那个卡米罗，他在车队里面是年纪比较大的，但是他在环里约热内卢赛里面也有拿过单站冠军哈，他能力是相当的好。那算他是队长，是带领这个伊鲁米车队哈。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伊鲁米车队很积极的在抢攻哈，应该就可以期待他们后面的表现。一个人骑的速度54哦，一个人骑54的时速，对，非常的快。从30飙到50几，而且我们距离第一个冲刺点还有大概7公里多的地方哦，他有可能一个人先走到冲刺点，先拿下冲刺积分5分哦。所以这也是他的战术运用。对，都有可能。他刚刚还送一个水壶给旁边的Sandy。有吗？丢一个水壶。对，这个是送给Sandy。这个应该舞龙舞狮的嘛，只有出来在旁边加油哎。马车呢？高尔夫马车是。
对，在第一个冲刺点上管国小也行做个图图。是在骑了39.2公里之后，然后如果我们看那个右上角那个倒数剩下几公里的话，大概倒数剩下117，对，所以大概17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冲刺点了。目前还有6公里多。我都会那种。但是这个选手真的打算一去不回头喽！你看他现在的姿势跟其他选手骑车姿势不一样的，他不想再当兔子了。对，你看他现在正在做，展云哥可以看他现在的动作是把上半身压得非常低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自由车选手要对抗的就是强迫风容，对风阻，所以他尽量把他的身体压低，降低他的空气阻力哈。所以这个选手真的是打算要跑哦，他是23号的选手。他决定要冲，那后面的没有警觉吗？对啊，会不会因為衝紅嘅因為呢？加油！後面一派輕鬆，對，因為其實哈，一個人對抗100多個人哈，就算是3到4分鐘的差距，都有可能在半小時之內被抓回來。馬上。對，因為大團如果要啟動開始追人的話。那個時速可以高過60哦。對，而且一個人在前面其實是很孤單寂寞。對，你除了要跟風對抗，還要跟孤單寂寞對抗。對，但是他現在應該是相當的出力哈，從他的騎乘姿勢就可以看得出來，他真的不打算嘗試，他是要直接突圍哦，他直接突圍哦。所以我們剛剛說他只是出來，對，他104名的選手，可是現在卻搶在前頭，而且 Les Martin 剛剛說他只是出來這個爭取一下贊助商曝光，沒有，不是的，他是真的想要拼哦。對，他距離總排名第1的選手是8分11秒哦，所以他今天如果要拉回這8分11秒差距，那還有得拼哦。哇！對，因為時間差，現在我們可以在熒幕上面看到只有28秒、30秒哈。對，所以看隊經理跟教練怎麼跟他下達指示哈。對，教練他如果放手一拼哈，是砰到起來哈，他這一個第一個點他衝到了第1的話，對不對？對他個人積分也是有關係的嘛？有關係，但是目前因為衝刺積分排行榜裡面前3名的選手分別是15分、14分跟14分哈，所以他衝下一個單站的衝刺點的第1名的話，是可以拿到5分，但是幫助就可能並不大哈。對，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太清楚的猜測說他出來衝的目的是什麼，但是這有可能是隊經理的授意，對，因為他跟大團距離很大哈，除非大團真的不追，也有可能會拉到2分鐘、3分鐘以上的差距哈。不過因為今天比賽路線我們還走不到1/4哈，所以我們後面應該還是可以期待其他選手的表現哈。對，這一段呢。浪漫台3線的這一段總長156.3公里嘛，那其實呢也有去做了預測，最快預測是在下午1點07分，對，會到1點07分08秒，我這個算得好仔細啊，很精細。對，因為舉辦這個比賽如果很有經驗的話，就會用平常我們比如說我們去年這一站的均數大概是多少，或者這種地形這個里程的均數大概會是多少，去推算它大概到什麼位置的時間，所以它是會有一個時間表，讓各隊的教練跟領隊可以去參考。那觀眾們呢也可以透過這些畫面上一些資訊來大概了解一些比賽的實況。對，因為這個很方便，我們在那個終點要採訪的記者可以先去試東西，對，先去試東西啊，好，差不多時間。景健，因為咋，你難得來到人家新竹，對不對？只是來這個採訪而已，該等也是等哈，倒不如哈，這裡福建也夯夯了哈，而且那新竹有很多的美食。有嘛？對哦。那因為咋，新竹和去八鄉鎮動台嘛，是吧？那先講，那一扮演好熟悉，我們剛剛起跑點出來的地方，對不對？竹北旁邊的新竹市，新竹市地板呢，當然是相對就從它傾斜的哈，最低嘅該是三公廟。城隍廟裡面，牛耶，那新竹的個肉圓啦，吼，個肉丸啦，吼，到這辦，那是大概彰化的肉丸是完全冇碰到，好食食，
好，啊地板嘿，用的嘿，用因那做妈该去做的该买红烧肉都改变的，对啊。然后再个方便的洗心痛，哦，贵只个搭配组合，标配是错个呀，吼。10个月吧，吼，上来啦，那个台滴滴方还是当可以，该苗笋头一张个柳家，它中文是什么概念？伊按那讲，按春台湾最有名的国民美食的嘛，卤肉饭。那我讲该去见卤肉饭非常好吃。我们讲一般一些卤肉饭。冻姜系该买油滋滋，然后冻油腻都改变呢。可是它呢，上面表爹那它盖客家之宝憨菜，所以基本去对，然后基本去再综合一下盖个油腻滋味都该，所以是叫特别好吃。不过俺妈妈啦，我妈妈最好的嘛呀，大白好去到甚至是讲，试开啊，那那香风嘛，魔鬼里面那卖呀。卖嗰種咧，呢個潤餅啲啊，春卷啊，跟買啲50人面哦，壽司你就解你覺得個當然大排長龍就解嘅。不過最後上，因為接下來那個天氣或者都是熱啲嘛，我是當建議大家方便一隻阿中嘅，跟買串邊嘅，咁嘛當厲害。你去可能你買件。该变店去哦，买都是5層樓啊，5盞啊，都该变那买，而且还有好几个分店。最有名的嘛，娘，佢该买凤梨饼、凤梨冰啊，你知道吗？佢每一版，那是该凤梨迄种该买罐头吼，该地位拿出来后，是弄该买通水去搅一下哈。它是用新鲜的该买的凤梨去走出来，所以你吃到该门头吼，香港它豆沙啊，蒜料该。土凤梨的味道非常的赞的，都改变的，对啊，所以来到这边，我建议啦，跟各位记者朋友们哈，你看来等结果哈，倒不如哈这样7点半呢，差不多哈，我们先去哈，那个休息一下，下点心，为伤风苗起秀哈，对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画面，这个比赛，这个选手靠近那一台车是。他1路米车队的选手应该是退到队车这边哈，队经理有跟他交代一些事情哈。目前是没有看到他拿补给，不过刚刚他是在画面中有一些机械的问题哈，他拿了工具在调整他的车子，边骑边修。对，可以的。伸出来。对他有拿工具出来给他，又递回去。加油队又来了。我们要接近冲刺点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在两侧哇，非常的冲刺点要到了。我的家乡啊，那是大家里面。应该有看到温爸爸、温妈妈吗？當天我看到嘅，頭先喺度冚到。我們在開始之前有講到衝刺點為什麼設在上管國小的原因哦。第一個是沒有說跑得很遠，大家都還有力。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边有很多的民众夹道歡迎，大家这个热血沸腾，对，所以呢，大家这个就很好看了。冲刺点要拿那个积分，不过刚刚看到那个 Russ Martin 呢，就落到后面去了。他现在在领先集团的现在的第1个位置，被追到了，对。推班的刚刚有讲第2集团出来 ，Catch 这个集团出来追到他，所以他现在跟这个集团的人一起合作，总共有4个选手现在是在领先的地位，包括韩国，第一个是韩国，没错，现在韩国的选手，韩国173号，第一个是 Les Martin 23号，然后 Roy 是96号，米捷亚车队都是在领先的位置哦，然后那个奥地利的绿高队83号，这几个选手目前都是在领先地位喽，抢分已经结束了，抢分结束了，对，抢分结束了，5分的拿到5分的就是 Roy。然后拿到3分的是 Martin， 对，然后拿到2分的是韩国，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奥地利的选手。对，刚刚倒数到117了，所以刚刚上管国小就经过了，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对，很多小朋友那边，一狗的话，对不对？他马上成绩就嘣嘣嘣就出来了。对呀，冲刺点如果放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就。教练，他会不会有一个大标给我们所有的选手们看，说第1个冲刺点到这样子？裁判会示意用无线电来告诉裁判长，主裁判是跟在主集团后面，所以他看不到最前面冲刺的选手是谁拿了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所以在自行车赛里面有一个工作叫做 Marshal， 他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去记录，比如说有领先集团，然后谁拿了几分，谁拿了几分，排名1、2、3、4，回报给主裁判车，然后主裁判车再用另外一支无线电报给那个各队车的经理，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镜头，这个是不是那个补给的？对，我们刚刚讲那个很辛苦的水壶工，在衣服的里面塞了很多水壶，他要带回去给他的队友。对，除了水壶工之外，也有那个补给车、队车，也是可以递水的。对。但是那个车必须是在很后面，对不对？你不能车开到主集团的旁边给水。对，不可以。主集团的后方刚刚有讲，就是裁判长的车。主裁判长的车他会在主集团后方。那你所有的选手补给都是要退到主裁判长车的后面，然后让你的队车上来补给哦。他现在上架10个落去，他是去北部嘞，马上就会进入到北部区了。对。然后这时候因为法国都开始送甲嘞，超级那个的路况呢，一旁边就当到大概很多小朋友们刚好而家该买嘞该。北部吗？北部该位那聊哈，还有绿世界该位那聊，就在这旁边。如果离这一段路没刚好行，因为一弯来弯去，而且去上架，所以我相信这个主办单位把它放在这，等于是第一个冲刺点，以后就是第二个真正的考验要开始。对，开始有上下的丘陵路线出现了，可是这边还不是最高的，因为等一下还会经过第二个冲刺点，没错，第二个冲刺点在这个大家看右上角倒数到82公里左右，82.37公里左右是第二个冲刺点。是过了第二个冲刺点，就是南庄游客中心之后，才是一整个陡坡，超级陡坡。对，这边还只是稍微轻微的一点而已，对，小菜一碟而已哦。哇，就是像那个刚刚世凯哥有讲到，新竹城隍庙附近，那个黑肉圆呐，牛眼。比较小一点，好食只啲的比较小一点点。这个牛马毛孔的，那就是不一样的哦。然后还有那个四神汤，王梨饼，王梨饼，四神汤也是客家的。对，原来是这样。就是那边的，就是那个刚刚世凯哥介绍是一整个套餐呐。真紧来呀，对旁边呢，那创下都来讲嘛，大家也好些东西冇空了，而且小吃最迷人的地方嘛，啲东西唔系当多，所以你在吃哈，所以你来到里面呢，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这就有趣的一个地方。试下黑米西牛诶啦，试一下那味道怎么样？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雷斯马丁还在这个，没错，两前系统领先的还是刚刚拿到冲刺积分的4个选手，包含韩国的选手哈，但是他们跟主集团的差距并不大，我刚刚在画面看到的距离大概只有30秒。那现在进入下坡路段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选手加速哦，刚刚上坡只有20公里，现在下坡已经70了，而且还不是最快的时候，而且他还有在起，对，还有在加速哦。它不是顺着溜下去而已。然后你看他的身体，对，贵将烟趴到改面呢，对，趴在车子上面，哎呦，他一路下滑，对，他是整个脚是缩着的，就是减少整个同类阻力的，对。那这边呢，要问一下世凯兄，阿佩有张学良的故居哦。梗係人家新竹方便，是講當然唔對，因創下來講叫，新竹用埋好料，新竹係好山好水好地方，所以當到係名人稱為來裡面呢，人家最有名係千百，或是人家該張學良先生，佢對人家新竹裡面大13年嘅時間都改變呢，所以底下當然會去到嘅佢哋一邊紀念館呢，所以當到去成日看下千百嘅嘅那歷史發展係到底嘅樣板嘢，你看看。佢大嘅地方如係兩百年，所以當然會去改變咧。不過佢係對商品該怎個上行咧？對呢邊咧，我大家小解一下，因為當然特別係商品，就是當講直接收是就到改變咧，那其實有點可惜啦假如講，那商品嘅路解咧，你就係聽一下吧。那在咩講，那上網描寫的東西咧，其實有的時候在簡單的東西那個滋味是越好，你知道嗎？那客家種最簡單係食麵啊、食米粉啊、食板條啦，是喺日本加啲香料嘅味道，嗰是辣咧，是當正調到改變咧。喺商品路街裏面咧，又見是旁邊咧像裡面臨線上嘅，喺度裡面咧小改跟大家講，又幾乎一天一改變咧去嘅不單單是你可以吃到傳統的客家的米粉湯嘅味道，最主要嘛，因為當好是辣。
你知道我喜欢吃辣的东西哦，可是辣的东西哦，一般跟面点、跟地板买跟辣椒酱都是那种咸咸的模式，不好吃。我跟你讲。该家该想拎的挑干，给嘎走，他自己种的辣椒，自己做的辣椒酱，但是拍摄因为太好吃了，所以他以前一开始是会放在桌上，现在是藏起来。人家老客人你也老给搞，所以下次记得哈，不要说是世凯让我们搞味了哈，你就跟他讲林老板，请问一下你们家的辣椒酱可不可以给我一汤匙2汤匙？我去看一头啦，要自己去讨啦。这就是只有。在地人长为地的东西啦，所以让大家少大家，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哈。还有呢，他这个呢，他信之后，因为莫讲这么我在介绍，好像都是这个中年大叔在回忆的东西哈。他们来少个呀，不然他明珠啦哈。还有上面他讲到呀，他这么看偶像剧打卡很重要。其实他主动嘛，动到干嘛偶像剧的里面去搞，他干嘛信中嘛系最有名的嘛，千叶包啊哈，又长时间。跟绿光小学一样，那应该是干嘛？阮经天刚出来的时候的应该算是前几部的偶像剧，你知道吗？绿光森林是都改变那些呗。哇，所以改变那吼，因为法国都该分多金哦，那现在该3层的感觉都改变得动哦，韩国一开始翕的个偶像剧的个场景，更加保留下来都改变那，所以你嘛都该假装自己是男女主角里跟演自己的偶像剧，里面俺们盛起的里面啊。对啊，对吼，绿光小学。好，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目前的赛事，哇，就这4位车手，很多边哦，对，他们放了一转转，给很多边哎。还在拼。对，不这样讲起来，美国的那个那个耐力还蛮够的哈。对，他不但独自骑了很长一段，而且现在。追击到他的选手上来，他还是能够跟上吼。那目前刚刚画面上可以看得到，他们领先的距离差已经来到了1分40秒左右。那这个是已经那个了吗？已经有稍微拉开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4个人的集团当中，后面有跟了对车。我们刚刚讲，本来对车应该是在主集团后面，可是现在却到拉长领先集团的后方了，就代表他们有一定的距离以上，裁判就会就允许让他到前面去。协助他的选手去补给或者是补水，对，因为距离拉开之后就有可能会成功，所以现在这4个人如果愿意合作的话，他们有可能会领先到最后。就是不出这4个人在这一站会第1就对了。对，有可能，但是还是要看后面的情况怎么样。对，因为刚刚才讲到考验是那个603过后，对啊，603过后的高度。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昨天的登山王那个伊鲁米车队的菲利克斯。他没有在领先集团，对，他在主集团里面好整以暇的等待机会，因为他可能伺机在后面发动。对，因为前面的人如果累了，接下来就是他的舞台了。那这边看到的是日本，对，日本的车手是151号，对，151号两泽一鸣，好，宇泽一鸣，对，宇泽一鸣，他是在前2站最后总排名。第32，对，32名，他只落后冠军目前的总排第41秒的时间哦。是，哇，这边又有很多的小朋友，对，都要倒闭分享记得。教练，请问一下，我曾经听过，就是说，如果旁边有人在敲锣打鼓，这件事因为有节奏感，所以对，那车手来讲，其实有激励的一个动作在那边。我相信会有一些作用，对。但是如果已经骑得很难过的选手，他可能就会告诉你啊，你不要再敲了，跟不上了啦，很痛苦这样子。敏竹要跟我们讲那个，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北埔含足牛，对，北埔要含足牛，相信教练不是客家人的话，一定也知道，就咸猪肉其实是客家人很有代表性的。刚才松柏呢，希都要倒闭的北埔蔡峰要做含足牛的时间，他这一家很特别，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位新著名的老婆，然后呢，因为含足牛他要用很多的香料嘛，胡椒啊，各种香料去腌。那他的白胡椒呢，是请他在越南的爸爸自己再加上种胡椒，让他拿来这边来研磨使用。对，那给他倒闭含足牛还有一个特色的手菜，就是他在那北埔老街的街上呢现烤，让大家可以现吃。对，所以呢，我不晓得这些参赛队友他们比赛完他可以留下来玩吗？你做留下来撩吗？我如果他们骑到台中了，他们今天台中骑回来吃啊，不然他都只有
他们昨天就已经有来这边探探了这个附近。对，如果是比较积极的队伍，他们队经理有可能真的开着队车来走比赛路线，先大概了解一下这边的地形哦。对。那他们比赛完还会留下来吗？会留下来吗？应该至少还会可能有1-2天的观光的时间。那我就是诚挚的邀请他们，我们现在 Silky 豆的每一个景点一定要来吃一趟，真的，因为台湾最经典的美食就都在吉门一行的路线，拢满台三鲜浪狗，没错，一定要。从下来讲，客家那个美食当好是到底浪漫好些，按我们讲，唔到到底那个浪漫推散性这地方。让你想也都会去上学到，而且呢，我刚刚明珠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有一样很重要的元素了哈。刚好那教练的地位呢哈，教练要不要猜猜看？有一个味道在我们客家菜、客家菜里面，它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味道在里面。但是通常我们一吃到的话，我们大概8、9不离10就发现到说这个是客家菜。其实你也平常，我给你提示一下，你平常嘛，你平常也吃得到了，常常吃得到。应该不会再讲客家小炒这道菜。不是，就是一个味道我们的食材，对，一个香料，香料，真的猜不到，真的猜不到。是吃盐酥，是盐吗？哎，俺家以前都在讲，你这个嘛，俺家客家人吃的汤底白鸡汤表嘛。胡椒粉，有没有胡椒粉？胡椒粉也是来自客家。有很多，因为在以前，在古时候啦，那该是中原那期间，你啊，给他搞，为什么它是胡人来的那个辣椒嘛，所以叫做胡椒。那以前中原的时候呢，该逮中原人长6000烟啊，那光放人家说啊，那长6000烟，长40兜里的东西。真的。所以我们的调味里面一直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这一块东西。所以它大烟在迁徙的过程，你知道，因为胡椒比较好带着走，然后到家乡味道。大年走，所以因为法国岛嘛，那是冻豆的汤，那炒，那是干嘛的？汤圆呐，板鸭呐，有没有胡椒味？我妈超爱加的，是不是？而且叫他们讲，该冇办卖，该拍嘅胡椒粉啊冇用，我一条线内面呢，重要香气擦嘅，该拍胡椒现磨的味道在。现磨。对，白胡椒。对，咖喱呢？对呀，所以你食到嘅客家干嘛胡椒味道，你就觉得哎呀，你也客家人。真长知识了。能看那那个景点峨眉乡。这个应该家住一个天主教堂，天主教堂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是天主教堂外面，它这边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本身呢，这也是它的装置艺术之一哦。那么刚刚看到这个教堂本身，它现在在里面做社区发展，而且呢，都要到 V 台亚州的吃他们的窑烤面包。那窑烤面包你会坐在教堂里面来吃，这样这边也是他们的一个。造景装置艺术，每周都要到毕业了是，而且我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推荐，它窑烤面包真的超级好吃。刚刚那世凯哥讲到，他把那个就是柑橘类蜜成那个果酱，跟有那个它的肉块之后，不用都配面包底度黑色，所以你吃到那个柑橘面包真的是超级好吃，而且都给到毕业做的鲜配鲜生，然后吃它的柑橘茶超级棒的。而且还有民族先讲的鲜配鲜续，就是。现做的最好吃，因为现的东西温度很重要。我想要问，客家是不是还有一种吉酱？吉酱，教练，鸡肉的教练，你有做功课哦，你有做功课哦。专家推散显地吧。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吉酱哦，对，这是我们客家人的法宝之一啊。那是当都干嘛？有关肉类的东西，可能会起到个很油腻的感觉。对，那个吉酱用酸橘去做的哈，该后表滴滴投入到去哈，然后你去蘸一下那个微酸，再加一点那个微咸的口感，还有酱香的口感，哦，该是了要百搭。对，刚才讲的不用挑油啦，酱油，对，酱油、吉酱哦，
你可以看到这个激酱。真的，因为你知道吗？其实西方有名的是番茄酱，可是呢，我们客家有名的就是激酱。对，其实它已经登上世界性舞台了，真的，真的，这很有代表性。一个变化嘛，对，变动的东西啊，还可以煮火锅，而且还能搞千百那里的激酱只能在我们什么稳住有稳盖有那些，对不对？现在呢，像我们看竹东的那个阿金姐那边呢，它把它做成果酱，真的。哎呀，你平常每天早上在那民族馆该买胖啊、该面包啊，是吧？哈，一走回来，哇，那冰滴滴该种个果酱了，是的，就是家乡味的。讲虽然用啥讲，我们不会说啦，还是要看一下赛事。对啊，目前还是一样，那4位选手在两贤集团，对，领先集团哦。可是后面的主集团，我们现在是要观察一下，他们什么时候真的要决定冲、决定追。OK， 我们现在可以对，已经离得相当远了。现在领先集团，跟主集团已经有相差将近3公里的距离哈，最少2.5。然后呢，领先集团现在速度还比主集团还要快哦。领先集团现在速度是将近50，然后主集团现在大概只有20、30左右哈，所以领先集团是真的打算要继续进攻了哈。可是还没有到那个超级上坡路，对，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也还没有到第2个冲刺点，没有错，现在还没有到。现在目前距离差的确是2.5公里哈，领先的时间已经到达3分40秒，这是已经一个有威胁性的状态了哦。这4个选手真的如果跑掉的话，后面的选手就要吃大亏了哈，包括登山王，他的分数都可能被这4个选手拿走哦。对，所以伊鲁米车队现在不知道打什么主意哦，因为本来派了一个兔子出来，结果莫名其妙现在变成领先了。对，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我登山王分数呢？对啊，而且可是他能不能够跟得上？对，这个很重要。对，要看后面爬山的部分。那能够加入到职业车队的选手，我相信他能力一定有水准以上哦。那如果在这里的话，他可能可以跟这4个选手一起分掉那些登山王的分数。不过这边请教黄教练，刚刚特别也提到说，那4位选手他们如果假设要彼此合作的话，是有机会就是从不出这4位选手。问题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车队，他们要怎么样去沟通、要合作？要真的讲吗？还是要 ？OK， 通常他们只需要手势，对，画个圆，在他旁边画个圆，告诉他一起。通常都是用英文。对，如果英文真的不通，那就手势告诉他。对，但是也有合作，也有不合作的。不合作的，比如说我们队上的主力还在后面。领先集团，我如果跟你越跑越远，我的主力的成绩会不见。如果他已经是总排第1，那我不跟你合作的方式是什么？我就不跟你轮车。所谓的轮车就是带头的人在前面，然后1、2、3、4个选手依序轮流带头，其他的选手到后面休息。我不跟你合作，我就不跟你轮车，我只跟你消耗你们的体力。对，这个战术运用这很斗志。对，所以选手也要能够判断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跟他们合作，或者不跟他们合作。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也有发生过选手吵架。对，怎么吵架？他们就在车上，然后就手来脚来，快要打，真的有，在3大赛真的有这个画面。对，刚刚有提到3大赛是环法自由车嘛，环意大利以及环西班牙，还有这种一言不合就对，有起冲突的哦。那你不要过来，会不会被判犯规之类的？其实如果刚刚说黄牌他出场这样子，动手动脚，如果刚刚说不合作。那个是没有违规的，因为我不跟你领旗，我有我的战术考量。可是如果我跟你吵架，第一个可能会被大会裁处判罚，罚就是罚领队或者是罚选手。那罚的单位就是用法郎来计算，那最低的罚额从50到200或者更高。那如果说你赛事这个冲突发生太严重，裁判长会依照情况再去做其他的处分。对。所以你刚才说那个罚是法郎啊？对，他钱。对，因为世界自由车自由车运动、职业运动这个东西在法国发源的比较早，全世界最早的环法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所以它是这种多日赛最经典的一个比赛，对，也是大家就是名气最高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们的用的这个货币的这个单位都是用法郎来做一个
计算这样子。对对对。对啊，瑞士法郎，瑞士法郎，瑞士法郎，对，因为我想说法郎现在已经变欧元了，瑞士法郎的话就是瑞士的，它还继续存在。他们使用瑞士法郎来做这个罚款的单位。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4位车手。对，这里面有包括就是前面讲到的那个 Aston Martin 美国的那个车队，对，还有韩国的一个车手，对，韩国他们是派国家队组成国家队，还有徐俊庸，这个是总排名现在也在前10名之内的选手哦，173号的徐俊庸，他总排目前是在第14，对，他落后第1名有35秒，如果他今天突围成功。有可能可以把黄山抢下来哦。还有呢，还有那个，现在在第一个的是哪一队的？绿色的那个是奥地利的绿高车队。奥地利绿高车队，对，没有错。还有一个车手，但是也有可能就像刚刚讲，彼此合作，轮流挡风。对，轮流带头，拉大差距。现在差距到了4分27秒了。但也有可能。教练会跟他说：“我们不要参加他们的合作。”对。但是选手会不会自己想说：“哎，我有机会自己拿这一站冠军呢？我就抗命。”哦，有可能。但是呢，你接下来可能就要换其他队。对，就结束。可能就会结束。真的，还是以最后教练下达的指令要唯一规定。教练有可能因为比赛情况而判定说：“啊，算了，我现在领先的车手没有办法。”而且我们刚刚讲1路米车队现在他们所拿到一件领旗衫是登山王，并不是 GC， 这是总冠军。如果我现在在前面的这个兔子有机会拿到总冠军，那拿到黄山当然是更好的。更好，对，拿到黄山当然是更好。所以，队经理也要能很冷静判断，从大会提供的无线电资讯去告诉选手说他接下来要做一些什么。对啊，因为他可能也没料想到派出去的兔子现在跑在前面了。有可能。那到底接下来怎么样去应变？他要不要配合？就是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个人有可能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哦。那呢这一站的黄山，可是如果要配合他队上有其他的，他要不要整个配合？因为他整个4个人合作，这4个人会越来越快，对，会越来越快，因为后面就跟不上。对，因为刚刚讲到1路米车队的 Martin， 他现在是落后总成绩有8分钟这么多，那其实是不小的差距。那通常在这种多日赛的情况，最后前几名的选手。差距都会在几秒钟、几十秒钟以内哈，所以他现在差了8分多钟，除非他们真的可以跑得非常远，好，然后因为他现在是领先4分多，那大团还没有开始发动进攻，大团现在还是很冷静的，所以这个战况哈，现在来讲还没有办法非常的明朗化哈。好，这个总长156.3公里的。浪漫台3线的第3站，剩下最后将100公里了，对，101公里，比赛进行1/3的路程了。对，哇，如果主集团没有参与进攻的话，感觉这一趟他们就很。应该不会，应该爬坡那个时候，对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有动作，不可能从头到尾这样很 peace 的骑完。对呀，这 peace 骑完就变成那是训练赛，不是真正国际锦标赛。光了，对，我们来考一下来宾好了。现在我们有米捷亚车队，然后呢绿高车队、韩国车队跟1路米车队4个车队的选手在前面。那请问主集团谁会出来追他们？是这4队的其中的1队会发动吗？哦，绝对是韩国韩国吗？OK， 好，正确。一般的常理来讲，这4队的选手绝对不会在主集团前面带头啊，因为我有领先的选手在前面，我怎么可能带着其他队的选手去追我的队友呢？这么错，对，所以这也是战术的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台湾队在。中华队可能在前面做工，如果他们有办法就是追集团的话，那当然除了这4队，我们还有16支队伍哦。所以16支队伍的选手，大家都有可能会出来想要把他们追下来。对，因为如果真的让他们跑掉了，那比赛的结果就会猪羊变色，就会翻盘。对，所以主集团现在应该还是在拟定战术的状态哦，还没有非常大的动作。不过以我们的立场是希望我们中华队的车手，因为现在应该都是在主集团里面，对，有一些车手，包括冯俊凯和纽林尼，
能够也冲一下了哈，不然这个前面你看4个领先的有一个韩国呢，哈，这个导播要叫我用客家话讲，好想赢韩国哦。韩雄养韩国，韩雄哦，董雄啊，龟雄，超级雄，养韩国。对啊。龟熊养很贵哦，熊都炖不掉。我教你海陆的，海陆的韩熊，让韩国，韩熊让韩国，好，这是海陆的韩熊让韩国。所以客家话还有分成海线跟对，不，我们有腔调不同，腔调很多地区的腔调都不太一样。像我们最后要到那个石冈那一边哈，那边是讲大腔的，又不太一样，真的啊，所以非常的有趣。对，那苗栗的跟美浓的比较接近，对，客家话就像明珠讲，我觉得比较就是都听得懂。这教练很厉害，明眼力跟他都懂，他给全部给做 N 人呢。我用好啊，我以为他是客家人。那你要开始讲客家话，讲秘密黑反正记了地了，记来讲嘞，一看就学嘞嘛。讲太快就听不懂了。我跟大家讲，影响团员学嘛。还是教练你是娶客家老婆？没有，我太太是一般闽南人。对啊，哇，语言天分。刚刚有一直听到 gap 这个词，应该就是快吧？哦，对，很厉害耶。哎呦，对啊。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哦，浪漫台三圈的复出，这就是主集团现在的画面。对，他们目前的话，队伍的形状拉得比较长，但是因为上下坡的关系，所以它不太可能集中太挤，左右不可能太多人，就队伍会拉比较长。所以这样讲起来，教练会不会是因为现在路况的关系，所以才会分成前面的那个跑冲刺集团那4个人，然后后面主集团这样跑？那是因为就这个路况的关系，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刚刚在比较缓和、没有上下坡的路段，这4个人已经形成领先集团了，而且现在已经拉到4分钟的差距。接下来丘陵地是考验选手的一个间歇的耐受度。什么叫间歇耐受度？就是说上坡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下坡的时候比较轻松。可是下坡完又要上坡，一直重复性的做强度高的骑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类型的选手，比如说冲刺型的选手，他在这种路段上可能就不太拿手，慢慢就有可能落后。那前面4个人现在也有可能利用这个方式来尽量加大跟主集团之间的差距。也许他们不是纯粹登山型的选手，但是如果能在前面造成很大的时间差的话，也许可以比登山选手要早进入那个登山点。那我们可以在比赛看到现在还有97公里到达终点，也就是说，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我们就会进入第2个冲刺点哈。第2个冲刺点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山区段，就是会爬坡比较多的地方。对，哇，所以这4位选手能够坚持到多少？主集团什么时候会发动？当然也是接下来的赛况当中呢，相当受到瞩目的焦点。好，那我们转到这边呢，我要请大家呢先聊一下喽，水都准累喽。
迎回到客家天书台。那在目前环台自由车大赛自由茶开赛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接近到了中段站了。中段站呢，那现阶段呢还是4位车手在前面呢，成为领先集团，包括了奥地利绿高队。芬兰的米捷亚队以及美国的伊鲁米队以及韩国队的4位车手，哇，那现在跟主集团真的是有一点想要拉开距离的态势喽。不过呢，我们刚刚强调，真正的考验呢还没有到达，那甚至呢到第2个冲刺点也还没有到达，在右上角看到呢倒数剩下82公里左右的时候是第2个冲刺点，到了。苗栗个南庄乡南庄游客中心那边是第2个冲刺点。不过呢，现在我们在客家电视台真的是好幸福，因为呢，而且要我们的专家世海兄要来弄客家擂茶了。係啊，我講到現在咧，現在梗係頭祖苗嗬，客家莊嗬。你啊睇下親嚟講，你見到咧似係那擂茶，擂茶就係擂茶呢嗬。你講到嗬，這個如果要給我點時間的話，要講很久了嗬，這冇講很久了嗬。最主要係乜呀？擂茶當盛器嗬，因為發覺到咧挑戰表嘅啲東西啊，上狗肉嗬，嗱剃頭巾。好，然後呢，現在該買的芝麻，好，然後你也該現在米香，好，然後你是咪現在綠茶最有名嘅嗬？佢最主要係咪？從下當到朋友，你啊喺同外籍朋友來台灣聊嘅時候，他就當好土家去搞擂茶，對家來講嘅話，他會覺得很新鮮、很新奇，而且哈，佢轉移其實當到朋友講，佢講，哎呀，你啊當到嘅地方哈，都長得很像，但是有一個地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就是什麼？去玩擂茶這件事情，一當盛期啊！而且該是你要很驕傲的跟他講，兩三千，那個很久以前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在吃這些東西，而且這個是很養生的。該怎麼走呢？你有發覺到啊？那這個本台要講哈，它有那個有沒有這個紋路？對，有紋路。所以它以 no 為先的，你有發覺到，你以為只要你也動機，你去磨它的時候，它就會慢慢的。有沒有？要雷動橋啊！嘿，當然咯，因為雷動橋，而且基本嘢嗬，讓它排水就半夜咯，讓它搞擂茶啦。該你長足夠用幹台開機嘅，都該邊慢慢擂，而且你都該擂也行啊。有沒有聞到香氣？啊，該堅果、該剃頭巾呢，該買的木頭是走出來的，啊，有沒有？花生。然後呢，你講表泥的東西，全部跪下表落來啊。其實真的很不容易，你驢都要出油，要出油了才能加水，所以世凱哥今天就我們給你服務了。真的啊，沒那個表演也好手。會不會等到選手騎到終點了，我們還沒有？你最主要嘛呢？我今天在這邊只是示範一下嘅，就是說大家落 N 大家推散線裡面呢，我們要自己去體會，它才有趣啦。行啊，可以瘦身哦，而且。可以做蝴蝶袖這樣子，緊緊啊！而且哈，就是療對那身體也是很好。你喝下去以後呢，衝下造心，兩個就喊你想下都不看那慢慢累，你知道？而且修身養性，你先講嘛，慢慢累啊，從你就吹油以後，它才能夠，就你起床氣一下來以後，慢慢磨一磨，有些很簡單，真的有簡單。然後呢，一場你到表內，那水表那些跑起那些哈，效能是起來，而且你知道嗎？因為它有堅果是好的，那個它有那個脂肪在油脂那邊，對，那身體當好，而且飽足感當佳。好，然後呢，那表弟那個米香落去，你啊上來減肥的後上年哈，特別是現在漂亮美眉們哈，非常的推薦你嘅最好誒。可是當陣時哦，我去幹嘛嚟台中，我去當到嘅客家莊嘅時候，我發覺到嗱，那你要看到嘅，那台灣廠啊看到嘅，你嘅擂茶係安樣做，可是呢。別的地方的擂茶也是我們客家莊擂茶，還有吃鹹的擂茶啊！不但有吃鹹的擂茶，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嘛，給它種變歡樂一樣。你看，給擂好一條跑回一樣變泡，好像茶泡飯一樣。哎，這就好奇啦！
等下走到日本料的先呀，日本就叫欧加之给，也就是他们的茶泡饭。然后那一家教授就改变呢问其实人讲，哎呀，搭车来那个遣唐使，个唐朝的时候，大战呢就做唔叫大战啦。想个事件算啊，伊咯，因为唐朝的时，因为讲原是那客家应该是在中原时代的时间，跟讲原要表示那擂茶是欧加之给，它的源头是对李伟那啊。你下就出门，人家讲，老跟满国跟人来讲这些东西些，法国到突然间变的时候就很骄傲了呀！哎呀，你也好 endless 爱东西的啊。可是呢，回到底你再去跟他讲这些东西的，可以发觉到，哎，那文法真的是博大精深啊！哈，写东西，因为那平常心讲，你看，那客家种的人吼，带到善读那种多啦。你讲吼，平常吼，你如何去养生，就靠这些简单的生活智慧的黑呀。超级爱，而且这个天孔的饮料，对不对？它本身健康，而且呢还可以在过程当中修身养性。对，可以建议选手在那个水壶里面改放雷子。真的哎，真的就是把那个营养棒都放进去。那蔡妹讲他们要补给嘛，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他还可以一边骑摇一下，一边骑摇一下，对不对？我演一下修，他的手只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妈天呀，然后你这样让他动一动，他还可以训练一下，然后喝下去的时候补充他的能量，非常好哎。不过这个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我们知道从新竹出发嘛，从新竹、苗栗、台中这3个县市，在这一段浪漫台3线，已经现在要进入到了是苗栗的地方喽，脱离到新竹了，到苗栗要南庄喽，刚好看到经过了南庄国小那边了，对，所以而且快要到第2个冲刺点了，南庄游客中心。没错，也快要到了，还有8公里左右会到达南庄的游客中心，也就是第2个冲刺点。好紧张哦！刚刚第1个冲刺点是那个这4个选手，然后对 Martin 应该刚刚我记得应该是拿到第2，对，第2，韩国选手拿到第1。那不所以第2冲刺点也都是他们4个啦，有可能也是会由他们4个人拿下，因为现在差距有来到了将近3.5公里哈，然后时间差来到了5分多钟，而且刚刚在画面上已经有秀出来，就是主集团现在已经开始在紧张了，所以他们的速度已经开始在增加。你可以看到现在主集团的速度是45，然后呢，领先集团现在是也是大概45左右，可是从刚刚的画面看到的是主集团大概这个30几，所以现在主集团已经开始加速，对，已经加速。然后我刚刚有讲队伍拉得很长，就是他现在速度已经开始加快了。对，所以主集团现在应该在登山点之前尽快的缩小差距。对啊，这有可能哦，不然前面那4个都这个到台中吃午餐呢，他们还在后面没有钱，也不行哈。到台中去喝我们的擂茶，纳凉一下，对不对？他们才回来。对，所以主集团真的要开始追了，有真的在开始追了。对，左上角那个 peloton 那个字就是法文的那个主集团的意思，它是来自法国的字。是，对。而且刚刚真的是长蛇阵哎，就是看主集团真的对排一排了，能够冲的就要准备冲了。教练刚才有跟我们私底下问到说，像他们在骑车的时候想要小便一下怎么办呢？因为 KNQ 哎，如果是在开赛的时候暖身段的时候，他们会直接停在路边。对，暖身段的时候就先去缴水费这样子。然后如果是赛事正在进行当中紧张的话，尤其是 GC 车手，比如说他是成绩排名比较前面的，他没有办法停下来上厕所。对，他要是停下来上厕所可以，但是他其他5个队友要停下来等他。啊，真的？对，有这样规定吗？没有规定，但是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因为他要保住他的成绩的话，就要先帮他回到主集团，或者是如果他只有1个人的时候，他就要一边骑脚踏车一边上厕所。就看得到了。对，大家就看得到了。看得到什么？地板会有水，因为他缴水费嘛。对。他们会把身体侧一边，然后把车库就是拉下来，然后直接从侧边这样上。哇，高难度的感觉。所以那个衣服也很重，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不会以方便上厕所为目的来设计啦。不过不是，刚刚你知道明珠妹妹刚刚说很想看，看人家上厕所，不是好奇啊。对。那可是 live 直播我们也不能打马赛克啊，你知道吗？对。
可能镜头会避一下，对，镜头可能会避一下，尽量不会播。但是其实去年的环意大利的比赛，对3大赛之一环意大利的比赛，德国的那个都布林选手，他是世界锦标赛的技师冠军。他拿到了环意的总冠军，可是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或者是网络上面搜寻一下，他在环意大赛拿了总冠军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就是他因为肚子不舒服，结果他竟然直接把车子停到路边，然后就跑到旁边的草丛，直接还得到冠军。对他最后还拿了总国的冠军，对，这个很有趣。因为他有直播出来，只有看到他冲进草丛的画面，当然不会特别去拍啦，只是说。那个画面是播放到全世界，然后全世界的车友就看着内幕发生。教练，那他身上有带卫生纸吗？你看不是要抹翻来，要抹翻来。我觉得对车上放一件车裤，预备给他换比较直接。所以这么长距离的过程当中，各种状况都会有可能发生。哇，选手真的很辛苦了。对啊，哇，选手真的是不容易。不过这边真的来到了苗栗啦，哎呀，明珠的故乡啦。对，有没有要跟我们介绍？东岛啊，像其他的要哈会都南庄的话，其实南庄大家一般熟悉的都来到南庄都去老街嘛。但是其实南庄最近另外一种很夯的玩法就是去13间老街那边。亚岛毕业呢一样是有很多年轻人回来，对，然后有很棒的客家美食，像是我之前有去采访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间 bar， 因为其实在老街这边很少会有夜晚的活动，可能到晚上的时候，乡下大家都睡着了。可是这边有一家 bar， 那很棒，他们的调酒呢是用当地的水果来调的酒，很吸引人。然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特别来，就会来到亚岛毕业来喝他的调酒的。然后韩港呢，对啊，13间老街里面有很好吃的手工馒头。那其实太敢用盐的韩阿沟溪有一些手做的体验呐，有后塞东西，光是那几间老街的店就可以让你玩1个下午。馒头客家话怎么讲？馒头，就这样讲嘛哈。这个简单。馒头简单。所以那就手工的、手做的。对。吃卡菜。吃卡菜馒头。对。很棒。那还有嘞。我们这边有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对，要给。我的天哪，跟馒头超级好吃的，真的。现在明珠因为我看到画面，对，明珠在肚子饿，可以喝一下刚才老师擂的这个擂茶一下。哇，明珠啊，伊个馒头啊，真看起来叫呛色的，下面人家干嘛一般是捏板，该种的捏一种。广州哎，没错，就是捏。那个捏个中文有有个艾草吗？艾草。对，他放艾草进去，各位底度不用去。cheese， 不用 cheese 哦。不是你整它出来时一把可那 cheese 就是一样会爆浆嘛。然后紫色的那个应该黑乌哎，还有番薯哎，那它番薯。对，它这里很棒的地方就是吉亚德给全部食材啊都会老那当地的小农买的，它不是大批买量贩回来做。吉黑吉姆尼呀给阿婆有种嘛该吉就老给买了之后要给买的，而且听说现在在网络上非常夯。已经是网购了。网购，它还可以网购，而且它有非常多种颜色，对，而且又是嘞，很有饱足感啊，而且很有料，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我还强烈的推荐大家可以有機會啦，7隻裏度喺度南莊嚟聊，7隻咧是經驗俾做出來嗰種熱騰騰嘅感覺係最好嘅，你講錯嘛？哈，還可以順便刺激一下我們在地的觀光產業啦。沒錯，而且明珠一直很強調一點，我覺得很感謝，他一直很強調年輕人年輕人會願意去的地方，他們不會覺得說那個是很舊式的啊，對，他們願意會去，而且發展出很多可以吸引年輕人，優長敏。对，還有賞飲返鄉這件事情啊，其實是一件真的很讓人感動之外，而且要大家多多支持。你們不會太趕就跑到城市裡面尋找工作機會，而是可以認同自己的故鄉，做一周亞的認同，然後返鄉，我覺得很支持。所以呢，如果明天這些國際賽友們呢要來到這個苗栗玩的話，我願意來當地陪。英文沒做得有同啊，日本話沒做得，故所以分享了苗栗了。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赛选手们呢，很明显看起来是上坡了，屁股已经离开了坐垫了，剩6公里了，对不对？在83，对，大概地方82.37公里就是第2个冲刺点了。现在这个画面看到的就是peloton主集团哈。那大家觉得哪一个队伍现在会最紧张？前面这4个选手，谁会最紧张？最害怕他们跑？最害怕他们跑？对，是我们中应该是台湾的吧？哎呀，最害怕他们跑的就是现在总成绩排名第1的右金车队。右金车队，日本右金车队，他们现在最紧张，所以刚刚看到他们在前面的位置在领头哈。那包含韩国的也在前面领头，但是韩国为什么要在前面领头？刚刚不是有讲韩国的选手领先在前面，我韩国为什么要追？那来宾可以想一想，就是去挡人家吗？对，他有可能是刻意带，但是他把速度不要那么快。我们刚刚可以在画面看到，里面韩国选手那个骑车的姿势是比较轻松的，并不是要急着追的。那右金车队，因为他们总排名是个人总冠军在前面，所以现在前面的4个选手没有他们的队友的时候，他们就会是最紧张的那一队。对啊，右金车队是属于那个不是国家队，它是那个职业队哦，就是这次来的4支职业洲际车队，属于2级的。还是右金是对洲际队，对洲际队2级职业队，他们有去年的班哲明，去年的总冠军班哲明。也有目前的黄山得主是那个罗比，就是总成绩第1名的哦。有2个选手都是成绩非常前面的，所以主集团里面主动来带动这个追击动作的，应该就会是右金车队哦。对啊，没错。那教练，我问一个比较不太专业的问题啊，想提到所谓的这个，你刚刚说是职业车队嘛？对。那他职业的话，请问一下，他是靠奖金，还是他靠他的 sponsor， 他的赞助商给他的费用啊 ？OK， 其实职业车队的建立它是一件相当复杂的。队经理除了有教练之外 ，team manager 这个工作职位是很重要，他要去规划这个队。第一个是计划，他要怎么样去发展；第2个是钱，他要从哪里来；然后第3个就是队员，他要选哪些队员，哪些愿意来他这个队为他比赛。所以刚刚有讲，你说 sponsor 赞助商然后呢一些其他的资源都要能够进来的话，队经理就必须要去张罗这些东西，让选手第一个洲际职业队他有给薪，他必须要给付选手薪水，因为你要。就像职业联盟一样，现在争冲刺，第2冲刺点了，有一点像是有冲突。对，刚刚的韩国的那个选手，本来在合作，现在有点撕破脸。选手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路况赛道比较平稳的一些，他们开始来做一个来争，这边有加分的。我们刚刚看他们在合作，其实还是各怀鬼胎。对啊，现在刚刚看到那个韩国的徐俊庸选手。刚超过了美国的 Les Martin， 两张漏别，冲刺点，对，这个第2冲刺点过了，所以罗伊拿了第1名，还是罗伊，对，罗伊拿了第1名，然后韩国车手的徐俊庸拿了第2，所以跟前面一样，慢动作，米捷亚车队的谁？罗伊，对，是压线还是尖？对，地上那条线，对，轮子谁先？谁先到 ？Martin， 哇，这个距离很接近，但是应该还是米捷亚车队的选手拿到这个5分。那韩国选手也不错，他拿到了3分。对，拿到3分。对，芬兰米捷亚车队就是黑色衣服的那个罗伊。所以他们4个选手之间现在停战协议正式撕毁了。因为可是到了冲刺点，但这短暂可能说就不合作。友谊的小船已经翻船了。可是他们还是有领先大团的优势所以他们可能现在再重新再谈一下，我们还是一起骑吧这样子。对啊，分分合合啊。对，很难讲的，很难讲的。对。所以2个冲刺点当然要以官方公布为准。对。目前2个冲刺点都是芬兰米捷亚车队的罗伊拿到了2个，他都是冲刺第1，然后韩国的那个选手都
2个第2，对，还有减秒，还有冲刺王的积分，这2个人的积分会上升哦，因为他们已经拿完今天冲刺点的积分了。对，日本的冈本准在第1站拿到15分积分的冈本准冲刺王，他现在的分数有可能已经被威胁到了。这个是我们在男装路给导 VSA 3副，洗衣服，对，然后就会带他。董江的呀，给南庄老街吃那个桂花巷、桂花冰、桂花蜜、桂花冰。对对对。所以法国的平常你要内嘛，跟人山人海的人当道的感觉呢，我当甚至有时候就是要挤才好玩的感觉。这老邮局。南庄路 UQ， 其实我要讲这个点的斜对面，让它发面董总没有照出来。它斜对面有一家超级好吃的抹茶红豆冰，而且改跟抹茶黑用它加你个茶蜜，这茶麦类去磨的，而且它超低调，它也不大广告，就默默在那边，超好吃的。那要 UQA 啊，要 UQ 哦，就是那个抹茶红豆冰斜对面哦，斜对面，对，隐藏那个是私密景点，对，私房景点报给大家知道。哇，要给那已经半年的路 UQ 的哦，半年呢，对，半年以上哎，南庄路街，其实南庄这边最多的行还是板条。棉趴板，对，沿途都是。然后客家法布，法布，客家法布也还已经用名世界，大家都看到用嘅法布就会想到客家，已经变成一种直接的印象连接。好。我接下来因为法国岛差不多离亚开始的时间是按照动作按照干嘛？客家人挂旗，也就是我们清明扫墓的时间到了。那清明扫墓一些从按照北部从信州按照开始做嘛呀，做板，按照做按照个财宝啦而且猪笼板，从里头东西，这个时候因为法国岛里头店门开始也在卖了，所以去到这边呢不但讲那些按照正港按照该买的，按照绿茶啦或是那桂花蜜啦，或是当地的咖啡啦嘛按照个传统的个梅头记得还是要保存下去，好好给它支持一下。虽然刚刚明珠有介绍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兴趣的，包括呢那个馒头啊、手工馒头啊等等的，还有这个酒吧，但是呢，我们其实客家也有非常传统的板呢，凤板呢，你吗？那这个用凤板用碱呢，超好吃的。对啊，这些传统的，对，但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而且我对里面老大家讲东英讲，哎呦，台北嘛是也多啊，其他地方嘛是也多，但是冇空让慢冇空让，因为做板的原是的，因为客家种恁做的时候，伊个板係用米漿去做的，因为用粉儿去做，所以个食起大概口感係冇空让，所以放讓大家來到客家種，你裡看到嗎？我們看到相片，風板呢度東西有時，那差唔多是比較天氣比較細節吼，那開始窗下會看到新嘅板。係啊，就係板呢。新燈板，跟應該係用紫玉吧，我想還有個捏。这真的是超级好吃，我已经爱吃到差一点从客家妹变成板妹了，我真的超级爱吃板。而且地板也该种个馅料里一般来讲按那嘛就是甜的嘛，就是香的就该那菜骨丝，你知道吗？把它炒炒到香变得胡椒粉就滴辣辣的咯，该感觉特别好吃，真的。对呀。现在主席团主集团也通过了第2冲刺点了，没错。这个南庄游客中心这个点，主集团也通过了。不过刚刚这个前面4个领先集团通过之后，也过了一段时间，主集团才通过对，教练这样分析，还有没有机会主集团追上去呢？目前的秒差是来到5分钟但是我认为这个距离对职业选手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OK，就算过了登山点第1个一级坡先山，后面还有第2个小坡要先过，所以接下来有2个连续的爬山，我们可以看看那个登山的选手有没有发挥我相信那个150米车队的那个菲利克斯，他应该会有动作，因为毕竟他是现在的登山王如果他不把积分往前抢进的话，那他的登山王的衣服可能就会被他搞丢要还给人家。对，而且他的队友在他前面，他的队友必须要拿这个登山点的分数，因为
如果他们没有被追到的话，那一路米现在在前面的这个选手哈，他就必须要去抢那个登山的分数，因为不要被别人拿走。对，不要被别人拿走。经过第2个冲刺点之后，就正式开始上坡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龙门台山线最难的这一站，5站里面最难的这一站，真的现在就要考验就要开始了。他们骑的姿势都不一样了。对，现在速度稍微慢下来，稍微调整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哈。从这4个选手哪一个比较累？哪一个比较累？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累？你说现在他们的体力？对，刚刚的画面。觉得韩国的已经累坏了，不得都有私心的，好不好？也不一定的。其实刚刚里面哈看起来比较好整以暇，就是他比较感觉比较轻松的是奥地利的绿高队，为什么呢？因为在刚刚的冲刺点，其实他并没有跟其他3个选手竞争那个冲刺积分，所以冲刺积分不是他的目标的情况下，他就会把目标锁定在后面的爬山哦。就是对83号的 Patrick， 对 Patrick 是在前2站总成绩排名第47名。展元哥刚刚猜的没有错，你看韩国选手现在骑的姿势是稍微比较，而且你看他嘴巴是张开的，他在喘，对，他在喘，如果是真的很累的选手，他可能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看戏耶那种，就是看到就像非常牛口吐白沫那种，对，有点那种感觉。所以应该也是全身发热很烫了。对，因为现在在爬坡，而且他们速度不慢哈，现在速度大概有20几公里左右。时速大概20几公里，但是这里是很陡，很陡的地方，要骑到20公里的时速其实不容易哈。你看选手开始一边骑一边喝水，耸卡，这个刚刚有冲刺的选手，现在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哈。所以这样看起来，你看他们还是会互相对支援，你要不要水？好想去捡他水壶哦。他刚刚虽然刚刚已经把友谊的小船打翻了，但是现在还是会跟互相支援一下。他想要跟他说，刚刚冲刺我抢赢你，不好意思啊，那个现在你要不要喝口水？都赢了别人，还要说不好意思。对，绿高队的选手刚刚没有参与冲刺吼，所以他现在爬坡看起来是比较轻松的。刚刚参与冲刺的米捷亚车队的罗伊跟那个韩国的徐俊庸，2个感觉明显的就是稍微有比较吃力一点哈。那主集团现在我刚刚讲最紧张的右金车队，他们现在出来带头了哈，一边在注意无线电教练下达指令，一边在想办法要开始追进他们之间的距离哈。是，对，右金职业车队就是现在带头的那个，他们的这个车衣是红袖子黑衣服，对，没错。对，他现在在带头往前冲了。去年的总冠军班哲明现在名次还在第26哈，所以他们也要想尽办法拉近这41秒的差距。对，因为男中特别懂得演出，应该是泰雅族的泰雅族，对。好可爱哦。对啊，这边出了分呀，还写英文呢，改英文。然后呢，刚刚提到了，在这整个的路段最高点602公尺高的那个点呢，即将在倒数68公里，现在是78嘛？对，大概还有10公里，在10公里就会攻顶了602公尺高的仙山灵洞宫那边，对，蓬莱西那边有个护渔步道，哇，这一路上其实我们平常去的话是风光明媚啊，董江啊，但是选手现在可能无心观赏，真的，对啊，因为其实蓬莱西刚刚讲的这个护渔步道，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有空可以来玩。它的护渔步道就是你航啊哈耶的时候，它真的像是绿色隧道一样，而且它经过台风之后重新整理哦，都给岛毕业呢。真的很漂亮，而且你上来之后，你如果大家去当地旅行的话，有一种玩法就是去到当地里面还有社区带着小旅行，那样子是玩的最在地的。对。那明珠可以跟我们修改一下，介绍一下那个护渔步道波夫舞内哦，它是为了保护。对，就是蓬莱海亚岛边改鱼种其实是非常稀有的，所以它现在在那边是不能够让大家来捕捞的，禁止。而且这里最厉害的是，给当地的居民，他们自觉去饲到讲，我这买洗时节吼，就因为咱看到当到都该买咧，海豚呢，或者会就手伊也用看唔到，所以其他讲，那人家莫讲，马家讲政府来做的嘛，那其他都先做，自己先来做，而且我饲到我去改变，我最好的嘛，
个民主讲架步道，你啊动都有步道，跟观光步道，因为为了要方便，所以它很多灌水泥，对不对？它不是，它还是用原始的方式的来走，而且一开始展开始走，而且他还派人，就怕别人会破坏，你知道，专门他们自己组成一个纠察队一样，派人去那边盯着，所以他很爱护这个家乡的个山水土地个感高都在里面，所以在这边嘛，非常的推荐大家。不过记得人家那么辛苦都在边边走去了，那去在边边聊一下哈，我们也要尊重啊，好啊。那垃圾该到后都在边边买，因为木条都该带，只要都在边边，才可以恢复它本身的原生态的该种的概念。对啊，那也借由这一次的吃有茶比赛。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讲到那个护渔步道，还有会在那附近也是把这个地方，因为可能其实包括台湾其他民众可能也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真的，对不对？借由这样子比赛，有行经这边呢，把当地把当地的人他们是自己去主动去做的，这样子爱护环境，对，把它推广出去，有哇，这边要攻的话，哇，主集团也会很累哦。现在已经在加速了，主集团现在速度是34、35，刚刚有到40，然后领先集团是上坡3、40哦。然后现在领先集团只有25，而且你看秒差已经靠近了，他们已经拉到拉快了30秒，刚刚是5分钟，现在是4分30秒。所以主集团已经有动作了。最主要的是前面的慢下来了。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选手准备要向后单飞了，在后面黄色衣服的，可是泰国队的选手，对，有些选手，像我刚刚讲国家队的选手，他可能就是来练兵，对，来练兵，他不一定以成绩为目标，但是他希望选手可以获得一些经验，获得一些磨练，他可能就会来参加2级赛事或3级赛事，对，是很好的机会啦。只是说，如果真的已经是落队，然后被关门的话，那个什么这个猪肉啊，在旁边烤的有没有？做的医生嘞。哎呀，做的医生。乐经理就说没有你的份。他已经落队了，就算了。教练照用现在款鞋的话，因为法国董是不是在先？那个时候那个点一过，你就开始就发现有大动作开始会出现。现在其实就开始在动作，因为主集团已经在拉快速度。那相对来讲，有一些选手他可能没有办法支撑这个强度的时候，会慢慢的掉下来。所以冲刺点过后，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看到集团越来越分散但是现在领先的4个选手他们现在也是还是维持一样的状态，希望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你看前面1路米车队的选手都已经把他的上衣对啊，我说他应该是对欧美选手这个天气感觉对他们来讲是热的，对，所以现在是你知道那个女性观众收看收视率提升的时候是这样子，哎呀，我可以露胸肌了呢他那个拉链是拉开了。对，我想说女性观众有没有看他身上有一条黑色的线？那个是什么？那一条是心跳带。对，选手的车子，他们除了脚踏车跟他的码表之外，他们还会加装其他的科技的配备，比如说他的车上有功率计。然后他的车上有一个车用码表，他带的心跳表的资讯可以传回到码表上面，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心跳是多少，速度是多少，输出功率是多少，然后呢，跟对比他自己的能力的等级，他大概还可以支撑多久时间，这个都可以稍微推估出来的。所以选手在骑的时候，其实是有分配他的体力，不要让他就是整个直接烧光。对，真的是大数据时代。对，东西都很考验数据。而且是自己可以判断。对，那这些数据也许它也是可以传回给教练那边整合出来的。因为现在的资讯，他码表如果他身上有带智慧型手机，码表可以连到智慧型手机上面，然后会把这些资讯透过卫星的方式上传，然后教练只要在车内用一台笔电连上网络，就可以直接 download 他的 data 下来。对，所以在3大赛里面这样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没错，选手比赛完之后，教练立刻就获得了选手这一趟骑乘所有的数据，最高瓦数是多少，平均瓦数是多少，速度、心跳，所有的东西资讯都会显示在教练的电脑里面。是，对，因为
刚刚有讲到那个环法自由车赛啊，是上百年历史的，但是100年前没有这些科技的话，就是凭经验自己骑怎么配速，你也不知道前面人跑到哪里去了。当然科技越来越进步了，这些资讯都可以增加选手的运动表现。没错，对，增加他们的成绩。没错。哇，现在。这个主机团还在追哦，很多上家呢，主机团懂丑。刚刚有讲，主机团好整以下在等待。他们会不会回去以后就发现说，哇，这个台湾的浪漫台三线一点都不浪漫，非常辛苦啊，辛苦台三难忘啊。对他们来讲是辛苦台三线。会沿途还有樱花，还有M8一点火焰。你也是这吼，在恐发一些动静啊，在嗰個因為可能動到個羊蹄腳哦，跟粉色系列嘛。这样出来，对，他们现在对看一下差距是1.3公里左右，哇！而且大家仔细看，下面显示出来的两贤集团了，领先集团的速度掉到只有21，对，然后主集团已经是哇飙快了，26，对，已经26公里。这里面可能爬坡选手没有那么多，那他们可以做另外的选择，就是如果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可以慢慢的撤退到主集团，因为我后面还有2天的比赛要继续。你是说前面那4个？对，如果他目标只在冲刺积分的话，或者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工作已经完成，我想要拿到我已经拿到了。可是都是我们一定打死不退的吧？对啊，怎么慢？好不容易都提到前4名了，还要衡量后面几天的比赛。对，还有就是，如果我现在这里体力花光，我这一段比赛搞不好最后会变落后很多。就像第1站的冠军冈本准，他在第2站的时候落后了大团有很多，然后他的成绩掉到第50几名、60几名。但是如果今天他的目标只是冲刺3，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只是说今天他没有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对，他真的是，他真的那个冈本准22岁而已，然后他非常年轻，他第1次来参加，结果在第1站台北市站，他就包办了。黄山冲刺王的绿山，亚洲第1的蓝山，它是成为环台赛2012年升格为2.1级的赛事之后，第1个在开幕战包办所有领骑赛的选手，对，真的很风光。可是第2天桃园站他就落到落到比较后面的位置。年轻的选手在能力上或经验上，可能还是比不上老练的选手。续航力，对，经验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年轻的选手有的就是体力，对他们还可以继续拼。像今天这样完赛之后，他们晚上要做什么修复的动作？哦，专业，问到这个就厉害了。每一队的队伍哈，基本上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教练或者是领队，再来就是队医，然后按摩师、机械师。每天的车辆比赛结束后，机械师要把6台车子全部都检查过一遍、保养过一遍，让他明天继续比赛没有问题。对。按摩师要帮助6个选手做放松，然后让他们的肌肉可以尽量能够恢复。当然说不可能100%，但是能够恢复多少就恢复多少，这个是很有概念的。就是现在运动非常主流的一个东西，就是需要恢复。然后营养师或者是医师如果有随队的话，像1级赛的话就会有这些人，他们就会提供一些选手适当的饮食也是可以帮助他们恢复的，但是要吃对东西。对，像咸猪肉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负担比较重。对，他们要擂茶是可以的。对，擂茶很好，擂茶因为有坚果，它其实喝起来有点，我刚好喝一下，它有点像那个坚果饮那种，对选手其实是好。这教练，你刚刚讲那个恢复或这件事情呢？对，听说他们要泡冰水，是不是？哦，没有错，有做功课，很厉害。他们会泡在冰水里面去降低他们肌肉发炎。大概是上半身，下半身，对不起，下半身。那上半身可能就视情况，因为主要泡冰水的目的是因为你比完1天的比赛3-4个小时，强度很高，那你的肌肉第1个会有损伤，第2个会有发炎的反应。那你泡冰水可以降低那个发炎的反应，也就是说，他如果今天有泡冰水，他明天的这些酸痛的情况可能就会降低一些。那这个在职业队、职业选手里面，这个都是常见的方式哦。他们只要回到饭店，可能那个就去买冰块，然后浴缸里面就直接把它放满水，选手就泡在里面。对，而且这是赛后要立即做的事情。对。对，而且这个比赛它是连续
连续5天，然后都是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不过呢，等一下就要遇到最高的，在这个赛道里面最高的。602公尺，对的地方了。那这边明珠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个仙山灵动宫那附近。仙山对我来讲啊，英雄就是讲苗栗人啊，从小长大就一定必去的地方。因为来到仙山会是咸水，要喝鲜水，然后都给岛边呢，还有吃很好吃的那个炒米粉。对，都没有底度就为了吃呀个炒米粉，而且因为那边有一间很大间的庙。然后，因为我自己信仰的是不是传统信仰，我是信仰天主基督教这样，所以我其实不大了解那边信奉是什么。但是我提供我大概去3档狗的时间，爸妈就说要带一大桶的水桶，然后去装鲜水下来，然后很灵验，然后过一天会吃给大别等后生的米粉来。米粉所以在苗栗仙山就等于是苗栗地区想要去爬山，对，没黑一个等会的时候才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了。对，那其实如果真的，但是吃行茶，他们当然可以喝一点鲜水，但是体力条把它补满，这样吗？对，提供这有后成绩。自由车选手来说，他们要拼这个时速20几公里，但是觉得很累。但是对600多公尺的山，也不是说对一般的登山客来讲，也不是会说太高。对，所以其实可以。爸爸妈妈带森宁一起上去的一个休闲的地方啦，所以我们一直很强调它是最高点，但其实对一般来讲602公尺，开车很轻松，对啊，开车很轻松，走路也 OK，但是骑脚踏车前面它已经那么远了，对，过了都要倒闭。黑呀，现在我们这个主集团现在有点抓狂哦，因为要时速到30-40，那现在对，你是马来西亚跟护星，你有没有看到非常的这样的该自然生态去维护到当好，每场该当都会该买景观的该看个当出价，安样感觉都该云南系啊。你看到吗？这就是我大家讲的，这个好漂亮哦。没讲那最讲该买呢，该种水奶做，然后把它漆成绿色竹子的样子哈，千万不要这个样。对，这个是千万是非常差的一个美学在这边，这应该尽量就让它去保持它的原生态，对啊，那个买热天度的吼，你涂色哦，来里面那凉凉的吧，非常的该适合都该云南。当初上真机。主集团跟领先集团现在已经来到了剩下2分钟的差距哈，不到1公里的距离哈。对，刚刚还在5分，对，现在距离还有5公里左右哈。主集团现在应该是有想要在登山之前把领先集团抓回来的意图哈。看他们现在时速很明显是高于领先集团，而且领先集团也蛮吃力的哈，经过刚刚冲刺点的消耗。所以现在不分上下，对。所以教练这样讲起来，你刚刚一开始说很有可能变成说主集团他们自己跑，以这种现在的情景应该不太可能哦，他一定会把它就回到原本是整合在一起哦。对，有可能会整合在一起，甚至前面4个人被超过之后跟不上，会不会最后被关门呢？跟不上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其实现在画面上看不到哈，但我相信应该已经有一些选手已经开始往后掉。就是落队了，他没有办法跟上，他连主集团都跟不上，而且现在主集团现在开始有人攻击，这是以色列车队的选手，对，以色列车队的选手已经开始有人在攻击了哈。他真的是很快哦，速度很快，直接往前拉。都被飙哎。对啊，真的。速度非常快，后面是西贝尔车队的选手哦，应该是昨天的吉米哦，他特征就是他很高大，昨天有特别看了他一下，橘色他昨天爬山也是很厉害，对。这是主集团，对，主集团现在领先集团现在看起来比较疲弱了一点哈，稍微疲弱一点，可能他们几个选手对爬坡不像主集团那几个登山王那么好，所以现在很明显的距离还在缩短哦，已经到1分51秒，而且他们也真的是累了，对，累了，真的是累了，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那借由这个情势呢，跟教大家这个我们客家话讲追上来是救，就是追上来，追的意思。可是我们这边讲就不一样，对上，对上，我们是讲说是 Q， 哇，现在这个4个人，
能不能够坚持到最后，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难度了。米捷亚车队的选手已经开始掉了哦，他们这一团还不想放，但是米捷亚车队的选手 Roy 好像有点跟不太上，吃力的感觉哈。他前面2次冲刺点都拿到了，对。那150米车队可能是要继续捍卫他们队上的这个登山的积分，所以他现在还是很积极的想要往前哈。如果他能够把第1名的分数拿下，因为第1名跟其他名次的分数落差是会比较大的，所以他先吃掉这个分数，就不会被别队拿走。是，我可以这样讲吗？凭良心讲，这样看下来，看韩国的选手其实还蛮厉害的，对，其实他还蛮厉害的，他一直都保持的第2名这样，而且目前来讲，亚洲司机啊，虽然讲他很想要让韩国来讲啊，可是平常人家真的不错的话，我们还是要激起展元哥的战斗力。因为其实韩国的选手，他阵中当中有几个选手，像是那个朴相宏，或者是 昨天的第2名徐俊庸，他们领先集团，他们在2017年跟2018年的亚锦赛都有拿到个人计时的冠军，或者是个人公路的前几名哦，就是成绩都是相当好的选手，所以其实韩国国家队的派来的选手都是实力相当不错的。所以教练安讲可以吧？安纳里亚目前在亚洲来讲，应该就是韩国跟日本在这一块是等于是说。 该发展该自行车的一个赛事发展是比较，等于说先进一些吗？应该说领先一些的。过往哈在亚洲的话呢，在华人这个部分哈，先不讲那个东南亚，先讲华人部分，韩国跟日本是比较早发展的，特别是日本，他们有发展职业的 竞轮选手，就是在场地当中比赛的，不同于公路赛，另外一种场地当中比赛。然后呢，选手身上穿的衣服呢是有号码，然后呢比赛就是看哪一个号码先到终点，他们用赌博的方式来促进那个经济的流动，就跟赛马的。对，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为了要振兴经济而发展了自行车这个运动，所以他们发展了这个运动很久哈。那韩国的话， 历史渊源我比较没有研究，但是我知道韩国跟日本互相不是很友善，所以为了要竞争，可能也会在这地方多做努力。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就是韩国跟日本的确是在亚洲的自行车界当中是相当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国家。是，对。现在是不是不见了？好像少一车了，少一个了。刚刚米捷亚车队的选手确实已经撑不住了哈，对他冲刺分数拿到了，然后爬坡这里他受不了了哈。 哇，现在呢还是这个带头向前冲的，带头大概是150米车队的 Les Martin。哇，这个时候已经快要接近到这一整个赛道的最高点602公尺的地方了。这个就是最后倒数剩68公里了，就差不多哦。所以这个路段是最艰难的。对，但是时间差已经变成1分16秒左右了哈，所以 主集团继续追，还是有可能会追到哦。但是时速也快差了10公里嘞。对，但是因为有时候路段的上下坡不同，对，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先看秒差跟距离。现在只有不到500公尺，只剩下400公尺哦。所以在距离终点距离登山点还有3公里的情况下，400公尺的距离是有可能会被拉回来的。对，现在正紧张的时候哈。对，现在呢，第1的就是美国150米车队的 Les Martin， 第2个就是韩国队的徐俊庸，第3个是奥地利绿高队的 Patrick。对，没错。而且刚刚从 主集团里面还有一团已经冲出来要追他们了，就是登山比较好的几个选手可能已经溜出来了，从主集团里面再攻出来了。这就是黄教练刚刚讲的，这个领先集团之后，在主集团中间如果有出来分裂出来的，叫做追赶集团、第2集团，对，追赶集团或第2集团，对，第2集团，对啊，已经分裂出来一小坨的了。是这一个吗？ 这一个应该是主集团，这一个应该是它是配流筒左上角那个配流筒那个字样有写，对，它是主集团。对。不过呢，真的想要冲第1当，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像是 Martin 当兔子往前冲，就像现在就是还在领先集团那边呢，要冲第1。没错。对，那真的也是要有胆识的。对，我们就要请世凯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说要请你介绍猪胆。
猪胆干，猪胆干。猪胆干，猪胆干，猪胆干，哦，这个是一个快要消失的客家美食。那当罗千百年哈，创下有些，不过底下当少年都来做的啦。哦，有中咯，哦，东南哦，这个因为怎样，去干嘛的，那猪肝，哈，那豆以后就话哈，做唔得变水哦，然后去出墙了以后，然后有些洗澡了以后，变染米露。卤好了，变夹呢，哈，然后捞个染，好干嘛的泡菜，然后嘛呢变到足蛋哈，千百年种干嘛那个足够了哈，干嘛滚呢哈，去擀平它，厉害人是到我们干嘛呢？用按照干嘛的管呢啊？我们像啤酒的啤酒罐这样子也比较方便，好混呐，好去把它擀平，擀平就让它干嘛的轻的哈，该按扎扎这样哈，它都是细的些哈，你把它切的那里脆一些哈。你就知道说它的那个猪肝哈，有带一点点微苦微咸的口感在那边。我跟你讲，非常好吃。最好买呢，该盘猪啊都一些烧一下哈，然后该猪蛋糕切泡的一片呢哈，然后表的蛋糕开始好，该猪蛋糕就是夹好盘到改边呢。當然，我係問過啦，佢講千百玉米站呢，應該好艱苦啲，但到山度呢好艱苦啲，所以佢個豬嘅較香嘛，香好以後就係個豬肉就係買睇佢啊，個豬肝雖然講豬肝對該用時間來講，有的時候人家講身體唔好些，食到豬肝就補一下，可是因為沖下食啊，該時嘛當簡單，然後佢該買的嗰隻農器來它保存是當好，是好啊，好久的時間哈，該都是一樣，就是切一片兩片，就慢慢按起些燒嘛，所以這個東西還蠻特色的。好，現在這個就是最高點，對，登山點通過了。剛剛第一個通過是徐俊庸，韓國選手；第二個是奧地利綠高車隊；第三個是那個1.5米車隊的。是，對，哇，所以這邊就一路就下坡了，對，下坡速度真的很快，下坡而且是陡坡，感覺我們的拍攝車都追不過他們。這個控制力要很強哈。對，選手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訓練哦，尤其是這下坡危險度是非常高的。對，你看摩托車追不上他，對，摩托車追不上他的，因為載着攝影師很困難。對，選手，我剛才有講，他們80、100都有可能。對，看不到了，很快。這個騎摩托車要小心。我們一般民眾的話，下坡還是要慢一點，因為他們都是有訓練過的選手，所以如果觀眾朋友看到這樣子的畫面，不要輕易嘗試哈，因為這個是有相當危險性的。就是講到最高點，對，也通過602公尺的部分。對。我們待會請導播再給我們看一下那個等高圖的那一張圖哦，它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我一直強調602最高點，仙山就在仙山那邊。現在應該是要經過靈洞宮哦。仙山靈洞宮。對，靈洞宮。仙山風景區的山頂過了。之後就真的是，我們看到這條等高圖有沒有？對，那個中間的紅色那邊之後就是下坡。對，已經通過，已經通過，已經走了一半了。坡，然後下坡之後會稍微再爬升一點，然後再往下降。對，所以現在可以，對，很清楚，對。好漂亮哦，這真的就浪漫了耶。我們看很浪漫，可是選手，明珠，你下次試試看，真的腳踏車，然後80公里往下衝的那種。千萬不要80公里啦，10公里是一個慢慢能有動降的概念。對啊，哦。這應該是靈洞宮啊。哎，是沒錯，這裡就是靈洞宮。這個是在仙山非常有名的一個廟宇。對。也讓這些選手過去有很多比賽也都在這裡辦的。是哦，沒錯，它是很知名的路線，比賽路線。你看很快，非常快，都是這樣子衝過去的。對。這轉彎已經減速了哦。教練，那真的不簡單，因為這些人哈，他不但要控制他速度，他要看路況，隨時要改變，要左彎右拐，對不對？上坡下坡。這裡要稱讚一下我們主辦單位跟警察這邊的交管做得非常的好。我們剛剛沿路上山就看得到，所有對向車道的車輛都是有被請他們停一下來，讓選手通過再走。那我們下坡這個路段幾乎是沒有在對向看到來車的。OK。所以選手他在比賽的時候，他可以很安心的說，哎，我可以
尽量利用这个车道，就是马路的这个宽度来转弯、来过弯，尽量提高我的速度。所以这个是官方跟主办这边做的相当不错的地方。对，就是尽量让选手能够安全的比赛。对，你看通过那个 U 字弯很快啊。对啊，那个发夹弯，前面下去更快。对，特别这个真的是高水准的国际级的赛事。没错。对啊，包括各个方面交管啊等等都需要配合的好。是哦。所以按讲起来，应该坦白来都善用我们这个地理环境的优势，还有我们现在可以做得到这个国际的一个专业水平，举办你的国际赛事，没错。一方面也可以吸引人家更多的观光客来，再个来透过我们这些转播，让很好多的乡亲、很好多的朋友们了解到当地的一个文化跟色彩跟地理环境。没错。那今天请到的车评呢，也是目前在台北市西松高中带队的黄教练哦，其实他也带队到国外去比赛过。其实你带队去国外比赛，也可以看到他们所的这个赛道的那些，包括风景，或是他们要呈现出来的，其实也是蛮多可以把这个国家地区行销出去的。没错。你带队去过哪边？我今年2月才刚带国家队去过缅甸比公路赛，然后接着又去马来西亚。比场地赛，对，那前几年的话，就是也有跟带中华队一起到印度去参加国际赛。那我到台北来，目前是第5年，然后已经有几年的带队参加比赛经验。过去我是自己当选手啦，对，如果说我过去当选手，就是去过泰国、马来西亚、香港、上海、北京。然后去过法国，然后还去过一些其他国家，就是有参加比赛这样子。对，那其实就是像我们一般出国是有点像旅游，出去玩很放松。可是我们出去其实不是对我们来讲不是轻松的。对，就像现在正在比赛选手一样，我们是会有一些工作压力，或者是我们有成绩压力，我们希望获得好的成绩。那个焦点有时候其实就比较少琢磨在那上面。当然，我们比赛结束后还是会去当地的，比如说特产店逛一逛啊，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回家做纪念品，或者是送人这样子。那是挺好呀。对，咱在喜头改为那对不对？比赛完正式做完了，我相信好好的休息犒赏一下。大会特别把今天的路线定为浪漫台3线，我相信大会也会准备一些客家的产物或者是东西来送给这些从世界各国来的选手。对。作为一个台湾的特色，是。那在这第3站呢，现阶段看到这个画面上面就是韩国的徐俊庸，已经拿到15分的登山积分。然后第2名的就是那个绿高对 Patrick，第3名的就是那个美国的 Martin， 对。然后那个泰德温第4名，他是去年的第1站跟第3站的单站冠军，对，那今年也开始慢慢的有表现了。好，那在目前的赛况呢，已经快要接近到后半段了，到底3况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大家就持续的锁定了。好，我们这边呢，请大家呢先聊一下哦，水都转来喽。
反仰都准了哟，他嘎丁吃腿，哇！现在看到这个选手，他们是整个脚已经对，另外慢，对呀，你该有开始上坡下完坡之后，下完坡，对，下完坡之后又要上坡的时候，就是他们很辛苦的时候。然后现在看到选手在举水壶哈，就是告诉那个裁判说他需要补给，对他需要补给了，他需要补给了，我突然讲到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客家话，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而且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讲就是白开水，我们讲的是帕同茶。帕同茶，你们没听过吗？就是白开水，我们不会讲水。美浓那边这样讲吗？对，我们形容这是个茶哦。对，但是它就是有白开水招待你。帕同茶，对，我们还是要很尊敬这个茶给你喝。不然你们白开水怎么讲？是茶，就是马海茶，也是讲茶。可是如果你改讲是茶米茶，那是茶。改是白开水和令水，这是不一样。对啊，所以。但是刚唔讲的，给爱贴白糖豆，还嘛贴白糖豆，他南铺，他同茶。那不过现在呢，这个选手真的经过了刚刚的一个上坡之后，然后急速的下坡，现在只剩下61公里就抵达终点了。对，抵达终点了。终点是在台中啊，台中石冈啊，沙拱游客服务中心。对，已经有追击的选手赶上来，看到了吗？对，已经追上来了。对啊，哇，该这样子很快，这3个就要拜拜，这个就淹没在这个车海里面了。他们前面4个选手变3个选手，这3个选手也已经消耗掉相当多体力哈。那差不多后面的选手追上来，同样的也是要花费体力的，所以他的集团集结在一起，他不一定会直接甩开他们，有可能会变成说，我们一起拔。我们一起合作吧，就是如果这一个集团大家有合作意愿的话，那形成另外一个领先集团，对，就会拉开后面主集团。新的集团，对，等于是，这边有一个红色车衣，应该是西贝尔车队的吉米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号码，不过。吉米在昨天的登山站也是相当的积极哈，他今天也有可能利用他的优势来尽量能够拉跟主集团的差距，想办法把他的个人排名往前推。现在真的是超前了。对，然后还有韩国选手直接往队伍的最后面移动。对，他为什么？他好像故意让出来。对他要到后面休息去跟车了，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带了。日本的选手也追上来，他刚刚已经是吹风吹太多了。他刚刚也是拿了很多分的嘛。对，他也拿到一些都有点敌意，冲刺积分跟登山的分数都有拿到一些喽，所以他的表现，他的队经理看到也是会肯定他的。对，现在加入领先集团的还有日本队的选手哈，刚刚在进隧道之前有看到，现在在前面领旗。是。那接下来呢，这个还是在苗栗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公馆，不是台北的公馆。冇叫哦。苗栗公馆呢，它这个它最低就是来到这边有台湾唯一种植红枣的地方，这个唯一种植，真的。对，唯一种植的红枣田，红枣。对，这个。丰州就是一个红宝石嘛，那大家现在到了采果季节了，都要天成花，一定可以自己采果。那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都要倒闭，它有红枣露菜，还有超级好吃的红枣冰。红枣冰。对，红枣冰要跟那丰州然后给露菜，然后做的一些创意料理这样子。所以呢，太极港来到公馆时间，来到黄金小镇可以采一下红枣，那么还可以吃一下这个红枣冰，非常的沾料。所以说台湾的红枣，除非是就是进口的之外，本土在地的就只有公馆。对，因为它有选择天气跟土壤、气候整个问题，然后它目前呢苗栗公馆最有名的呢。而且一般来说的话，有的人会讲对中贵了跟丰州那晒枣有些人会怕嘛，对不对？那我很建议大家能够来吃苗栗公馆这里的红枣。对，像我每天早上，然后有海发滴对不用赶记，记了被各位楼丰州落去就可以明目养肝。对，这很简单的就可以自己泡一下，对不对？
好，除了以外呢，其实都没有厉害。有刚才讲到这汶水老街，刚才呢，其实那个世凯哥讲的那个竹蛋馆啊，都要汶水老街啊，还没有周沟。哦，真的哦。对啊，我就在这边做的。那可是我要讲的是茶寿，就是给导毕业茶寿，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是条白你可以拿给叫茶壶啊，一诺不会时间。一天烘，要办法保温的话，就是用这个茶寿标弄一保温嘛。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目前能够毕业还有都会做的，就都让我们水楼给当过一个阿婆，也就起码都会别人家给茶树，对，那个真的很棒。对，那现在这个比赛呢？车手也即将要接近到汶水了，对，刚刚有已经要到汶水耶，嘿，我刚刚有看到那个扛棒在那边，真的招牌那边哦，汶水老街哦，都会哦。OK， 然后目前经过那个是追不到了吗？是我们拍摄人员这边都是落后的镜头了。哦，经过那个这是要检查关门的，连续2座山路的蹂躏之后，选手现在准备要去，但他们很努力。糟糕，我们的冯俊凯，这是冯俊凯啊，对，这是冯俊凯，他现在独自一个人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底下是可乐吗？喝可乐哦。对，补给那是补给。哦。对，可乐其实可以在那个瞬间，选手因为他需要及时的热量补充的时候，可乐也是补给的一种选择哈。永久对之外，不过刚刚我们也问了这个国家级的教练呢，洪志莹教练，就说冯俊凯嘞，前面也有看到一些镜头啊，他是不是前面耗费太多体力了？如果纵观我们今天从开赛观察他的表现到现在，我个人会稍微做一点评论的话，就是可能他在前段的部分他比较积极，因为他一直有想要出来带领一些选手，然后造成一个领先的落差，但是很可惜的最后都是被主集团就是给盯上哈，还是有把他追回来，所以他在前段耗费了比较多的体力的状况下哈，现在的状况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跟上主集团，这里这个集团也是落后的哦。经过大山刚刚过了之后，现在主集团已经拆成好几个了。这一个应该是主集团，我们中华队的选手是红帽子的。对，其他除了冯俊凯之外，其他选手是粉红顶的那个帽子。对，他们现在在主集团内，但是前面除了领先集团，还有第2个集团，然后再来才是主集团哦，已经拆成好几个。不过因为电视转播这边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资讯，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及时的知道说到底哪些集团有哪些队伍的选手。对。但是我们也有公哥近乡情怯了哈，冯俊凯跟钮玲玲嘛，对，可能真的很想要在乡亲面前应该有好的表现，孤注一掷的那个决心哈，这也算是一种勇气啦。对，选手还是要多做尝试，因为如果你没有尝试，你永远不知道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也许你成功，也许你失败，可是比赛不会就这样结束，因为你可能还有下一场、下一个比赛。对，没错，对。怎么现在呢？这个浪漫台山线呢，台山线已经骑了100公里了。对，总共呢156.3，现在已经骑了100公里了，骑了2/3的路程了。没错，剩下最后的56公里。这是世凯吗？对，这是冯俊凯，没错。他现在是稍微落后了整个大团哈。可能身体也有一点状况，不然以他的能力来讲，倒不至于说因为前面耗力就造成现在这个状况。他可能身体上有一些不舒适，对，这是有可能的。我李马海该运动员他要很自己能够调节自己身体的状况，没错。人家说这个他的一个职业啊，对，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把它保持好。对。我现在骑这一段还蛮长的隧道，隧道客家话怎么讲？溜，就是过隧道。对啊，在这个我觉得对选手来说好像还稍微轻松，不用晒到太阳，不用晒到太阳的这一段，好，只是对，不过有的时候到南港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会就是会有点闷的感觉，要看你的隧道是多长。这个隧道还蛮长的呢。会不会有一些选手他们有密闭？中华队的选手跟冯俊凯
见面了，冯俊凯也要赶快跟上这个集团哦，加油加油！对，加油加油！所以刚刚冯俊凯有尝试，所以这样判断的话，冯俊凯刚刚是应该有尝试跟着那个要突围去追领先集团的选手一起，但是他最后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是慢下来等待这个主集团的到来哈。他没有落到最后了。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回到主集团而已，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他的表现哦，因为冯俊凯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选手，过去他在国内的比赛，他都是以那种就是非常积极的态度，就是通常一开赛他就会想办法跑，然后一个人或者是跟他的队友一起回到终点这样子的方式，他是很有那种斗志的选手。是，对对对。如果比赛东西是你摸到最尾，你根本都不会知道，对，没有到最后不会知道的，对对，最尾，嘿，最尾，最后，很亲民，最尾的意思。好，那不过这边呢，这个刚刚看到了，大家应该也可以放心了。我还以为冯俊凯落到最后，对，他是想要变成第二集团，就是要追上领先集团的，他没有成功，对，所以他现在回到主集团了，还是回到主集团。表示他现在战术运用要改变，就领先集团现在有8个选手哦，包含日本、以色列、韩国、伊鲁米、绿高，那前面3个选手现在镜头没有带到，看不到。那原来我们所关注的本来是4个，现在剩3个嘛，特别是那个 Les Martin 还在 Patrick 吧。有 Martin 还在这里，然后还有那个徐俊优还在，韩国选手徐俊优也还在，对，然后伊鲁米车队的选手也还在。我这样看起来前面那个，我觉得那个日本的选手好像这个接下来的表现能力应该是还蛮有看头的。对，因为日本的选手是跟着追赶集团一起来到这个领先集团的位置哈，那可以了解到他的这个爬升的部分，或者是他们策略上应该是有做一个调整，在比赛的中后段开始到的这个领先集团的位置哈，有达到他们的设定的一个目标，所以也许今天日本队还会有另外不同的表现哈。过去2站我们都已经看到一些就是有点像黑马之姿的那个表现，像日本跟韩国都是有这样子的表现，所以应该还是可以期待。不，这一段路程呢就是比较平顺一点，没有爬坡。这段路程呢，一直要等到最后剩下大概20公里、19公里的时候才会到达鲤鱼潭水库，那边是另外一个高点，第2个高点。没错。对，鲤鱼潭水库在苗栗的3义乡，那边是403公尺。刚刚说最高那个仙山，仙山那边是603，对，602，大概差了200公尺。对，所以现在这一段呢，算是比较平的，坡度没那么高的。它现在这里的路段是有一点上上下下，丘陵地形，台山线。对，送哈哈，它地形其实是很多就是上上下下这样跑。那也有一些我们国内的台湾的车友，他们喜欢挑战1日台3线。真的？对，我们现在看一下等高图，现在就是在2个红色的那个中间的那一段哦。对。然后1日台3线从最北骑到最南，总长大概有480几公里，一直延伸到高雄那里哈，所以那个距离非常长。但是国内车友就像台北市长柯市长曾经挑战过1日北高、1日双塔，对，那1日台3线其实是难度更高的，因为它虽然距离比较短，但是它的上下坡比较多，相对来讲是比较辛苦的。感觉上，表示我们很有这个优势，我们应该多办这种赛事才对。我们应该去骑一下，我们应该去骑一下。现在来开放一下这个5公里、10公里，或是50公里、几十公里，分阶段的这个玩法。有，跟阿曼盛起对不对？国内其实现在的这些单车活动是很热的，就是每年度都有很多的挑战赛。像我刚刚讲仙山，它其实也是挑战赛的其中一段，热门。对，也是会被设定来增加一些地方的观光的东西，或者是说让民众有机会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的地方。对。好，那这边呢，当然我们要介绍浪漫台3线啊，浪漫台3线这一段的话呢，还有一些的景点啊，包括有豆腐
挑夫啊，含个两下吃婆的草莓哦，可能已经差不多已经到季末了。对，但是也给草莓吃婆味啊，都公年期间大家都很喜欢来苗栗大湖采草莓。那么其实就我们苗栗在地人来说，我们最喜欢现在去吃草莓，因为呢，他们都会把最后一期的草莓没有撒药，然后留给七嘎生。对，那我们都会称它为是贵妇团这样子。对，然后含个太嘎去都太福要倒闭就会去就种啊，因为现在有草莓香肠、草莓贡丸啊、大福啊什么的很多。走草莓醋啦、草莓酒啦，动作该周边草莓贡丸。对，草莓贡丸，浓厚色哦，草莓贡丸，对，草莓贡丸。而且十个月天气，十个下跌的，因为发觉到吼，因为咱呀改变那环境动吼，所以你就可能买交通法，还就买呢台风改变呢吼，就枫叶葱。就是我们看萤火虫，对，金马地该枫叶葱，它一定要环境很好的一个地方，它才能够生存在那边。有看到它表示说，我们把这个水土保持得很好，你也好的东西。不过对李伟呢嘛，到大家讲一下，讲假如研究几乎去看你枫叶葱的时候。记得了哈，那个环境是他们的，所以我们是外来者哦，不是他是外来者，所以我们要好好要尊重一下，记得噻。该翕相的话，莫打闪光灯哦，你打闪光灯，你就要叫吓到，要吓走以后，用什么嘞？哎呀，就破坏了整个一个环境生态，这是不好的。哎呀，可以好好的享受去，可是不要去破坏。对，另外那个九马。九马岩的话，江马园，对，九马岩的话，其实可能太起来也还没懂熟悉，其实台府给岛边该有名。那现在在江马园这边，当然你可以自己采姜啊，哈，也出了，涵盖有做姜麻饼啊、姜麻茶啊，也都该多。而且呢，我前一阵子很甜的时间啊，当年都会用个九马片的泡茶生，对，也是很棒。涵盖太起来熟悉个三义、龙腾断桥这些哦。其实三义这地方一定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因为全台湾有4个地方是得到国际慢活城市，都苗栗要特别就有2个，就迄都三义，然后南投要2个所在，所以呢慢活嘛，现在大家很夯的一个名词，来三义这边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慢活步调。那龙腾断桥其实太吉很常来身行车站，但是我最近有发现一些私房景点哦，太吉可以来到这个木雕老街上面哦，这边有一些年轻人。有上瘾挣了快点，快动。你突然用大白讲，还有上瘾，你就一直看着我，表情我就是大叔，你就是年轻人，什么口号？跟医生讲，我们要鼓励青年返乡。我也来到3字头了，是凯哥。对，然后当然要的做木雕的话呢，木雕，是真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木雕过去比较多是年长的师傅当木雕师，可是现在真的也有传承了，没有还有厂的一推正的传承来的，对，而且呢，值得大家鼓励。还有厂的木雕，他们的想法或者是设计又会更不一样的，对不对？跟老一辈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种功夫在，但是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他们木雕也许就是朝着比较时尚的什么的，也可以再把这个木雕的艺术再升华，或者是再退换成一个不一样的新的元素。对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哈。而且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我们准备出来的那个景点图，它其实都不会距离太远。对啊，所以是很欢迎大家，对不对？你一日游或者是在那边住1个晚上，地区性的小旅行。对，因为刚才糖豆高连共有带队嘛，所以我其实今天一定要大力跟教练来推荐。那教练有下一次带队的时候，就可以来这边做套装旅行。好，而且你看资料好，哪位像苗栗当个当都来签嘛？假因莫去该买苗栗当个签嘛，从因大合肥吼，今嘛当有线，以后当然为做因大个浪漫个推散社个专书，你知道吗？伊按度吼，因大督长又出来吼，上本书都改变呢，所以向前吼，因大送新朋友吼，就去看看了吼，可以写的、大的、高的全部有都改变。我们看下可以吼，你看中间。那一条就是台3线，有没有写的3？哦，那个就是台3线。你看这周边，台3线的周边，其实这些景点都没有很远。某东燕。哎呀，
所以呢，真的是欢迎大家来这边哦。但是其实话还是要讲回来，其实年能腿赛，现在经过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边有很多很棒、很有人情味的哈嘎尼。所以如果老教练带队的时候，真的想要休息下来的话，其实他们都会把客人当成像家人一样欢迎你们。哦，另外呢，这边也有对。哦，这个刚刚看到的是领先集团，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他穿着中华队的服装，我认为呢应该是陈建良。哦哟，已经当领先集团 leader。刚刚看起来那一团是领先集团，对他有可能是到领先集团，但是因为画面上没有显示出来哈。等一下，我们再多收集一点资讯。好，对，非常紧张。没有到最后，你真的不知道。对，没有到最后，真金。陈建良在昨天的表现非常的积极哈，一直是在第一集团进入到3区，在最后爬坡段才落下来哈，所以他昨天的表现很可惜哈。他如果可以跟住的话，加上他今天这样子的表现，他应该是。会是中华队目前表现最好的一位选手哦。那现在领先集团是完全没恐龙，跟刚刚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对。因为 Martin 也没有在这了。小出来了。对，日本的跟那个吉米队，最前方那个高大选手的吉米。哦，他很厉害的。对。那后面那个转到侧边的是美国赫兹队的选手，2级车队的选手。是。领先集团现在领先的距离是2分钟，然后但是那个画面上有点不太对，后方那个可能是 catch， 就是追赶，对，那主集团可能还是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哦，是，对，分成3部分，对，但是现在领先集团的人数很多，如果说后面主集团不追上来的话，他们成绩会大幅落后，因为4个人在轮流带头跟几十个人轮流带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团。如果形成就是形成呢，就不太容易再掉队，或者是会有体力不支的状况。对，不过也还有46公里。对，所以后面主集团还是可以伺机而动了。对，其实还有那个空间可以追赶上来，可以追上来哦。那这边呢，也要跟目前正在收看呢哈嘎听书台呀客家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也做一下说明哦。我们在今天 live 直播。这个浪漫台3线在电视的部分，电视的部分呢，就会在等一下呢，将近12点半的时候呢，是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呢，我们在YouTube 网络直播的部分，依旧是会继续为大家做 live 直播，到这一站浪漫台3线这一站的最后比赛结束，都会在网络上面持续为大家送上现场的直播。那所以呢，在电视的部分呢。虽然会告一个段落，不过呢，在包括客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也会为大家呢做这个赛事的一些重点的新闻，呈现出来，会随时呢在新闻方面呢会告诉大家比赛最后的一些状况，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锁定。那至于在这个电视的部分呢，虽然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比赛的最后，不过也有看到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过程当中，双方呢，嘿呀，对，追过来又追过去，嘿呀，对啊，同时也是介绍呢，在这次特别举办的浪漫的台3线的这一站里面，很多呢客家文化也是同时呢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介绍给大家。好，那当然呢，如果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这个直播在这一站的赛事的话呢，要继续锁定呢明路的转播。这个接下来的比赛，相信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对，现在拉扯的情况很严重，而且变化非常的大。对，因为你看现在领先集团的人，我们来看直播一下。对，不见得比主集团少。那后面留在后面的人，可能在今天的总成绩上面就会落后。所以，万一各队如果有主力选手放在后面的集团的话，那他今天的排名跟积分跟领旗赛可能都会掉。对，今天的变化会非常大，所以我才会说今天的。
各位观众，虽然在这个客家电视台哈卡电视台在电视的 live 直播的部分呢，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不过呢，我们在 YouTube 网络也是在客家电视台的 YouTube 的频道，还是持续为大家送上浪漫台三线的转播哈。在现阶段呢，在领先集团的部分呢。两前集团的部分呢，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各家百家，也不要说百家争鸣的一个阶段。因为呢，从一开始的4位领先集团的车手慢慢的被追赶上来之后，剩下最后的43公里，到底是哪一个车手？而且特别是到了最后呢，这些车手他们原本是在主集团保留实力，那他们这个体力也是算相较之下比较充沛的，冇錯。係啊。然後佢最後嗰夜團，剛下教練沒有講到係最棒嘅時間，而且呢，可能成績出來會讓大家跌破眼鏡哦。然後跟他前輩戰況來說，應該是說最後面會有很多的拉鋸戰這樣子。哎呀，所以剛剛的明珠一直想說，這個我剛剛一直想跟你說，這個吃有茶眼黑比賽他們是比賽的。你不能騎 U-bike 去。哦，哇！你如果講到，對，係我要代言過一個 U-bike 啦，我係先做導演，然後退俾人呢。沒有你談講經驗，我有 U-bike 嘅。哦，經驗就 U-bike。不過我代言 U-bike 嘅時間，當然 U-bike 總唔得參加比賽，可是呢，我也要在這裡跟那個展元哥講，我竟然沒有騎上茶，也有騎公路車。哦，公路車哦。對，真的，我沒有搞。對，然後因為之前我們就是跟 U-bike 合作的時候，那時候跟捷安特，然後就是一起來參與這樣子。對，當然如果要騎 U-bike 來騎剛才那個600公尺的話，可能我就可以上新聞頭條。對，你之前好像有看過一個新聞，一個年輕人吧，他真的就騎 U-bike，然後有對不對？攻頂。對呀。對，洪忠還有不應發錢呢。對呀，他除非當天可以還，好不好？對，做唔得，他會拜託。對呀。哇，所以明珠自己有在騎這種。溜的甜高，對，因為我其實很想要一直訓練自己，能夠來參加鐵人三項。啊，鐵人三項，跑步、游泳、自行車。對。哦，這小朋友，對呀。那個叫做福安國小。對，福安國小嘛。小朋友好棒哦，加油加油！要給吹唔氣。也還會一直往後看，看他到底領先多少這樣子。對，就是看看後面有沒有人追上來，有沒有人突然發動、突然發難呢？突然。忽然間。忽然間。對，或者是講傳神一點，可以講險峰之間。哦。險峰之間。先手。好像一陣風來，這樣就過了，一險峰之間。對。就鬆了哎，就鬆了，就追上來了。這個隊伍是剛才教練有講到那個。這是西貝爾車隊的吉米選手。吉米嘛。對，他在第2站的表現，登山站也很出色。他們是比利時啊，比利時。對。西貝爾。對，西貝爾車隊，他們騎的車也是台灣造的哦。哦。他們騎的車也是台灣的品牌。現在來到東坑這邊。他這次來參加很多的選手，應該很多的車子都是我們台灣做的吧？有蠻多都是台灣做的。其實世界上，台灣的自行車的產業是非常非常發達，然後代工的技術是非常非常成熟的。然後像捷安特，它幾乎可以說是，全世界排名第1的輸出的大廠，因為它的車子是銷往全世界各地的。對，所以台灣自行車產業在中部這個地方其實是發展得非常好。對，所以。像捷安特跟美利達，他們都有贊助一些職業隊，1級的職業隊，然後這些1級的職業隊選手在全世界各地的表現也相當的不錯。對，其實台灣的這個，特別是設計、製造、生產，吃有茶，真的是世界頂級的。可是，在過去。當然沒有像環法那麼歷史那麼悠久，是對。那我們在過去，包括現階段已經是成為2.1級的高規格等級的環台賽。它在過去呢，最早開始是怎樣慢慢起來？從我認識環台賽到現在以來，環台賽從過去可能只有亞洲的幾個國家參加。那時候路線比較傳統，就是它是一站
沿着台一线一路南下，然后再绕到东部，绕台湾整一圈。环台。对，那现在因为为了要增加比赛的刺激性，跟配合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行销，他把路线改成就是可能在某个区，比如说今天有浪漫台三线，昨天的桃园是绕了桃园的100多个乡镇，然后台北市站就是在最具指标性的台北市政府前面做绕圈赛的比赛，他把比赛变成一个是他跟观众之间是有一个互动的方式来进行。那过去的环台赛等级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它不会有国际的积分，因为你要升上2级队、1级队，你必须要拿到国际积分才能够往上升。那所以环台赛在每年慢慢提升它的等级之后，就越来越多这个知名的车队或者是想要挑战这个台湾的这个比赛的车队会来参加这个环台赛。过去可能亚洲的队多一点，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来参加的队伍，其实欧美的车队是多于亚洲的车队的。对。而且在真的整个环台赛等级提高之后，包括这还要国际认证啊。对，没错。等级提高，不是说我自己说我是2.1，没错2.1，真的是要国际自由车，它是需要总会的认证。没错。包括你办比赛是不是都能够符合到这样的规模，包括你的场地就是路线啊等等的规划等等。那提高等级之后，国外的选手像前面也有介绍过。有4支职业洲际车队，就是2级的车队，然后10支洲际车队、3级车队，还有包括很多的国家队来，他们才愿意来耶。不然以前办比赛都你还要主办单位自己花钱请你来。那你来这边机票、住宿，我通通帮你包办。可能还有出场费。最早的时候要出场费。最早邀请德国的那个车队，那时候美利达有赞助德国，然后邀请他们来台湾比赛是要付他们出场费的。对，才愿意来。对。但现在我们已经办出口碑了，而且还有那国际积分了。对，他们都是就赶快跑过来。对，要来拿积分才能把车队升等。对，没错。我们先来看一下，看一下哈，这是领先集团。对，这领先集团包括了美国赫兹、伊鲁米，然后呢，有中华队的车手吗？有陈建良在里面哦。对，可以期待他的表现。然后好多哦。对，席贝尔车队跟威利尔车队的选手也都在里面哈。陈建良是编号是132。刚刚对不起，他现在没有出现在画面中。没有在画面。我要看一下，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他的身影，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晓得是不是往后掉。对。不过现在这个领先集团跟主集团的差距只有短短的1.7677公里，还不一定说是结果是怎么样哈，因为要看最后才知道。伊鲁米的车队现在有2个选手在领先集团内，对。可以说蛮多队的选手都有在前方，那相对来讲后方的选手可能他只要有领先选手在前方的话，他们的态度就会转为消极哈，就是我只要跟，我不太想出来带。对，你的教练是不是讲讲一讲？因为我们看一下比赛只剩下38公里，对，只剩38公里，是不是大概在20公里左右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要该突围的就要突围，该有大动作的时候就要有大动作啊。其实队经理在那个路线图跟等高图，他们会去设定一个点哈，也许我要在哪里。如果他没有实际走过，比如说外国车队来，他没有实际走过，那他可能就是看等高图设定一些进攻的点。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计划，那我可能就要在哪里做进攻。像现在。领先集团又有人开始想要脱逃哦，他不想要跟大家一起轮，他想要自己走哦。对，这有可能都是队经理或者是教练下达的策略，或者是选手自己判断，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对，然后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前面应该是以色列的选手，对，以色列的选手，好亮啊，非常的积极。然后后面那个第2个应该是右金车队，有点不太清楚，看不太清楚。好，那现在其实他们现在正骑在东坑路，
东航路，东航路也特别出往航，也特别有一个中油公司的博物馆。对，出往航也台北很多人这边采矿，非常的有名。那么也还一方呢，就是在一个博物馆都要特别台积港州的来做一些教育。不过我觉得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台北从客家人做农的时节啦，有时候没有办法喝太多水，不方便的时候，会含一种叫做油甘果，它是很生津止渴。它这个果子我自己实际吃过，我觉得它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从买 C 你的春瓜给你发，有时候喝太多水不方便上厕所，所以有时候不敢喝太多。可是吃这个油甘果啊，它可以让你分泌唾液，然后呢，它一开始是有点酸，后来会转甜，最关键会转甜，它会让你生津止渴。而且听说它现在是由联合国唯一认证是可以抗氧化的一个果子。对。那它是非常的厉害。它是我们一般不知道是什么树结的。其中是油甘果树。那如果你如果大家现在听到之后，以后有再去市场上，我刚好看到卖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果子。对，有点像干嘛？千百人家含个橄榄嘛，你啊，该种路过的橄榄，腌制过的那个橄榄，你知道吗？就干干了以后，你吸落去之后。一开始有点酸梅，然后就生津，然后慢慢的追梅一些，该干梅是出来就有点甜的那种感觉。对，生津止渴，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俺跟时节在出外景的时候含着，你谁？竹蛋根，你谁在这样来小？对，就这个，他们说很像棒球手套，对，有点开，有点高，对，所以是晒干的。它要晒干，它要晒干，它大概抹了盐，还要抹盐。它是中药的一种。其实我觉得它很像乌鱼子。它不是中药的一种，算食物，它是食物，就会煮干呢。对，你把它想象成乌鱼子，因为就是比较重口味。来说麦是刚刚给切泡泡，把它做手卷，然后做创意料理，我觉得也很蛮棒。因为这种ramhi鹿狗，所以它很咸，非常对，它很咸。然后那个因为在猪肝它本身带一点点苦味，你知道吗？然后它因为晒干水分都没有了，所以应该洗到一些哈有点涩涩的那种口感在那边。但是它这样吃的话，是像民族广味一改一走搭配其他的食材的话，它其实是有点提味的一个功能性的。对，你单吃的话是梅头太冲嘞，太憨啲了，太涩啲了。对啊。陈建良在这里。在哪？戴粉红顶的帽子那个。1、2、3是大概第8个、第9个。所以他现在也在领 Leaders 里面。他骑的车子是白色，所以我昨天有注意他的状况。他今天也是冲出来喽，所以对，至少跟上。不错。加油！在领先的集团里面，非常有可能会翻盘，对不对？因为现在战况是相当混乱的，不过各队大部分比较强的队伍，像以色列队、伊鲁米队跟那个绿高车队，还有贝尼龙、澳洲贝尼龙，他们都有2位的选手来到了这个领先的集团哈。那建良现在目前我看到中华队应该只有他1个，所以他要想办法尽量在这个集团当中节省体力哈，然后不要被其他的人甩开。对，前面有提到过陈建良，他是去年的亚洲，他去年就是环台赛亚洲蓝山，对，没错，就是亚洲里面亚洲选手里面最好的啦，表现最好，所有战比完之后最好的成绩的，没错，对。他是哪里人？他是算是台中人，对，台中也有可能是客家人，对，他想回家，又是回家了，真的，都专业，赶着回去，不要来我，对，赶着回家。教练，我问你一个哈，不是很专业，但是我想一般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好奇的，因为今天的赛事里面，它有专业的，还有国家的，还有职业的，对，所以这样比起来，会不会有不公平的感觉？其实不会，因为在世界自由车联盟的规范里面，它把赛事分了等级，它也会规范说1级赛可能只有1级队，或者是开放到2级队参加，但是1级赛就是给1级赛队参加，2级赛可能2级队或3级队可以参加去拿积分，但是最终你还是全世界只有18个队伍可以注册为1级的车队，对，那这1级的车队才可以参加3大赛，所以。在我们这次环台赛的选手里面，有1位曾经参加过
环法跟环意大利的选手，那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最早提到的日本的那个选手，日本那个选手就是背号新城信也，他的背号是156号。156号，他昨天为止的总成绩是第6名，落后总冠军是10秒钟的时间。不过我今天好像都还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不知道他们队经理打什么鬼主意。对，这个是有在隐藏，而且现在领先的这个集团里面，希望那个领先的是日本选手，在最前方。对，刚刚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小饼，红白小饼。对，那现在已经是到大湖了。对，这地方是大湖。那在市区这边呢，也很多的民众夹道欢迎欢呼。这个也是真的可以变成1年1度的大事。真的。对啊。太湖亚岛毕业，刚刚沿路都有看到有一些草莓果园嘛。对，刚刚没有讲的，像现在进入春天的时候，草莓其实已经进入比较末期了。不过其实大湖一直进去的话，可以来泡温泉。对。是大湖。对啊，沿着进去去到太阳给岛毕业发。咋个落去到泰安街里面？泰安。晒温泉，所以。他们如果比赛完要留下来的话，可以一路沿着台山线玩回来。对。可是教练刚刚讲过说，他们可能回去要泡冷水，那如果泡温泉对他们讲应该就不太适合了。一般来说现在的方式都是先泡冷水，先冰。对，但是其实再热。对。那运动科技这个部分，其实过去10年跟现在的一些原理跟方式法则都有一些修正。过去认为是对的东西，现在有些说不是那么正确。对。但是现在的趋势是选手训练结束、比赛结束之后先泡冰水，是现在大家认可的方式。对，它也是有，当然也是有经过一些学术研究的基础存在。但是也许10年后又有更好的方式，也许热敷也不错。对。其实你要考一场温度是25度，应该算起来还蛮舒爽的感觉，都该讲。可是选手因为在运动。对，因为他们在动，对，所以他们的温度。因为我本来还想个25度有风安去擦个风吹溜溜，还蛮舒爽的。不过你嘛操，因为他已经骑了100公里了。因为我们骑的时速可能只有20，然后感觉风吹来就好凉爽，但是他的时速40，那个比较辛苦，就比较累。对。威利尔车队的选手也到前方了哈，那个是54号。他一直往后看，就是看他差距多远，对不对？对。但是这个集团，我想他们还是会处在一个比较合作的状态轮流带头，然后想办法扩大秒差。如果说 G7 总排名没有在前面，或者是一些领骑3的选手他没有在前方的话，这个集团就可能会想办法摆脱他们因为只要能造成那个右金车队的伤害，那他们的排名就可以往前，那右金车队的 G7 车手就会被拉下来对，像刚刚最早我们就有总结前面2站了，目前呢着黄衫的日本右金车队，虽然他是那个澳洲人嘛，他叫做 Robbie。今天都没有看到他，对，今天都还没有看到。不过他的队友有在前方。等于是他所谓的着黄衫，就是他今天出发的时候就是穿一个黄色的车衣。对。大会会准备一件黄色的衣服，然后中间会留空白去盖他车队的 logo， 就是 logo 贴上去。对，然后让他穿着这件黄衫来代表他是所有成绩里面的领先者。黄袍加身。对，没错。但是我现在目前我好像都没有看到那件黄衫的选手在前面，所以他是在后面呢。黄衫穿在身上，然后大家就一定看得到你。这里绿的、红的、蓝的都有，就是没有黄的。哎呀。黄衫躲到哪里去？绿的代表什么意思？绿色是强胜。绿衫代表是什么意思呢？绿衫就是它是所有冲刺点的积分里面的排行的第1名。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在台山线是2个冲刺点嘛，对不对？这个是所谓的冲刺点积分是绿色的，强赛绿衫。今天我们有看到那个米捷亚车队的选手拿了2个。冲刺点的第1名，也就是他拿了10分。那如果假设他前几天，对，我们可以来等一下可以 check 一下米捷亚车队他前几天的那个冲刺积分。如果他加上今天的分数10分的话，他应该是可以把他的那个
积分排往前。这个就是草莓园了。我们叫吃婆哎。那个草莓的客家话叫做吃婆哎。吃婆哎。吃婆哎，这也现在有一条讲法，还讲吃婆哎，还讲头白那种野草莓比较小的，小颗的。对，所以可能现在也因就会吃脚讲，我们都臭沫，没有人爱用吃脚讲，应该还把它吃因为啦，你看很多人在讲说到底要怎么讲，因为有道系天然一本书台嘅，就係講法留下來講嘅，有道因是講，咁厲害書台是應該照厲害書台講，所以春草嘛冇我馬下講，你講嘅唔錯。佢講嘅長錯，而是講一隻獅頭，佢嘅名稱係冇恐龍嘅。不過，咱嘛的李偉呢，嗰種恐龍，應該發覺到文化動盛起嘅地方是在李偉呢，大家已經談嘅嗰種講，就是它是屬於什麼文化的一個階層在那邊動盛起，對不對？那你看那種李偉呢，對啊，加油點，對啊，哇。個對李偉呢，阿媽老大家少解下是講，那現在講嘅台山縣當個到底幹到，那講當到好食嘅，好料嘅，咁到底你了嘅治療而係那邊呢清其實都簡單，其實當然因為用苗栗當個清，可是苗栗當個嘅治療嘛又臭嘛又唔臭嘅東西，韓國我唔記得是講，又到苗栗嘅治療係像民主好嘅，然後愛好嘅冇恐龍所以愛食嘅愛吃到冇賣健康，我已經對民主來講，佢吃到當聖經，佢吃到當好食嘅東西，對我來講吃到講很走得是愛用甜所以我是吃到講，你一個治療，那大家清到嘢你係想象啊，乜嘅對你嘅家係吃到最有用處嘅，你就係聽醫生講咩呢？那合肥飛機一直在發展你的推山前呢，客家種嘅一個資訊的改變呢，做更多的努力，像這些民主講更多嘅嘛，後生人嘛轉移都該做啲資料。我唔記得講，其他轉移嘅，其他嘛為到大家地方農會啊，合作，所以也請更多嘅賦權嘅，或是財團也好啲嘅資料吧，農會地保嘅資料，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選擇的改變呢，那當然韓國緊啲哪間點啊，緊設計係清該間點啊。佢嘅家係對佢治療呢。不過我從我老當朋友講是講，因為老聽講係慢城嘛，所以呢度裏面呢，因為老佢家買的腳步要放慢我走到跟人家是講呢度裏面 A 點打卡是走嘅，就可以 B 點但是可惜咧，所以呢度你要好好來聊，好好休息啊，好好來看大家這種文化蠻有都好誒啦。還有一個很快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網絡上搜尋打客莊好味道，或者後咪西我節目，譬如說你到苗栗市，你可以打客莊好味道苗栗市，你就會出來那一集。然後而且我們在 Google Map 上有定位，所以可以而且網絡上有一個評論，就是說跟着民族的客莊好味道去吃的話，絕對沒有地雷。真是打包票的。客家好，客莊後咪西，客莊後咪西，就是味道的意思。那剛剛有講到那個農飛啊，農會各地的農會其實呢也是一直在積極的推出來，地方的一些觀光，包括吃的東西。那這邊是有那個農飛有推出冰淇淋。對啊，剛剛有講到嘅鳳州嘅餅啊，鳳州嘅餅哦，苗栗有鳳州餅，香港苗栗公館很有名的就是烏味，有時候公館芋頭會跟大甲芋頭大車拼，會說哎呀你大甲芋頭都是你苗栗松溝魚，確實我相信也有一些這種狀況，但是要強調就是說，你如果來到公館農會的話，你可以吃它的鳳州餅、烏味餅，我跟你說真的超好吃，那絕對在超商買不到的，因為它用全芋頭去做的，全紅棗去做，超好吃。對啊，真嘅，而且我是真的不好吃，我不會講那麼多，真嘅都好食。我係咁講啊，因為就民族你少改嘅節目，因為蠻多年的經驗咧嘛，係嘛，所以應該人哋客家種來會就講轉咧，所以我想講問一下，如果說你只有一個機會推薦一道你最推薦的客家料理美食的話，你會推薦什麼菜？我會推薦叫做牛板。牛板，對，那個讓教練知道一下，它就是中文可能可以叫做鹹板，或者叫做閩南語會叫做鹹粿。那
对，很贵。那我们客家人呢，就会大摆的过年过节时间会大办的嘛，跟那个年糕里面啊，会有放肉末啊，还有放虾仁、哈皮呀、红葱头下去做的那个年糕。我跟你说，真的是超好吃的哦，真的，你一定要吃到2个好，这样有种。亲到阿公阿婆用，对我来说，对。个像喺度开了讲，你应该当个咸甜版。哦，咸甜版有。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人家客家人的一个很人家所有该买的版类地板哈，都特别的哈，很特殊的一个咸年糕。美浓有吗？美浓那里？也有，我有吃过奶丝糕，对，但是没有说很注重，我们就直接美浓就是面趴板呐，面趴板条，对，板条，对啊，我这边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我曾经在台北有看到它这个招牌写的美浓板条，对，就那些 oyster 啊，就发现它的板条是宽的，宽的就不是正宗美客家板条，好不好？因为美浓的面趴板就是板条，其实是细细的，都是很细很细的，那个才是正宗的美浓板条。所以啊，宽的就不是。放让台家紧紧那个客家中才能够感受到什么叫菜地最菜地的料理的味道是出来的哦，要到客家庄来了哈。那教练呢？你印象最深的客家菜是？有，我去关西的话，一定会去某一家餐厅吃他们的料理。哦，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我刚刚讲那个鸡酱，他把那个鸡应该是煮过，对，白斩鸡，然后沾那个鸡酱吃，那个味道真的很难忘。我每次去关西，我一定会去那家餐厅。我们导播很厉害，马上找出了面趴板，就是这样细的哦，细的才是正宗的米浓跟面趴板板条，不是那种宽的哦，不是那种宽的，好不好？找出了照片的。不过对我来讲啦，我叫客家吼，你家在那个做妈。你知道，嘛系讲烟狗这些做哈，对我来讲就是红烧肉，哎，那种做吗？但是我觉得，我也查过它的历史，我也睇到佢簽過，法國度吼，記得講，假如為食做媽，積分99.9%是客家人來的。哎，當甚至在嗰個什麼啊，蓋梅頭吼，因為怎樣，蓋做媽阿碰做媽蓋，唔對啊，蓋食出來蓋東西吼。你所以其實講，奇怪哦，別的地方冇買就買得到東西。能夠那講煙狗這咩拜拜的時候，佢當到嘅生意，當到嘅嗰個拜過嘅該要注用，你要慢處理。做媽是最好嘅方式到改變呢，而且做過以後，跟肉嘅味道完全變態到改變呢，就非常嘅推薦大家哈，而且喜歡大菜法哈，我個人最喜歡就是我們做媽紅糟肉，而且當養生哦，非常紅曲，而且當聖節嘛呀，冷嘅嘛好食，吹燒咧嘛當好食到改變呢，係啊，都少要酒味到改變呢。那刚刚我们在比赛这边呢，只剩下最后的25公里就要抵达台山线浪漫台山线这一站的终点了，不是整个台山线终点啊，台山线非常长，就是台中石冈旅客服务中心呢，只剩下最后的25公里。那这个 Leaders 哦，这个领先集团，我们的呢？目前在画面上还没有看到。我有看到那个日本的哈，对，有看到日本的选手，现在已经快要接近第2个，在整条路线上第2高的了。刚刚讲到403公尺高度的鲤鱼潭水库了，对，已经在接近鲤鱼潭水库登山点，大概在5公里就到鲤鱼潭水库了。Martins 还在前面，不是，那不是他，那不是那个绿高队的 Patrick 应该还在，因为他没有参与冲刺。那另外那个 Roy 跟那个韩国的徐俊庸2个人，他们应该也已经先休息了，因为他们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呀，15分呢，他已经先拿到。因为他们2个人是冲刺积分榜的第2名跟第3名，跟第1名的冈本准只差1分。所以也就是说，今天的那个 Roy 他拿到2次的5分，他就已经总分24。站稳那个冲刺积分王的宝座，每个人的目标对他设定不一样，他可能他策略就是把绿山拿下来。那徐俊庸现在排在第3位，他当然也想往前挤。现在反而是日本的冈本准，他是落到第3名，然后呢，徐俊庸到第2名的位置。对，后面2站还有一些设定冲刺点的，所以
冲刺王奖落谁家还不知道。是，对。不过这样子，刚刚那4个，当然他们现在就休息了。对，有些。不过刚刚他们镜头也抢够了，大概蛮长一个路段。2小时的时间，对，老板说今天表现不错，回去可以加薪一下。现在看到阶段性任务完成，真的哦，抢了2个小时，都是他们4个。对，现在领先集团里面2个骑橘色车子的是右金车队的选手，然后还有包含了南非、贝尼龙，然后以色列这几个选手。我们有看到的红帽子，如果有红帽子就一定有陈建良，是，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位置，所以他有可能是在追赶集团里面。他那个轮子好炫啊！对，真的哦。这可以看得出来，造价都不便宜，造价不便宜哦。对，这一台车多少钱哦？一斗钱。多少钱？它如果是目前市面上最昂贵的轮子的话，公路用的大概在17、18万左右。对，一组轮子前后轮这样子，大概17、18万。轮子而已哦。对，不含胎哦，胎要另外买。哦，对，你说那车价还不含？车价不含。对，那整台的造价2颗轮子18万。哦，这很常见，这很常见。其实因为。自行车运动它是一个，你说轮框而已，这意思就对了。2个轮前轮后轮2个轮子，18万，包含车价、坐垫什么都要不含，18万都可以买重机了。对啊，所以整台车造价最高昂的可能会在20-30万以上。对，然后有一些是特别定制款的，像国外曾经有做过一台，就是它全车都是贴18K 金的车子，贴18，全车18K 金，那一台就是，对，那纯粹就是拿来观赏用的车子这样子。对，但是我们现场，我们的摄影棚现场，我前面都没有时间介绍，我们也特别有厂商啊提供，这真的就是公路车。对，这个车子的品牌也是台湾的厂商所打造的车辆。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若雨那个抢分王那个积分王，他就是骑的就是这一台车。这是我们台湾的对，这是我们台湾厂商自己制造的，自有品牌自己开发的。真不容易呢。他可能一开始是代工厂，然后后来开始开发自有品牌。对，所以这个在这个品牌的车子在今年的环台赛也是相当的强劲。叫什么？Maymio。对 Maymio， 中文是讲米捷亚，就是米捷亚车队，就是那个车队，对，就是冲刺王那个车队，芬兰米捷亚车队，他注册在芬兰，对，但是他的2个队经理，那个 race director 他是台湾人，2个管理这个队，可能一个是教练，一个是 team manager。对，教练啊，我有听说过那个，其实那个车座是非常重要，是不是？车柱，座子。椅垫吗？坐垫。对啊，坐垫。因为制造坐垫的厂商非常多，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也有。但每一家厂商，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那个骨盆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差异性。那不一定说哪一个厂牌的坐垫会是最好的，但是一定。至少你可以找到一个坐垫是你坐起来可能比较舒服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车子的坐垫很小，对啊，然后男生女生其实也不一样，那你要长时间坐在上面骑脚踏车，像他们这样子4-5个小时以上，你一定得挑一块适合你屁股的坐垫，对，不然的话几个小时下来100多公里都该那哇！刚开始学习骑车的。那个车友他们最不习惯就是为什么一天骑下来屁股好像快裂开了？对，很辛苦，所以挑一块适合的坐垫适合你，它不一定是高价，但是它可能适合你坐是很重要的。对。现在呢已经快要到鲤鱼潭水库那边去了，不过这边也要温闽族到卓兰、大兰，卓兰是有什么有吗？大兰最有名的就是亚个水果啦，来到水果王国，就是在卓兰这地方。比中发讲有讲到有杨桃啊，有葡萄、水梨啊，全部对大兰要到位个有名。所以来到卓兰一定要吃新鲜水果之外，还有出一些水果的风味餐，还要把水果冰到亚个彩色地度，没当沾掉。当中也唔对啊，该卓兰水梨啊，那类煮汤料，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好吃，超好喝，而且润肺，对我们的身体这个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拿那个水梨，就拿雪梨做菜，它其实很大方，它的水梨中间挖空，对不对？它里面煮汤。
哦，没有按永州哎。对呀，对。然后那个你要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就是那个碗，那个水梨的肉。水梨煮汤，对，像水梨盅，是不是有？对，水梨盅是不是有止咳的效果？有，对，肺止咳。对，就是冰糖炖水梨是对于那个肺啊，或者是喉咙止咳最好。当教练很需要，我们也蛮需要的。问到讲蛮久的时候，我们也蛮需要。像这个黄志颖教练，他在西松高中当教练，教那个小朋友，那年轻人，哇，更难。对，很辛苦啦。对，有些小朋友就是当然练车很辛苦，对，会不练呐，或者是调皮捣蛋呐。对，都会有这种情况。可是我们最容易没声音的地方就是那个比赛的时候，比赛完我们的声音都是沙哑的。所以你们是跟着车子，然后一直喊给选手听。我们如果是场地赛，在比赛场地赛，对，那公路赛有可能有时候也会这样，不一定全程啊。但是就是说，那个讲开玩笑的话，就是每次比赛每次失声这样子。好伤音啊呢。哦，教练在选那些学生来参加那个训练的时候，他们有自愿之外，你要怎么样判断这个人是有潜力的？通常有些来他是没有运动基础的，那你可能就要从头开始去慢慢培养他，然后观察他的一些表现。我们会设定一些不一样的练习内容让他们去试，或者是因为选手大体来讲分2种，一种是瘦长型的，他可能是耐力很好，爬山很快，然后公路赛比较是他拿手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是比较强壮型的，对，强壮型的他就是可能比较快、比较壮，然后爆发力比较强，这种就是跑场地赛很适合的选手。所以，自由车运动，它除了像田径赛一样分长中短距离的选手之外，它就是看选手有没有天分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他的身体的协调跟敏捷性也很好。这是什么？已经摇铃了，20公里嘞，这是。这一个是登山点哦，这个是登山点，这个是第2个登山2级坡的登山点。没有错，我刚刚讲到的，这就是第2个高点的位置哦，它会有设置403公尺的高度。刚刚有看到那个最高602公尺，仙山那边嘛哈，也有一个这个点。那这边呢是403公尺，鲤鱼潭水库之后就开始下坡了，对，要接近终点了，要进终点了，最后的19公里，对，没错，19公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你的团的那个计谋就很重要，对不对？哦，该要怎么样运作，该要怎么样，要冲不冲，对不对？接下来比赛会越明朗化，越来越明朗化哈，因为各队的那个主力在前面的能够维持在前面的，大概也已经设定好了哈。那对，刚刚有看到一个车手，他举起他的左手是比什么？他是拿水壶起来，他告诉裁判说他需要补水，上前了，可以跟裁判讲。对，因为会有裁判在后面，跟在不管是任何集团分裂出来，一定会分派汽车或者是机车裁判跟在后面。然后呢，对车要上来补给之前呢，一定要跟裁判打个招呼之后，你才可以上来补给，那选手才可以从你的对车上拿东西。现在这个头探出来这位就是马丁裁判长，他是Com2裁判长2号。对，他是负责顾领先集团的。好，不过对，再怎么样哦，还是这个身为一个体育主播，还是得提啦。虽然真的有点难过、有点遗憾的事情，就是昨天第2站的时候，对，迪莫就是我们这个桃园站那边有工作人员指挥错方向，对，所以呢，领先集团的走直线过去了。那我们不是说有主集团吗？主集团人被指挥错的路了。哇！走错路了，而且呢，走错了大概5分钟啊。对，蛮长的一段时间哦，对，蛮长一段时间。这个真的是有点糗啦，老实说有点糗。不过呢，这个所谓裁判长，毕竟这个叫依照国际上面，他有规定，他有停赛，大家停下来不能骑了。对。然后经过仔细计算秒数之后，就是在走错路之前的秒差，把它计算出来，重新再放行领先的集团跟主集团。这也是代表，就表示说我们国际赛主办的还不够多，我们要再多一点，对不对？多一点的话，正面思考。对，我们一定要这个时候我们要再多一点，这样大家对这个共识跟专业的知识会更再提升一些。犯了很大的一个错了哈。不过这边大家请教专业的洪教练，像昨天那个状况这样的一个处置，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领先集团的，我都已经快到终点，今天是快到终点了，还被这个在18公里的地方被强制停下来，大家都不要跑，不要骑。如果大家有看昨天的TVBS
TBS 网络直播，他们有一些镜头是领先的群的车手下来，裁判要他们下来之后，他们非常的生气，尤其是新人信也他非常的不满，对于裁判的这样的处置有一些很大的质疑。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第一个他已经在领先集团，他有可能可以趁着这个优势，搞不好领先集团其他人都已经很累，而且他体力还正好的时候，他要发挥，他可能要发动攻击，结果却被拦下来。那拦下来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其他本来已经很累的选手，现在在心里面，哇，我可以休息一下，对，暗爽一下，哇，我可以休息一下。对，这对第一集团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人都获得休息之后，那比赛可能会拉回原点。那主集团当然是因为说，可能也许他被大会指挥错的路线而造成的这个秒差让他回来，但是问题是，第一集团他们还是有一些抗议，但是昨天裁判长他也讲了一句话，他非常的直接，他就说，你可以选择继续参加比赛，或者不参加。对，你要就是遵从我的决定，不然你就退赛。非常的强势，非常的强势。那裁判长如果会这样做，已经就代表他一定有他的立场跟理由跟判例。不过，其实我参与自由车运动这么久的时间，我第一次看到亚洲巡回赛以上的比赛跑错路，而且是大会官方的一些失误。那这个真的是比较稍微可惜了一点。对。对，那工作人员现在应该承受很大的压力。是啊，没错。对，它就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啦。是，但也不多累嘛，知道吗？该发生累嘛，对啊。因为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有一些欧洲的选手，他就说就发生了啊，就发生，因为我明天还要比赛，我待会要比赛更重要嘛。如果说今天是选手自己走错路，而不是大会指挥有问题的话，那个失误是选手自己要承担的。对，所以昨天会把选手停下来，一定是官方这边应该是有一些状况。不过我们后来是没有办法获得他们一些相关的公告讯息，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昨天晚上应该，大会有跟各队的那个领队应该有好好的协调了一下。对。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终于找到了目前穿黄衫的那个右金车队的罗比，他在主集团里面。对，他在主集团里面，不过只剩下16公里了。对，已经是下坡路段了。现在呢，还是在这一站呢，浪漫台3线的这一站。焦点还是这个领先集团。对，今天有可能发生黄衫易主状况。如果说领先集团领先的幅度，而且是有成绩比较前面的选手，例如说新城信也如果在领先集团里面的话，他跟第一名的41秒差距就有可能倒扳回来。其实这样讲起来，在造方上有时候它是一个荣耀，它也是一个压力耶。对。那职业选手，这就是他们靠这个吃饭的家伙，对，这是他们拿来吃饭的家伙，所以有什么拿手的本事一定要弄出来。对，这么穿那么醒目的猛仔你又不能头蒙起来，压力很大。其实职业选手比较高阶的职业选手，他们都很懂得怎么样在媒体或者是在电视上表现他自己，然后一些抢镜动作。教练现在预估大概在多久就会要通过了？我们最后15公里，我觉得这个以目前如果最后都是上下这样起伏的话，大概比赛会在20分钟左右应该会完成。应该会在20分钟左右完成。这一个通过终点的呢，你是在20分钟？对，现在领先，现在这个集团是 leaders， 就是领先集团，它还有15公里到达终点，而且行进的速度我们现在看得出来是蛮快的所以它应该如果上下都是这样子起伏的话，大概会20分钟之内会到终点。对，但是现在大家就有点开始 S 型前进了。对，我不想跟你合作了。从刚刚的就是我们本来是联盟，现在我要跟你对，我要跟你造反了。我不想帮你挡卡位很重要的。对，大家开始有一些动作，虽然距离还有15公里但是第一集团的这一个动作感觉上是大家有一点稍微不想要互相配合了。对。那其实呢，在台中待会就到石冈了其实台中东市也有哈嘎尼。对，董事亚倒闭的哈嘎尼呢，刚才是凯哥有讲到，东市这里的客家人讲的是东市腔的客家话，就是台埔腔。那我自己来到这边出外勤，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觉得东市的客家人跟外面其他地方客家人不一样，就是他们
客家人已经很惜福了，东势人又更加的惜福，因为是都要给9年台体统的时间，921大地震的时候，他们这边有很大的损毁，所以这边的地区性的人格特质，就是他们十分的珍惜他们拥有的。然后来到董事行个沙公要到毕业了住持干哈呢？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讲太普强给他家人懂社会，对，那他们非常珍惜，而且连小朋友他都会教他讲。对，当然呢，东势这边有很多美食啊，比如发贡啊，有了都要倒毕业有做那个自酿的那个米酒啊，还有做那个 sake， 清酒，对，做日本的清酒，然后涵盖有这个来到这边一定要吃的，我就会去吃有一家很好吃的全牛料理大餐。全牛，对，包括牛鞭、牛佛都有。对，很补哦，很补哦。哎，我觉得这些选手们应该，终点站就在该比那马超啊，你该比那个戏啊，补也好让超啊。说到选手的食物，其实他们欧美的选手来台湾，他们不一定会吃台湾的料理，因为吃什么？对，因为其实他们欧美选手，他们可能习惯就是饮食，就是第一个他们选手生菜自己吃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比较西式，或者是比较没有调味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吃意大利面是没有酱的，对他们吃的那些蔬菜或者是肉类都是水煮。因为他们是选手关系，要控制体重吗？要控制他的身材，就是职业选手连这个部分营养的部分，他也是要摄取最单纯的东西来促进他的身体是有一个好的发展。如果他经常性的吃垃圾食物啊或者什么的，那对他的运动表现也会有影响，而且是影响很大。那教练是不是他们也会害怕跟水土不服啊？对，改饮来血的东西，让他平常血的东西，毕竟对啊，毕竟西方的饮食跟中式是有一段落差。那如果外国选手不习惯中式饮食，他可能就会自己带。对，自己带。像那个啊，不要说也有队是自己带厨师选手啦，就是自己带厨师。像那个棒球队啊，以前中华棒球队去国外比赛都带大同电锅出去呢。去国外比赛要带电锅，是怕吃不习惯嘛。对，自己带米啊，在那边煮对啊，所以可能国外的选手也有可能。对，不过他们也许也可以尝试一下刚刚明主席所谓介绍的，在那个全牛料理。对，也可以。他们今天会到台中这边休息，对，到石冈，然后明天去南投。从南投开始比赛，那他们就应该让客家人好好给他们补一下，可以，对，吃一下全牛大餐。好了，那讲到石冈的话呢，因为比赛也快接近终点了，石冈那边有面包谷。有这个面包果，还有这个沙港的土牛文化园区啊。面包果的话，其实我有看过，不过我没实际吃过哎。世凯哥，你有吃过吗？我也没有吃过，从来看到，因为在那一般那没有那个吃它的一个习惯。因为东南亚的话，比较是阿曼豆啊，有些一直想要讲，而且第三个容啊，那恐怖一些会想要讲，做点什么，你知道吗？心里面有打一个问号的概念，所以嘿啊，动少许多。我刚刚有谈过董秋，就东南亚地区，他们是把它当成像是坐月子的补品。哦哟，是哦，比从亚兰呢，这边是在。这边应该就快要到东势啊。对，就看这一条路的话，韩国的崔亨敏，昨天的第2名，也就是现在亚洲蓝山，他目前也是在主集团里面。然后黄山也在主集团里面，黄山的 Robbie 也在。所以如果维持这个战况到结束，黄山跟蓝山都会丢，都会换人穿。哇，很严重，看看。然后差距不远，只有相差大概1公里，1分40秒左右，差1分40秒。所以右金车队跟韩国车队现在应该是会有点紧张的哦。如果被这群选手领先到最后的话，那个就大班风了。只剩11公里而已。对，猪羊变色哦。哎呀，而且这里好像还有人似乎想要想办法逃脱，因为你看他们没有骑在一起，各骑各的，都在打不同的。这个是日本选手的。对，现在目前在前面带头的是日本选手哦，不过很抱歉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号码，所以还不知道是哪一位。这边有一点小上坡。对，我在猜可能是新城信也，因为
总成绩来讲，他目前是这个，这个是贝尼龙车队，对他爆胎了，贝尼龙车队的选手，来自澳洲的队伍哈，要推他哦，对对对，助他一臂教之力。练那个应该是机械师，机械师下来把他轮子换好，那个不是教练车，那是中立的维修车。除了教练车上会有预备的轮胎跟水壶之外，中立车也有提供。万一你的队车，比如说我选手很分散，那就是会有中立车来支援他们的那个器械的修复。对。然后目前这个是第一集团，不过已经接近终点了哈。他们跟那个大集团的差距有在右下角的这个 GPS 的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哈，可能不是很清楚。然后不过可以知道的资讯都在下面哈。他们目前距离相差是1公里。1公里多。对。这压他们上家哎。这里在也是上家，对，没错，也是陡坡。对。正在爬哈，那个速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对，时间差1分30秒。对，没错。剩下10公里，还蛮紧张的哦。哎呦，主集团如果不追的话，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哈。再不追就没有机会了。前面是有人按喇叭。右金车队，前面人快一点，但是不能按喇叭，只有车没有人按喇叭。你要超自己想要超的话，就是从旁边。对。888，前面太慢了。教练啊，这有没有像我们一般接力赛一样说，超车不可以，只能在外围超车，不可以在内部超车这件事情？这个部分倒是没有详细的规定的，因为其实路况的变化会很大。那选手他要从左侧超或右侧超，其实没有硬性规定说一定要从哪边，只要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你不要造成危险动作就可以了。这一个是 Simon。他在第一天的比赛有拿下一些冲刺的积分，不过目前的话 ，Chasing Rider 他是从主集团里面冲出来要追领先集团的选手，不过他只有单一个人哈，他只有单一个人，要顶着风，他也是美国1鲁米车队的，所以只有他一个1鲁米车队只有他一个，他在前2站是总共排名第13名，在111位选手当中排第13，排名第13，那应该就是想办法要把个人的排名往上推了。对。这里是主集团。整个比赛下来的话，第一个有团队的成绩，对，那也有个人的一个成绩。没错。所以每一趟的比赛，教练都要很清楚知道说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在哪。对，因为因为他们这些队友其实，在其他国家的比赛，搞不好大家都认识，常常一起比赛。我知道哪一个选手很会冲，我做的情报收集，我知道哪一个选手爬墙很厉害。那我一开始就要先设定好我要怎么做，我的队伍当中有哪些专长的选手是可以让我去用战术来做分配，这样子。对，那再依照每天的战况不一样的情况来调整说，好吧，我今天总冠军可能拿不到，但是我绿衫一定要留住，或者是我其他的代表衫一定要留住，登山王要留住等等。对，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变化，所以其实队经理或者教练他们的这一方面的应变的能力也很快，尤其是赛事选手在进行时变化是非常大的，对，随时都在变，然后所以他随时都要调整他的战术来让选手做一个配合，对。目前那个追赶的选手，目前大概是落后第一集团大概只有30秒，也就是他已经追了一半的距离了，他有可能真的可以一个人追上来。对，毕竟前几站他如果可以排名在前面10几的话，那他的能力应该是有办法的。教练，刚刚那个日本选手，他突然间上来抢了以后，可是我发现他又把速度放慢，然后去跟着这个先锋集团。他现在移到侧边去，就是我已经带完我这一段，我想要到后面休息一下，换人来带吧。对，这里也是追赶，只有2个人。主集团吗？这里是主集团在前方比较远的位置，因为摄影机现在在比较后面，主集团现在拉得很长，因为这里是下坡。对，这里后面有2个选手，那
基本上裁判的车子不会混在选手群当中，他一定会跟在尾巴，包含这个摄影的车辆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那个比赛你没有办法立刻判断出说，哎，现在是什么情况。当然就只有摩托车裁判他们在现场，他们可以直接无线电回报给那个裁判长他们这样子。对，这一个蓝色服装选手是美国赫兹队的2级车队的选手。对，推车冇看到，你突然间有走出来嘞哦，就发现到说他隐藏在主机团里面，突然间这个后面的8公里线哦，他就跑出来了。美国赫兹队在前面3站。除了在第1站有比较积极的表现之外，第2站昨天一直都是保持蛮低调，但其实他们的当中一位选手是爬到总成绩第3哦。对，所以2级车队有他们的策略，也许他先虎视眈眈，坐2望1，我先拿到比较前面的名次，但是我不要跟大家拼到流鼻血，我把力气留到最后几站再开始发挥，这也有可能哦，这也有可能。哇，真的是看谁能够把体力，但前面一定要跟上，然后把体力呢保留到最后。对，最后几公里、5公里能够对激发出来。对，或者真的除了介绍这一次的比赛之外呢，真的非常的欢迎大家呢，真的能够到浪漫台3线来玩，然后体验一下这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风情。那我们这边是先请明珠呼吁大家一下。一天會有請睇次架原定日嘅浪漫台3線來聊。其實你聊下都好，會行業4月份的哦。新年呢，大家最期待的就是5月的油桐花，這樣雪白的5月雪。那睇次架呢，原定日嘅台3線，其實你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沿路上這樣皚皚雪白的這個油桐花。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刚才私底下还跟世海哥在聊天的时候讲到，太极卡了聊的时间呢，其实你要先准备好你要去旅行的这个心情。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去旅行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功课，所以你去到的时候你只能够爬文看一下人家去玩什么。但如果你真的还不用慢点给狗扑，真的想要让自己去放松的话呢，找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去感受当地的生活就够了。对，那跟他们一起生活，感受慢活的步调。有请大家来到台3線共下來聊。哎呀，共下來聊哦！而且呢，刚刚明珠有提到，就是虽然已经草莓季已经是接近尾声，但是这个内行的有讲，在现在是没有撒农药的草莓，对哦，现在正是时候了哈。好，那么也请世凯哥也是建议一下我们的观众来。咁當然我嘅因為我哋新竹，譬如我哋講啊，新竹當聖節嘅地方是講，從呢個簽嘅文化哦，人家當到文化保存到當好到嘅邊咧，韓國是講，假如講日本嘅咪人家貴婦看人去聊誒，我是幾家人從嗰啲嘅人創下咪，去年奧多外吼，我是說去年時裝場，人家去網山啦，去尖石啦。後上應該看個動將打卡景點誒，啊，像人家買6號花園啊，吼，再個落去數碼天宮裡頭像當聖地度嗰邊咧，請大家一定來裡邊嚟聊。咁廣東嘅朋友講，假如講我一個人去，我對嗰邊交通唔係咁熟悉嘅話，吼，我唔記得，人家台3線裡邊咧要當重要，人台灣嘅嘅咪咧，人家鐵路，人家內灣裡頭嘅內灣線，然後就坐火車慢慢升至到嗰邊咧，韓國你對人家你比賽一開始，人家嘅新竹嘅高鐵站裡邊咧，吼，竟然有台灣好行嘅觀光巴士，咁就坐啲觀光巴士吼，切則到人家嘅咪去四散嘛做得啦，去人家竹東寮嘛做得，去到竹東咧就個揾其他嘅車去聊吼，所以你發覺到吼，你唔係講真嘅搞啊，是順利啦，太多東西好聊咧啦，慢慢的聊，慢慢的來行，哦，慢慢來欣賞人家台3線，人家客家中嘅，嘅咪最正嘅年輕妹，韓國人嘅文化認同。对，就是对我非常建议，我非常认同的是凯哥所讲的，你可以跟可能那个哈嘎宁呢聊一聊，就是你就是除了去玩景点之外，你可以再跟当地在地的我们客家人的，就像交朋友一样嘛，我们非常的好客，来聊一聊哦，你要亲自跟人这个接触聊天。交谈之后，你才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客家乡亲，然后什么客家的文化，不是只有去看景点哦，好不好？对啊，而且你看，
该那主动该买的西昌动物喵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到你们竹东的市场去买东西，我说那一定能买。台湾里啊，竹东喵4大示范市场竹东是其中一家，而且这些大该买来，展元哥讲，去到该那容不引到财体的朋友来互动，你到底卖东西卖菜嘛，让一个晚上加门呀，说讲阿妹加门呀，你也买个东西，他就会告诉你啦，你就有一个互动啊，韩国10过来你会发觉到方便，那就开始跟民众买就讲有很多小农，其实小农怎么样去分辨到点呢？那个应该不该买的，应该说讲阿妹，他就在摆个小小的摊子在地上，然后就那几样东西卖完，他就要拜拜回家了。于是卖你的东西，等于是你把不给舔修，而且给他一个希望说，该好好的去种这些东西，去照顾你的东西用因为欣赏，而且他很努力在去做，然后你洗了你嘛洗了比较安心一点。对啊，真的非常的欢迎大家呢 Q 他轮撩。好，现在比赛已经接近到最后的尾声了，刚刚通过了东势大桥，对，东势大桥已经是通过了，剩下最后的3公里，3公里，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新城信也，他是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还有包括西贝尔车队的吉米，他也是在领先集团而且他们的总成绩是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比赛的话，他们会超前目前的黄山，也就是看，等一下我们看领先集团谁先冲进终点，谁应该就是今天的黄山。他们在拼了耶！对，已经在作战，开始卡位了，对，开始卡位了。好可美哦！那个吉米想要一个人跑掉那后面的右金车队绝对不能放过他，因为右金车队现在是领骑黄山的队伍。是。对，然后后面的美国赫兹队也有可能是现在排名第3的强纳森。然后日本队的那个新城信也，他的排名是相当前面，所以他只要在这里，然后最后能够拿到冲线的名次以及减秒的优惠的话，就有可能一跃登为那个总成绩第1名哦。是，现在只剩最后的2公里，我们当然要关注那个穿红色车衣的那个吉米，比利时西贝尔车队吉米。刚刚有提到为什么选手一直这样子扭来扭去，到处乱骑的，就是要摆脱其他的敌人了现在那个停战协议正式宣告就是没有了，各凭本事了，要进终点了。我们本来是做摸朋友嘞，变成交朋友嘞那大团今天很可惜罗比应该会丢掉他的领骑赛，因为已经没有在追了，他们已经放弃了。哎呦，这个人冲出来了。对，这一个是右金车队的选手，右金车队的选手有可能是罗比吗？因为罗比是昨天的登山王，然后包含去年的2个单站冠军艾德温也在这个集团里面现在情况是相当的刺激啊！马上只剩2公里，只剩2公里，很快就要到终点。而且现在是下坡吗？现在是平路，其实他骑很快，对，而且是想办法要摆脱一些选手。你看谁也不想带头，谁也不想带头，我不想带。平行了，对，有人进攻了，这个是日本的整个西贝尔车队的吉米，对，红色车衣的吉米开始冲，整个身体都已经变了。美国赫兹有2个选手在内所以他们的可运用的策略是比较多的。一个选手出来冲，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手就一直跟你那些跟我冲的选手，对，可以互相掩护所以战况非常的焦灼还不知道谁会拿到最后的黄山。这个时候各怀鬼胎大概影响的东西差不多。如果没有讲解的话，观众一定很纳闷说，他们干嘛这样骑？为什么不好好骑？是酒醉了吗？想办法要把它甩掉，对，要甩开对方。然后新城信也果然是比较有经验车手他都没有在前面带，但是呢，他都一直保持在这个集团内。对我个人，我想要猜那个新城信也会对。我刚刚看到他因为爱动定义本因该买走实现放弃他们都有一套的完整计划，而且是他们的执行力是几乎90%以上。没错，所以早夜该买的已经先分析的该怎么计划都走对。赫兹队现在派了一个兔子在前面就是领骑之外，就是顺便消耗其他那个像后面吉米的体力。
然后但是右金车队又在侧面想要进攻啊，这个非常刺激哦。现在1.6公里，马上又过去了，各怀鬼胎，比赛在2分钟之内就会结束哦。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前面冲来冲去的，到最后一定拿不到。是哈。对，因为体力消耗光。然后绿色，荧光绿色的那个是贝隆尼吗？贝尼龙。荧光绿是贝尼龙，然后还有一个绿高，奥地利绿高车队也是哈。我觉得他们在后面，对，他们在后面有一点就是，反正我就跟嘛，你们就尽量去，对，我们就尽量去消耗吧。这个澳洲贝尼龙也有可能，一直都没有什么动作。对，他都一直跟在后面，然后后面的那个现在在以色列队去年的2站冠军的艾德温也在里面，他的冲刺是非常厉害的。他去年台北站的绕圈赛冲刺他是第1名哦，对，而且技巧也非常好，然后个子不高，但是很厉害，对，很厉害。1.3公里。右金车队也是有2名选手在这里哈，现在尔虞我诈，对。就还是都给 Jimmy 骑好了，对，前面 Jimmy 现在要想办法甩开，是因为他可能在冲刺上没有那么好。我们在前面的比赛有观察到，他可能是一个爬坡比较不错的选手。但是如果他跟这团人，右金车队的选手现在10公里左右 ，Jimmy 又不得不追哦，因为他如果不追，他就没有总成绩了，他排名就要被拿走了。哦，对，威利尔、席贝尔、日本都有。还有绿高，最后面这个也是席贝尔。方车都让开来让他们走了。对。现在就是终点镜头吗？哦，看到了，来了，马上来了，马上出来！你看日本的，你看日本整个非常快。哇，美国队哇，艾德温来了，艾德温来了，以色列的艾德温，已经过了吗？已经过吗？还没吧？还没。没有想到，没错，应该是艾德温的。哇，超强！日本厉害，日本第1名是这个以色列队的艾德温，对，第2是日本的，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所以你看我刚刚说，刚刚在前面冲的，可能等一下都拿不到。没错，是Jimmy，他骑了，因为他99.9%的好车，但是最后的对功亏一篑。非常的可惜，就是这么的刺激，对，真是太刺激了。所以今天黄山易主哦，艾德温应该会把黄山抢回来，以色列队的排名会再往上升哦。是这样讲起来，日本队的成绩还是分数很高，很高的，因为他今天还有拿到第2名，所以扣掉减秒优惠，他总成绩会上升哦。是，所以日本队今天应该会拿到亚洲蓝衫，对，因为他赢过韩国的选手，对，他要拿到，对，难记得嘞，忘记了，对，猪羊变色。是，好，这个是第2个集团的，第2集团有黄山的，不对，这是对，这第2集团，第2集团黄山的集团，有黄山的罗比，对，我们要进前2站领先的，对，至少也要拼一下啦，哇，不晓得这个时间差有没有让他的黄山可以保留住哦？就等待这个大会最后计算公布，他会公告的结果才能知道。后面的主集团呢？对，我们当然在接下来陆陆续续会进来，也要关心一下台湾的车手、中华队的选手有没有对进入到终点。我这边呢，先跟大家说，在这一站的单站个人第1就是以色列车队的艾德温，他在先前2站是排名所有车手第18名，不过这一站拿到了第1之后，有机会往前，甚至是取得黄山。对，对。那至于刚刚看到第2名是日本队的，应该是新城信也，对，新城信也。哇，那不过新城信也原本的成绩是排名第6，对，他也有。他的亚洲排名跟总排名都一次上升，对，都一次拉上。他也有可能真的明天的第4站披黄山哦，也是有可能的。不过都是要依照呢。大会最后的一个公布的成绩，因为今天第1的艾德温本来是在18，所以相加相扣秒之后还不知道谁穿黄衫，也许是新城信也，也许是艾德温，对，可能大洗牌。是啊，对，多日赛的精彩就在这里，对，明天的状况会不会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累哈，然后有些影响？对，也有可能，这也有可能。对啊，真的变化真的非常的多。是，好的，那至于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明天了哈。明天是第4站，是在南投166.56公里的南投县站。然后呢，第5天最后一天第5站呢，则是在192.8公里的屏东站哈。所以接下来的还是会有持续的比赛。对。
哇，不过在今天呢，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包括在电视频道、在网络 YouTube 频道为大家所转播的这一站，也是新设置的浪漫台三线站。其实，在整体的过程当中呢，也让大家呢真是了解很多。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感想啊？我第一次参与啊，而且可以在展元哥还有教练旁边，我真的觉得超级刺激的。因为我其实 Q 年可是有来接触骑脚踏车，跟着捷安特车队，然后就是一起玩这样。然后今天呢，跟着特别是展元哥还有教练刚才在解说的时候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看车赛这样子，全新的体验。而且呢，你们也透过这空拍机看到整个鸟瞰这台三线的风景。以前是把自己放得小小在里面走，现在呢拉高来看，原来哇，有好多好美的路段，真的像一幅画一样。非常讲。是海哥也没有看过这种吃有茶比赛。冇诶，因为昨日我前排哦，我从阿姨个从到罗马公路那边聊的先的啊，我发觉到哈，罗马公路那边其实我们很多的自由车选手去那边训练，对不对？对。因为我常常会看到一群的人，可是看到其他些小阿蛮神奇，十个是看天然，还讲看破风那些啊，哇，那时候觉得好刺激，我已经看了好几遍都在那。我有冇想到过，今日有你的机会吼，到里面凑呢吼，然后大家到里面穷下来看，而且人家当神奇嘛呢，一盖家乡的里面呢，一盖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像民族港爱是讲，而且那种心情是特别兴奋的一样，哎呀，然后看到一些大概最后的1公里些哇。整个肾上腺会那种提升，到底谁呀？到底啊，发觉到非常好的，蛮有经验的里面呢，动身体。是，对啊，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哈，这个客家电视台啊，你看客家电视台呢，从过去连续好多年了，都有这个转播体育赛事，包括徐生明。少棒赛，然后到米农，好到美农转播，然后呢，包括呢这次的吃有茶比赛，那接下来还有很多，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更支持台湾的体育啦，哈。那同时呢，今天呢我们更是开心的是，就是我跟教练很开心的是，借由2位来宾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哦，除了比赛之外。对，因为我们通常都只关注比赛，那哪个选手的状况怎么样，他们车队怎么样。其实，在比赛场地，在台湾龙曼台三线，好卖有这么多好玩好吃的东西，没有错。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的模式应该继续下去才对。结合起来。对呀，这样的话，我们有赛事，有专业告诉我们的很多的知识啊，最少有机会不应该也来参与一下，替我们的家乡，对，来跟我们加油一下，来拉票一下，就是号召一下更多的朋友们到我们的家乡来玩。对啊，教练今天除了这，你通常是很辛苦到比赛啊，但是今天也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特别是奶奶这个客家乡村。在这个附近，对这么多地方，你有没有就新的感想？就4个字，肚子饿了。真的。教练，你下次你安排他们就到台三线来训练哈，他们去训练，你就照我们今天讲的，之后我再下一个当地就对了。对啊，没有，其实很多车友他们骑车的形态是比较休闲的，对，那他们都会挑一些有风光景点的地方。骑到这个定点，我们就开始，骑到石门就开始吃火鱼餐吃，骑到客家庄就开始吃客家菜。很多车友其实大家约骑的目的不一定是说我要骑得多快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我到一个地方就用比较慢的方式去浏览这个乡镇或者是这一个地方的文化，然后去吃一点他们当地的东西，有点特色。把这个假日的骑车这个活动当成是一个旅游跟放松。我们现在很多休闲的车友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让他们很有持续可以每个礼拜6日我就跟车友约一约，我们今天去骑宜兰，然后骑完就泡温泉，然后做什么这样子。其实台湾休闲的产业在这个部分是很发达的。是，现在靠位上又有选手对进到终点，慢慢的进到终点，对。对，但是只要不要落后第一个进终点的成绩数15% 以上，明天就可以继续比赛。对，就是没有被关门，没有被关门。你说落后明天就不能比赛了？如果落后的时间超过第1名的时间15%的话，是哦。对啊，我本来以为就是今天你真是落后太多了，就直接
捡起来。对，反而是明天都不能比了。它有一个规范的时间，就是明天就不能再比，因为你已经没有成绩了，你今天就是 DNF。是，所以你没在不能太摆烂。对，明天就没得比了。太混不能太混，对，还有水准要保持呀。哎呀，既然是职业队、国家队，就要拿出这个态度来。对，拿出态度来。那我们这个全程的转播也是要等到最后最后的成绩出来之后。那不过呢，这边也，对啊，中华队的部分呢，中华队今天的表现其实还是很努力哈，但是可能在战况的变化上面哈，选手可能有一些反应，可能没有立刻的能够处理好，或者是说可能昨天教练所下达的讨论的一些战术，或者是今天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施展出来。因为我总觉得每一次在台湾比赛的时候，只要中华队跑，其他队就会追。对，因为其实冯俊凯真的是看板人物，他的能力也不差。那如果真的让他走掉了，其他队其实是会紧张他的动态的。对，所以其实如果是冯俊凯出来自己要冲，一定会有比较多人防守他。同时，陈建良他也是去年的亚洲蓝山，大家当然对他的实力也不敢轻忽看待，所以会遭到比较多的防守，这也是可以想象的状况。对，那可能中华队今天的比赛可能就是在战略上可能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那可能今天成绩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最后总结，因为阿凯他其实还是会尽力把他的名次还维持在前面，毕竟明天还有2站，而且明天也有山路，然后是阿凯擅长而且喜欢的路线。那他还是有机会再把个人名次再往前推，而且我们今天早上有提到他的排名目前是在亚洲第6，对，他的名次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往前的，对。好，现在画面上又看到有车手，中华队的选手，这个应该是建良了，白色的车子，对，然后后面是1路米哈，1路米的车手也有一个落下来，这一站结束之后，排名会有比较大的变动，包括黄山登山王的衣服，还有冲刺王的衣服都换。登山王今天是应该有换人。对，教练，我还蛮好奇的，今天台3线因为这个路况跟以往的赛事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因为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台3线的比赛嘛。对，台3线今年是第1年，所以对你来讲的话，跟你当初的预估有没有推掉？是说你原来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的成绩，可是实际上的成绩有很大的落差。其实环台赛今年的赛事都相当的精彩。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刚刚前面有讲，就是我觉得前2站都是爆冷门，拿到冠军的都是不是我们预期的选手。然后包括第3站今天艾德温的话，我就我本来觉得说，他今年是不是状况特别不好，还是说他可能就是能力上今年真的其他选手比他还要优秀？但是没想到。他本来不在那4个人的领先集团里面，然后呢，他是后面爬山之后才爬上来。对，现在荧幕中这个就是艾德温哦，他的。The last kilometer, I felt good, but everybody knows I'm a sprinter, so some guys attention behind my wheels, attack. I take the other guys, but. To last K, I say that I know nothing. If one guy go. Or when I ride everybody together, I just sprint, but no take everybody because I ride tired. So I will try. I was try. I win. Is this your plan today for winning this stage? The plan, the briefing, so in the climb, start hard, many attack, but the more important was in the descent, after the down, up, down is the more attention because small groups go out. It's possible, so I try take everything. Did you see cheerleaders on the way? You hear cheerleaders on the road. Cheerleaders cheer for you guys.
He was alone without teammate, so everybody now get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ttack. He at the final is tired. We go. So how you plan this year? Do you want to win the yellow jersey? I won yellow jersey, yeah, but yesterday a little bit confusion. The road, all the groups mistake the road, so arrived the breakaway. But today I will try with every team, my team. I try for win today, for change the general, and tomorrow maybe take the second and the sprint, and he maybe arrive more close the yellow jersey. Okay, so would you say hello to the Taiwan people? Taiwan people very love you. So say hello to them. Taiwan, say hello to Taiwanese fans. What? Say hello to Taiwanese fans. Your fans. Wave your hand. Hello, everybody. Follow me. Nothing. Did you remember any Mentary? 很腼腆哦，他是哥伦比亚人，所以他那个英文有一些那个口腔腔调比较重一点。对。不过我觉得他今天也特别强调，他说因为台三线这个上下，所以对他来讲，应该骑车的技巧也是一大考验。对他来讲是大考，因为他刚刚有讲他是 sprinter 就是冲刺型的选手。对，所以他刚刚有讲到说他在最后的阶段，最后的1公里，因为那个领先集团里面很多是冲刺选手追上来的，所以他其实也蛮担心说他有没有办法获得这一站的冠军。然后他最后等待机会是看到其他人先走了，他才跟着跑，然后抢到一个好位置。而且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画面中看到，他冲进来的速度很明显的是比其他的车手还要再快的，而且是蛮多的。所以他自己一个冲进来，然后本来在顶头的那一个选手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上他的，所以他的冲刺能力的确是非常厉害。对。所以呢，当然这个艾勒文他拿到了这一站的第1名哦，所以呢，其实在特别是他看到居民在前面跑的时候，他心里应该偷笑。对，偷什么？他在后面已经伺机而动了。对，我们刚刚看，其实他都没有在前面哦。对啊，都完全一个人躲在后面而已。对，但最后关头就冲出来了。没错。对。好，那今天呢，客家电视台为大家所转播的2018国际自由车次悠茶环台赛呢的第3站浪漫台三线到这边要完全的告一个段落了。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呢世凯哥，非常感谢明珠，也非常谢谢黄金教练，谢谢，更感谢大家的收看啦。我是徐展元，我们下次再见啦，安子 C， 上来了，更加来了。安怎